北海深处疑似出现200级以上兽皇，沿海各大主城进入全面戒严状态，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斗。人族10大强者之一，200级以上的狂龙剑士已前往北海主城定龙城，10大公会主力强者也陆续前往支援，本台将持续报道。全国各地爆发不同规模的怪物狂潮，这是否会成为幻游界反攻的信号？一时荒小队在30级练级区埋骨之地采集到一株死灵魔草，一夜暴富。各大游戏高校金秋招生计划即将开启，将面向社会开放部分名额。一间屋子里，陈阳看着投影屏里播放的新闻，内心久久无法平静。自己穿越了，这是个游戏跟现实并存的世界。1000年前，幻游界降临现实，全球数据化，人类被迫走上了游戏之路。后续的几百年里，幻游界的各大种族为争夺现实爆发了激烈的战争，最终这场大战以各族的损失惨重而宣告结束。人族得以在新世界获得一席之地，由此拉开了新的序幕。我还真是命好啊！陈阳哭笑不得，自己一个资深的游戏宅，穿越到这个游戏时代，还真有种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的意思。不过自己穿越的人设怎么有点不太对劲啊？一个新时代的社畜，18岁后靠着家人的保险金，在最舒适安全的地方躺到了20岁，期间别说去杀怪升级了，连怪物的影子都没见过一眼。真有这么怕死吗？陈阳走到镜子前，看着里面那张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的小嫩脸，揉了揉脑袋，开启游戏面板。他心念一动，眼前也出现了一个游戏界面，上面的功能栏有人物属性、装备、物品栏、拍卖行、技能栏、职业、觉醒天赋、生活功能等。这些功能都很好理解，其中的生活功能则相当于一个游戏网络，玩家可以通过这个功能实现一网通，像是视频通话、网络聊天、社区发帖、观看电视、发朋友圈等等。陈阳点击了人物属性，玩家陈阳，职业未转职，等级1 0 1000，生命值1000，体质 X100，生命回复效果为基础10加体质20 S， 法力值1000，智力 X100，法力回复效果为基础10加精神20 S， 物理攻击100，力量 X10， 法术攻击100，智力 X10， 物理防御100，体质 X10， 法术防御100，精神 X10， 力量10，智力10，敏捷10，体质10，精神10。这是一个未转职玩家的基础属性面板，一旦玩家转职后，根据不同的职业特性，基础属性增加的各项数值也不一样。比如刺客，物理攻击的加成就会变成力量 X10 加敏捷 X5， 普攻就是近战的攻击方式。再比如战士，双防的加成会变成体力 X15 跟精神 X15。法师的法术攻击加成会变成智力 X10 加精神 X5， 普通的话就会丢出一道10米远的法球。玩家每一次升级都会获得基于等级 X1 的全属性跟等级 X5 的自由属性点，也就是1级升到2级会提升1点全属性以及获得5点自由属性，而每升到10级就需要完成一次进阶，会提升进阶等级 X2 的全属性。可以说每次升级跟进阶，玩家的实力都会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这家伙还真是，看到这连职业都没转的面板，陈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是在等自己来操作吗？他打开了职业栏，基础职业可供选择的一共有6个：战士、法师、刺客、牧师、召唤师、弓箭手。玩家也可以使用职业球进行转职，不过职业球能转职的职业基本都是稀有职业，拥有特殊的职业特性，价格都非常的昂贵。转职之前可以先觉醒天赋，先看看我的天赋是什么，再选择职业。陈阳关掉职业界面，点开了天赋，果不其然，天赋的状态显示的是未觉醒。给我来个牛逼的天赋吧。陈阳搓了搓小手，点击了觉醒。紧接着界面上一道蓝光闪过，一个提示也弹了出来：觉醒天赋，每秒永久提升1点法力值上限，每秒提升1点法力上限。这是个啥天赋啊？陈阳愣了一下，这个天赋乍一看好像没什么用吧？不对，每秒1点法力上限，那1分钟不就是60点？1个小时不就是3600点？那一天不就是86400点？陈阳算了一下，1点智力提升100点法力，自己这一天就能提升相当于864点智力的法力值啊！那我选个法师职业不得无敌。陈阳两眼放光，在这个世界里，玩家学习技能是没有上限的，只要自己学习大量的法系技能，一个不缺蓝的法师，想想都有点可怕呀。买技能需要花费金币，正好我手里就有足够多的金币啊。陈阳打开了物品栏，里面虽然只有几样东西，但金币那一行上显示的数字却是53269087。金币是这个时代里的唯一货币，只有击杀怪物才能获得。
自己之所以能有这么多的金币，主要是因为多年前的一场意外。这副身体的原主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父母更是180级以上的强者。可就在原主成年前的1个月，这座主城遭遇了200级以上的黄级 BOSS 攻城。为了保护原主，父母死在了黄级 BOSS 的攻击之下，也让原主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这些金币一部分是原主父母留下的遗产，一部分则是由主城工会所赔偿的保险金。打开拍卖行看看。陈阳打开了拍卖行。拍卖行属于世界交易，上架的物品来自于全世界的各个主城区，里面的东西数不胜数，就是价格会比线下交易高出20%至30%。没办法，拍卖行寄售物品会收取20%的手续费，卖家也只能提高价格来进行找补。陈阳搜索了一下技能，技能的品类一共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翡翠、钻石、史诗、传说、神话9种，每跨5级可以进行学习。也就是说，1级的玩家可以学习5级的技能，5级可以学习10级，15级的技能则需要10级进阶后才能学习。技能的学习没有上限，不需要的技能可以选择遗忘。前期可以选择一些便宜的技能，以数量达到质变。先看看5级的法系类技能。陈阳将搜索条件设定为5级，白银级以下的技能。很快，数以万计的技能出现在拍卖界面上。陈阳随意的看向了其中一个技能：小火球，黑铁，消耗200点法力值，对目标造成法术攻击 X100加技能等级 X2，百分号的伤害，瞬间释放，最大攻击范围10米，冷却时间10S。技能学习等级5，需求职业法师。这个技能中规中矩，法师职业完全可以用普攻的法球代替，少的不过是20%的伤害。10S 的冷却，那我岂不是只要买10本相同冷却时间的瞬发技能，不就能一直放技能了？第二章超限法师，不，这叫无敌法师。陈阳点了点头。明天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法力值上限就会变成8万加，500点法力消耗的技能，自己可以放160个，价格还可以，只要20枚金币，10个技能也才200，就是这伤害会不会有点低了？陈诺想了想，看向了一本白银级的技能：落雷打击，白银，消耗500点法力，召唤一道落雷攻击目标，对其造成法术攻击 X200加技能等级 X4，百分号的伤害，瞬间释放，最大攻击范围20米，冷却时间10S。技能学习等级5，需求职业法师。相比于青铜级的技能，白银级技能的蓝耗提升了200点，伤害跟攻击范围都提升了1倍。陈阳看了一眼价格，100枚金币，高出了5倍的价格。这样算下来，10本同类型的技能那就得要1000枚金币了。小意思，买了。陈阳直接在拍卖行秒了10本同类型的技能书。有了这10本白银级技能，我升到10级那是没什么难度了。装备方面的话，要不要先买一套？这个世界虽然已经游戏化，但玩家并没有复活的机会，反正自己有钱，穿上一套装备再去练级，稳得一批啊。装备的品级跟技能一样，部位则分为头部、手部、衣服、下装、鞋子、披风、武器、饰品。其中饰品分为项链、戒指以及配饰，只可以装备2个。武器分为双手武器、单手武器跟副武器。总的算下来，玩家最多可以穿戴10件装备，而装备的属性上限也根据等级、品级来决定。像1级的黑铁装备可以提升1点属性，青铜装备可以提升2点属性，白银装备是3点属性，黄金装备是4点，翡翠装备5点，钻石装备是6点，史诗装备是8点，传说装备是10点，神话装备则是15点。2级的装备则是在这个数值上 X2， 10级就是 X10， 100级就是 X100。也就是说，一件100级的黑铁装备可以提升玩家100点属性，神话装备则可以提升玩家1500点的属性。除了基础属性之外，黄金、钻石级的装备有概率出现一个装备词条，史诗级装备必定出现一个词条，传说级装备必定出现2个词条，神话级装备必定出现3个词条。装备的等级越高，词条效果越强。在拍卖行搜索了一下，陈阳将装备的品级设定在了白银级，每个部位都有，增加的属性也不同，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直接配出一整套。1级的白银级装备只要10几枚金币，9件也才100枚，够用了。那就全家智力。陈阳选了9件全家智力的法师装备。完事后，他在拍卖行搜索起了职业球。这玩意一出来，价格那就离谱了。陈阳看了一下，数量不多，基本都在1000万以上，有不少更是卖到了5000万。要是有可以根据法力上限提高伤害的职业，不管多贵我都得买下来啊。他对着这些职业球一个个看了过去，全都是法系的强力职业，各个属性的数值加成也比基础职业高得多。很快，陈阳看到了一颗职业球：超限法师，隐藏，法力值加成，智力 X200，
法术攻击加成，智力 X10加精神 X5，生命值加成，体质 X200，物理防御加成，体质 X10，法术防御加成，精神 X10，法力回复加成，精神10 S， 生命值回复加成，体质10 S， 职业特性，法力值越高，战斗力越强。还真有！看到这个职业的特性后，陈阳两眼放光，这不跟自己的天赋刚好契合吗？只是这玩意的价格也很美好，一口价5000万枚金币。比起同价位的其他职业球，这个职业的加成相当一般，关于职业特性的描述也是模棱两可，再加上这高昂的价格，也难怪卖不出去了。买了。短暂的犹豫后，陈阳买下了这颗职业球。最适合自己的，那才是最强的啊！拍卖行购买的物品会实时发送到邮箱。他迫不及待地打开邮箱，取出了这颗职业球。是否使用超限法师隐藏职业球？你将转职为超限法师。使用。陈阳点击了确定。恭喜玩家转职为超限法师。提示弹出后，陈阳赶紧打开了职业界面，上面多出了5个职业的特性技能。超限转换，你可以将法力值上限转化为生命值上限，或者将生命值上限转化为法力值上限。超限爆发，释放技能时，你可以提升法力值的消耗，以此来提升该技能的效果及最终伤害。每提升1倍技能消耗的法力值，可提升 10% 的技能效果、最终伤害，提升上限为你的法力值上限。超限范围，释放技能时，你可以提升法力值的消耗，使你的技能提升额外的施法范围及技能范围。每提升1倍技能消耗的法力值，可提升 50% 的施法范围及技能范围，提升上限为你的法力上限。超限施法，释放技能时，你可以提升法力值的消耗，使你获得额外的施法级速。每提升1倍技能消耗的法力值，可提升 10% 的施法级速，提升上限为 100%。超限冷却，释放技能时，你可以提升法力值的消耗，使你获得额外的技能冷却。每提升1倍技能消耗的法力值，可提升 10% 的额外冷却，提升上限为 100%。太舒服了啊！陈诺笑了，自己这5000万金币花的还真是值啊！对于一个不缺蓝的法师而言，这简直就是完美职业啊！算算时间，已经过去1个小时了呀。看看面板，陈阳再次打开了属性面板。玩家陈阳，职业超限法师，等级101,000，生命值2000，体质 X200，法力值5663，智力 X200，法术攻击150，智力 X10加精神 X5，物理防御100，体质 X10，法术防御100，精神 X10，力量10，智力10，敏捷10，体质10，精神10。1个小时过去，自己的法力值提升了3600加，按照这个速度提升下去，明天的这个时候就能达到9万加了。超限转换一下，陈阳心念一动，1000点法力值瞬间转化到了生命值上。这也就是说，自己的法力值越高，生命值也就越高。不着急，先吸收一下这个世界的信息，等法力值达到10万加以后再去升级。陈阳打开生活功能栏，开始了解起了这个世界。西江主城区，一间屋子里，床上2个身影正在疯狂地扭动着。很快，2人一脸满足地躺下了。一个小白脸看着另外那个女人，开口道：“萍萍，什么时候把你那个朋友骗出主城区？他身上可是有着上千万的金币，要是我们能拿到手，100级之前都能顺风顺水了。”女人面色潮红，回答道：“红哥，你再等等，那家伙怕死得很，我跟他聊了很多次，他就是死活都不敢出去升级。要不然你色诱他，以你的活，保证把他迷得晕头转向，还不得乖乖听你的。”小白脸贱兮兮地笑道：“哎呀，你要死啊！”女人一脸娇羞，拍了小白脸一下。总而言之，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都得让那小子出主城区，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杀了他，盗了他的金币。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啊！小白脸一把抓着女人的手，含情脉脉的道：“我一定会把他骗出去的。”女人点了点头，语气无比坚定。第3章，学个范围技能再刷。1天的时间过去，陈阳伸了个懒腰，从床上爬了起来。原主非常会享受生活，住的地方是西江主城最顶级的酒店。之所以选择这里，除了能够享受最好的服务之外，还因为这里非常的安全。以原主手里的存款，每天吃吃喝喝的，这笔钱足以花上个100年。而玩家的寿命，也就是游戏时间，直接跟等级挂钩。一个1级的玩家，游戏时间的上限正好就是100年。当游戏时间达到这个上限后，玩家就会数据消散。每提升1级，玩家的游戏时间就能增加10年。像那些200级以上的强者，游戏时间能够达到2000年之久。简单的洗漱后，陈阳走出了房间。玩家想要升级，就必须前往炼级区。炼级区在主城之外，属于无序地带，
除了要面临怪物所带来的威胁之外，玩家之间的防备也必不可少。陈阳走出酒店，前往了最近的传送点。主城区很大，有着各种交通工具，可要说最效率的，那还得是传送阵。踏上传送阵，玩家就能瞬间传送至主城区的各个区域。当然，使用传送阵是需要花费金币的。去城北的低级练级区，来到传送点的位置，陈阳对着负责人开口道：“传送费用100枚金币。”好的。支付了传送费用后，陈阳站在了传送阵上。随着光芒一闪，他来到了城北的低级练级区入口。这里竖着一块大牌子：清风森林1到10级练级区。入口的位置把守着上百人组成的卫队。他走过去后，一个人迎了上来。最近怪物狂潮频发，练级区里可能会出现超过10级的怪物，你确定要一个人进去？见陈阳是一个人来的，这人发出了提醒。对，陈阳肯定的回答。那行，信号弹你带着，一旦遭遇危险，就向空中发射，我们的救援队会在第一时间前往支援。这人拿出了一样道具，交给了陈阳。好的，将信号弹放进了物品栏，陈阳大步走进了清风森林。这片练级区还是很大的，因为毗邻主城的缘故，西疆主城绝大多数的新人玩家都是在这度过了前10级的新手阶段。这世界跟网络游戏里可不一样，怪物不会傻傻的站在一个区域里等你去杀，先把法力值转一半到生命值上。为了防止被怪物偷袭，陈阳将5万点法力值转化成了生命值。这个血量在这片10级区域里完全可以横着走了。很快，陈阳碰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一头突然从灌木丛里冲出的野兔。清风野兔一阶，等级1，生命值1200，物理攻击200，物理防御120，法术防御100。描述：清风森林最常见的野兔，肉质鲜嫩。陈阳看了一眼自己的法术攻击，9件白银装备的加成下，自己的法术攻击达到了420点。以落雷打击的伤害来计算，那就是924点攻击力，减去野兔的100法术防御，最终伤害就是824点。落雷打击，陈阳直接对野兔使用了技能，噼啪，一道落雷打在了野兔的身上，后者的脑袋上紧跟着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字负824。只需要再来一个技能，就能干掉这头野兔。火焰弹，陈阳又是一个瞬发技能，负824，成功击杀清风野兔一阶，获得100点经验值。野兔直接倒在了地上，尸体的位置也出现了一个光团。陈阳快步上前，将光团捡了起来，获得3枚铜币，获得鲜嫩的兔肉食材。拾取物品后，野兔的尸体也跟着消失了。要是一个没装备，只用基础技能的玩家，杀这么一头兔子都很费劲啊。以基础属性全10的玩家来计算，近战类的职业不穿戴任何装备的情况下，攻击力也就150点，杀这头兔子需要砍40下。不过现在拍卖行有大量的低级装备跟技能售卖，新手玩家的起步高了很多。陈阳继续前进，咻！突然又一个身影朝着他扑了上去。这些野兔很会偷袭，再加上身体较小，能够完美的藏在灌木丛里。我直接一个不解释连招，落雷加火弹。陈阳抬手就是2个瞬发技能，负824，负824，2个伤害接连从野兔的脑袋上冒出，带走了他的兔命。陈阳看都没看地上的掉落，转而在林子里搜索其他的目标。一阶的怪物掉落的装备最高也就是黑铁级，再加上野兔只有1级，掉落的东西属于送人都被嫌弃的那种。凭借着超高的伤害，10分钟的时间里，陈阳已经击杀了10头野兔。恭喜玩家成功提升至2级，获得1点全属性提升，5点自由分配属性，有超限转化。我不缺生命值，力量跟敏捷对我的提升也非常小，精神提升法术防御跟法力回复速度，再过几天再高的法力回复速度也不够我回啊。全加智力。稍微思考了一下，陈阳把5个属性点全加在了智力上，6点智力1加，法术攻击也变成了485点。陈阳看了一眼经验条，2级升3级所需的经验值是2000点，1级的野兔需要杀20只。不着急，慢慢来。陈阳继续在附近的区域晃荡，野兔的数量不算密集，平均1分钟的时间可以干掉一头。20分钟后，他的眼前又弹出了升级的提示，恭喜玩家成功提升至3级，获得2点全属性提升，10点自由分配属性。半个小时，我的法力值又提升了1800点，这练级效率也还行，都是秒杀。要不再往里走走？陈阳看向了清风森林的深处，10点属性1加，自己现在的法术攻击达到了615点，一个落雷的伤害就是1260点，可以去找更高级的怪杀了。继续往前，陈阳胆子很大，以自己现在的生命值，就算碰上10级的怪物也完全不虚。行进了1个多小时后，路上陆续碰到了一些高等级的野兔，
将他们击杀后，陈阳的等级也到达了5级。恭喜玩家成功提升至5级，获得4点全属性提升，20点自由分配属性。森林里出现了一小片空地，放眼望去，前方有不少野狼正在来回的游荡。陈阳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观察了一番，野狼的数量将近20多头，其中有一头的体型明显比其他野狼大上1号。精英怪吗？陈阳眯起了眼睛。怪物的等阶一共分为9阶，相同等级的怪物每提升1阶，属性都会获得一定的提升，而越是高阶的怪物，属性带来的数值加成也会大幅度提升。1阶属于普通怪，2阶跟3阶属于精英怪，4阶以上就属于 BOSS 怪，5阶属于领主级 BOSS，6阶属于大领主级 BOSS，7阶属于王级 BOSS，8阶属于皇级 BOSS，9阶也就是神级 BOSS。除了属性跟数值的提升外，等阶越高的怪物还会拥有强力的技能以及怪物特性。来之前，陈阳调查过，清风森林里最厉害的也就只有4阶的 BOSS 怪。不过看那头野狼的体型，应该只是一头2阶的精英怪。是 BOSS 的话，我也能杀。就是这小怪的数量有点多啊。我现在也5级了，可以学几个范围技能了。第4章，这就7级了。身为一个法师，没有 AOE 技能怎么能行呢？陈阳在拍卖行看过，这一类的技能最低都是10级的，也就是说，玩家必须到达5级才能够学习。AOE 技能的消耗更高，造成的伤害也比单体技能更低一些。是多买几本白银级的技能，还是直接买本高伤害的技能？先买几件5级的白银装备用着。陈阳从拍卖行里买了几件5级的白银装备，接着打开了属性面板。玩家陈阳，职业超限法师，等级5，领5000，生命值4000，体质 X200，转换的血量面板上不标注，这里的面板是主角的基础属性。法力值116623，智力 X200，法术攻击1550，智力 X10 加精神 X5，物理防御200，体质 X10，法术防御200，精神 X10，力量20，智力70加75，敏捷20，体质20，精神20，全智力加点的情况下，法术攻击达到了1550点。如果用超限爆发的话，一个高伤害的技能就可以直接秒杀这些低级怪了。先看看10级的黄金级 AOE 技能有哪些。陈阳在拍卖行进行了搜索，设定为黄金级，范围技能。搜索出的技能有很多，他看向了一本火与标识的技能书。火焰雨，黄金，消耗2000点法力值，对20米范围内的所有目标造成法术攻击 X200加技能等级 X5，百分号的伤害，施法时间 4S， 最大施法距离50米，冷却时间 30S， 技能等级10，需求职业法师。以我的法术攻击来计算，火焰雨的伤害就是1550 X250 百分号，也就是3875点伤害。不知道那头精英野狼的生命值是多少？再去买本视野技能。陈阳没有急着买下这本技能，重新进行了搜索。很快，他花费500枚金币买下了一本技能。法眼窥视，白银，消耗1000点法力，有概率窥视等级不高于你5级的目标，获取其具体的属性。对怪物使用时，有概率窥视其部分技能，瞬间释放，最大施法距离100米，无冷却，技能等级10，需求职业法师。直接学习了这个技能后，陈阳对着那头精英野狼使用了技能。下一秒，目标的属性也暴露在他的眼前。野狼先锋2阶，等级5，生命值6000，物理攻击850，物理防御500，法术防御400，技能野性撕咬。描述：小心他的牙齿，一旦被咬会造成持续性的流血伤害。血量有点高啊。陈阳啧啧一声，2阶怪物的属性比同等级没穿装备的玩家要高不少啊。这要是 BOSS 的话，没点装备搞不好防都破不了。火焰雨能打3400加的伤害，一个技能还秒不掉，那就用超限爆发。陈阳计算了起来，超限爆发加的是最终伤害，自己花费4000点法力就能造成3475X 100加10百分号的伤害，也就是3822。那消耗18000点法力的话，造成的伤害就能超过6000加了。算一下白银级技能的消耗，陈阳又搜索了一下白银级 AOE 技能的伤害加成。火语术，白银，消耗1800点法力值，对10米范围内的所有目标造成法术攻击 X150加技能等级 X4，百分号的伤害，施法时间5S， 最大施法距离30米，冷却时间30S， 技能等级10，需求职业法师。一个技能可以打精英野狼2500加的血量，自己至少需要买3个范围技能才能实现秒杀。但是比起黄金级技能，白银技能的 AOE 范围小了1倍，以那群野狼的分散情况来看，3个技能还真不一定能够全部秒完。放4个技能的话，
蓝耗就是7200点，比超限爆发少了1倍的消耗。价格上算的话，3个白银技能也比1个黄金技能便宜。不过施法时间上是硬伤啊。虽然买3个技能从各方面看都很划算，但自己除了放第一个技能可以等5S外，后面几个技能显然没那么多时间。要是用超限施法的话，法力的消耗反而会比黄金级技能更高，那就买黄金技能。陈阳打开拍卖行，花费1000枚金币买下了这本10级的火焰雨。学习了这本技能后，他站在50米的最大范围内，对准了那片野狼所在的位置。20米的范围还差一点，有5、6头野狼没有笼罩进去。超限爆发，8倍法力消耗提升。超限范围2倍法力消耗提升。陈阳心念一动，下一秒火焰雨的技能范围也在2倍法力消耗提升下获得了100%的加成，从而达到了40米。这一下范围完全够了。火焰雨，陈阳开始吟唱。4S 的施法时间过后，大量的火焰从野狼的头顶上方落下。-6879，-6879，-6879，一个又一个伤害从野狼的头顶上冒了出来。成功击杀清风野狼，1阶获得500点经验值。成功击杀清风野狼，1阶获得500点经验值。成功击杀野狼先锋，2阶获得1000点经验值。恭喜玩家成功提升至6级，获得5点全属性提升，25点自由分配属性。恭喜玩家成功提升至7级，获得6点全属性提升，30点自由分配属性。一个技能下去，陈阳的经验值直接拉满了2次，等级也提升到了7级。对于一个已经20岁的玩家而言，7级属实是有点拉胯了。可对于一个刷怪还不到3个小时的玩家来说，这个升级效率就有些夸张了。玩家升到10级后，就需要击杀 BOSS 的怪物掉落进阶球，进阶球的品质最低是黄金的，最高的是神话。黄金级的进阶球，玩家进阶后会提升等级 X2 的全属性，翡翠的是等级 X3 的全属性，钻石是 X4， 史诗是 X5， 传说就是 X6， 神话就是 X8 了。10级的进阶球，史诗级的就已经极为罕见了。光是进阶球提升的全属性，玩家之间就会拉开不小的差距，而这些基础属性在那些提升100%比的技能增幅下，将会越拉越开。在这个世界里，即便是同等级的玩家，基础属性也有可能是天差地别。陈阳看了一下，拍卖行里的10级黄金进阶球价格并不算高，只需要3000枚金币。可到了翡翠级，这个价格直接翻了10倍，达到了3万金币。钻石级的就更离谱了，价格高达30万金币，在网上就没有卖得了。陈阳也不意外，想要在炼级区里碰上大领主级的 BOSS， 那概率就已经相当于是中彩票了。我手里的金币还有300多万，钻石级的进阶球还是算了，10级以后可以买个翡翠级的，也没必要看中那点基础属性。继续刷，升到10级就可以回去了。第5章7阶 BOSS。 好，就在陈阳打算继续练级的时候，远处传来了一声兽吼，声音极其的响亮，一看就是 BOSS 级以上的怪物。是我得去看看啊！陈阳眼前一亮，可还没等他行动，脚下的地面突然震动了起来。这是怪物狂潮！陈阳脸色一变。所谓的怪物狂潮，就是现实跟幻游界的空间通道被撕裂，从中涌出了大量的怪物。自己这运气还真是好啊，第一次出来练级就碰上了。我得溜。每当爆发了怪物狂潮，怪物的数量都是以万为单位来计算的。从地面震动的情况不难判断，至少有数万头的怪物正朝着自己而来。自己要是正面撞上这股狂潮，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啊！靠2条腿肯定是来不及了。找个位移技能。陈阳临危不乱，打开拍卖行，直接搜索了10级的黄金级位移技能。技能的数量很多，他快速看了一遍，买下了其中一个。闪烁之光，黄金，消耗1000点法力值，你可以化作一道光，闪烁到100米范围内的任意位置，无法穿越阻挡物，瞬发，冷却时间 30S 技能等级10。需求职业法师。林子里的动静越来越大，陈阳在附近扫视了一圈，将目光放在了一棵粗壮的大树上。闪烁之光。陈阳来到树下，使用技能闪烁到了大树上方的躯干处。从这个位置眺望，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出现了。远处密密麻麻的怪物正在朝着一个方向狂奔，那个位置正好是清风森林的入口。这是要进攻西疆主城。从兽潮的规模来看，他们的目标是西疆主城，不过以这些低级怪物想要对西疆主城造成威胁，显然是不可能的。随便来一个高等级的大法师，一个 AOE 技能下去，怪物的数量再多也只有被秒杀的份。待在这里不保险，后退的话我会被夹在兽潮的中间，那就只能向前进了。陈阳看向了兽潮的尾端，只要穿过兽潮，自己才算是真正的安全。从兽潮的距离来看，应该有1000多米，我只要闪烁1200米的范围就能直接穿过去了。那就需要至少12倍的加成，也就是 1200%。
那就是24倍的法力消耗，也就是25000点法力。法力值完全够用。陈阳站在大树上方，静静等待兽潮的到来。很快，整棵大树都震动了起来。就是现在！陈阳深吸一口气，超限范围，24倍法力消耗提升，闪烁之光。下一秒，他整个人化为了一道光芒，从上方的空间穿过了密密麻麻的兽潮，来到了1200米外的一棵大树上。他连忙转头，身后的怪物大军浩浩荡荡，直奔主城区的方向而去。怪物就是这样，即便身为炮灰，他们也会义无反顾地进攻人类的主城。这地方不会没怪了吧？陈阳站在大树上方，四处眺望了一下。就在这时，远处有一头野兽进入了他的视线之中。那头野兽身形并不大，大概跟野狼差不多，看上去像是一头暴兽，身上的纹路极其特别，一看就不一般。刚才那声兽吼是他喊的。陈阳立马反应了过来，兽潮是因为这家伙的兽吼而爆发的，能够号令这么多的怪物，这可是大领主级以上的 BOSS 才有的能力啊！超限范围15倍法力消耗，法眼窥视。陈阳使用了视野技能，对这头未知等级的怪物进行了窥视。下一秒，一个面板出现在他的眼前。幽冥猎豹7阶，等级10，未进阶，生命值36万，物理攻击10800，物理防御7200，法术防御7200，技能未知。这也太离谱了吧！看到这头7阶王级 BOSS 的基础面板后，陈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7阶 BOSS 至少有着7个技能，而且全都是史诗技能，以自己现在的属性，想杀死他是不可能的了。这头王级 BOSS 显然没有发现陈阳，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兽潮相反的方向跑去。陈阳懂了，这头王级 BOSS 应该是刚从幻游界的空间裂缝来到现实的。他虽然有着7阶 BOSS 的实力，但等级实在太低，这才发动了怪物狂潮，从而吸引主城区的注意力，为他争取逃窜的时间。4阶以上的怪物就拥有一定的智慧，这个7阶的家伙智慧比起人类也不遑多让。要是能干掉他，那我不能就爆出史诗级的进阶球了。陈阳蠢蠢欲动，只是理智告诉自己，现在的自己还杀不掉这头7阶怪，今天升不了10级了，先在这待着，用不了多久肯定会有人来。陈阳躲在了大树上方，几个小时后，一队人来到了这附近。炼级区爆发了兽潮，他们肯定要来搜救。我在这！陈阳站在大树上，朝着下方喊了一句：呼，谢天谢地，幸好你还活着。看到树上的陈阳后，下方的搜救人员松了一大口气。你小子还算聪明，知道躲在树上，捡回了一条命啊！一个人一跃跳到树上，将陈阳带了下来，忍不住感慨道：我当时脑瓜子嗡嗡的，本能的就爬到了树上，还好那些怪物没有发现我。陈阳也摆出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老三，开个门，先把他送回主城区。这人冲着队伍里的一个法师装扮的人开口道。好嘞。那个法师开始吟唱，接着一道传送门凭空出现。小子，我们还有去搜寻其他幸存者，这几天先别来练级了，这里暂时会被封锁，具体开放时间可以等官方的通知。我知道了，谢谢各位。陈阳表示谢意后，踏入了那扇传送门。下一秒，他回到了清风森林入口的位置。此刻，这里到处都是怪物的尸体，密密麻麻的，地上更是有数不清的掉落。上百人正在清点。见陈阳从传送门里走出来，一个外表看上去30多岁的人走了过来。是搜救队送回来的吧？他笑着向陈阳打起了招呼。是。陈阳点头道。能从这种规模的怪物狂潮中活下来，不容易啊。你在里面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听到这人的询问后，陈阳想到了那头7阶的幽冥豹。如果自己将这个信息说出来，主城区肯定会派人封锁这片区域，直到将那头幽冥豹找到为止。一头10级的7阶 BOSS， 那可是绝对的香饽饽啊！没有。陈阳摇了摇头，隐瞒了这个关键信息。自己现在是没机会杀死那头7阶 BOSS， 可过几天就不好说了。行，这里发生的事情还请暂时保密，要不然主城区会有人请你去喝茶哦。这人半开玩笑的给出了警告后，示意陈阳可以离开了。陈阳表现出一副惊魂未定的架势，扭头就跑。这个地方嘛，自己肯定是会再来的。第6章，想打我主意。又是一天时间过去，陈阳从舒适的酒店大床上爬了起来。昨天刚刚经历了一次兽潮，他整个人却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又是24个小时过去了，看看面板。玩家陈阳，职业超限法师，等级7，零7000，生命值6200，体质 X200，法力值214169，智力 X200，法术攻击2265，智力 X10加精神 X5，物理防御310，体质 X10，法术防御310，精神 X10，力量31，
智力136加75，敏捷31，体质31，精神31。这个面板除了法力之外，其他的都没什么看点。那头7阶 BOSS 的法术防御达到了7200点，我这攻击有点不够看啊！想要干掉那头幽冥豹，那自己的伤害就得先破他的防御。以10级黄金级技能的伤害加成来算，那就是250百分号加10x500分号，也就是300%。想要破防的话，自己的法术攻击至少需要2400点。那家伙的血量30万加，就算我用超限爆发，伤害也远远不够啊！必须搞一套高攻装备，然后再弄个强力技能。陈阳打开了拍卖行，首先是装备，设定为黄金级以上，等级10级。搜索后，大量的装备冒了出来，品质最高的只有钻石级装备，在网上就没有了，而且价格非常的离谱，一件10级的钻石装备售价居然达到了10万，这还真是物以稀为贵啊！陈阳撇了撇嘴，同级的翡翠装备一件才3-4千金币，钻石级的直接翻了50倍。10级的翡翠装一件能加50点属性，9件的话就是450点。那我升到10级的话，法术攻击应该能上6000加。这样一算的话，自己使用黄金级技能造成的伤害能上2万，打在那头幽冥豹的身上也有13000的伤害。以他那36万的血量，自己至少需要使用28次技能。10级黄金级技能的蓝耗是1200点，想要没有冷却的话，那就需要10倍法力消耗，也就是13200点法力消耗。我现在这法力值还有点不太够啊。那要是用超限爆发的话，把法力全部用来提升消耗，那就是178倍消耗，也就是1780%的最终伤害加成，一击就能打20万加了。这个伤害已经让自己看到了干掉那头7阶 BOSS 的希望。不过目前还有一个问题，自己得先找到那头幽冥豹才行。陈阳打开了生活功能，搜索了关于西江主城的近期新闻。受潮的事情被压了下去，并没有具体的报道。主城区的官方显然也发现受潮的爆发有些古怪，现在一定在全力的排查。以那头幽冥豹的智慧，他肯定不会继续待在清风森林。从他那天逃离的方向来看，会去哪呢？陈阳搜索了一下清风森林附近的地图，这片森林连接了另外2个炼级区，一个是30级的炼级区埋骨之地，另外一个则是20级的炼级区血色迷阵。他肯定不会去30级的炼级区。陈阳快速分析了起来，高阶怪物虽然对低阶怪有一定的压制力，但这种压制力会被等级给稀释。一头10级的怪显然无法驱使30级的怪，再加上30级的炼级区里玩家的等级都是30级的，一旦他被发现，一对30级的玩家就能杀掉他，那就是这里喽。陈阳看向了血色迷阵这个炼级区，这个20级炼级区很大，常年被迷雾笼罩，非常适合躲藏。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少有20级的玩家会选择在这地方升级，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西江主城的另外一片20级炼级区灰兽平原。那地方视野开阔，要是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就能察觉，不像血色迷阵还有来自迷雾中的威胁。这2点结合在一起，陈阳可以断定那头幽冥豹一定就藏在这片炼级区里。从幻游界进入现实的高阶怪物，在现实中每存活一段时间，它的等级就会自动提升。这头幽冥豹刚来，我的时间还很多。陈阳并不着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实力只会越来越强。而且想要前往血色迷阵的话，自己要么从清风森林直接穿过去，要么就得从更高级的地图绕过去。一个低级玩家去高级地图，肯定会人给盯上，从而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最好的选择就是等几天，只要主城区官方没有在清风森林发现异常，一个10级炼级区也不可能被一直封着。就在陈阳思考这些的时候，生活功能栏里弹出了一条通话请求。玩家之间只有互相加了好友才可以发送通话请求。他看了一眼显示的好友名字，眉头一挑，方萍萍。原主的记忆冒了出来，这个方萍萍是原主的好友，从原主的父母出事后一直都在开导着原主，原主对他也非常有好感。不过根据那些记忆，陈阳却皱起了眉头。方萍萍确实对原主很好，也一直扮演着一个知心的倾听者，可问题是他总是会向原主有意无意地提起一些事情，比如说看上了什么装备想要，别人有强力的技能他没有，在学校里组队被人嫌弃之类的。为此原主在他的身上花费了不少的金币。要是这些也就算了，关键是这个女人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劝说原主走出主城区，没安好心啊。陈阳不是原主，对这么一个绿茶女那是一点好感也没有，懒得理你。直接拒绝了通话请求后，陈阳在拍卖行继续研究了起来。自己手里的金币还有不少，只要合理的利用，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加快崛起的速度。以这个世界里金币的购买力来换算，1000万金币相当于穿越前的10亿了。我现在还是亿万富翁啊。陈阳啧啧点头，
原主父母留下的遗产就有3000多万金币，另外2000万则是西江主城为了表彰其父母为主城区做出的牺牲，从而发放给原主的保障金。在这个世界里，金币可是绝对的硬通货，生活、职业、制作食物、装备、道具这些全部都要消耗金币。玩家在怪物区里也有概率会碰到神秘贩卖机，花费金币就可以购买到各种稀有物品。金币的获取也并不容易，低级怪掉落的都是铜币或银币，100个铜币相当于1枚银币，而100个银币才会合成1枚金币。4阶以上的 BOSS 怪会掉落大量的金币，根据怪物的等级掉落的数量不等，等阶跟等级越高，掉落的数量也就越多。像10级的4阶 BOSS 死亡后掉落的金币差不多在500至1000之间， BOSS 的等级每提升10级，掉落的金币则会在这个基础上涨1倍。5阶会在4阶的基础上翻倍，6阶会在5阶的基础上翻倍，以此类推。以一头100级的6阶 BOSS 来算，将其击杀后掉落的金币数量就是10万、20万之间。1000万枚金币至少需要击杀70-80头100级的大领主级 BOSS 才能掉落，而100级的玩家，除非是实力非常强力的队伍，才有可能杀死大领主级的 BOSS。当然，时间距离现实游戏化已经过去了1000年，这期间玩家杀怪产出的金币肯定是大于消耗的，这也就导致金币的购买力打了一个折扣。不过，金币的地位一直都是无法撼动的。首先，玩家穿戴的装备在跟怪物作战时会磨损，修复装备时需要花费金币的。其次，玩家在跟怪物战斗的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药品，制作药品需要花费金币，还有为了补充饥饿值跟体力值，玩家吃的食物也需要花费金币来制作。简而言之，玩家想要活着就必须消耗金币。而且主城区不时会有强大的怪物来攻城，造成的损坏也需要玩家消耗金币去制作相应的物品来进行修复。陈阳要是不买那个价值5000万的超限法师职业球，靠着这些金币潇潇洒洒的过100年完全不是什么问题。也难怪像方萍萍那样的人会一直盯着原主了。要是能拿到那些金币，将来的成就少说也能成为150级以上的一流强者。在这个世界里，等级所代表的那可就是地位啊。第7章，上游戏大学。酒店的沙发上，陈阳吃着服务员送来的美味点心，在生活功能栏里浏览起了各种帖子。帖子的内容主要描述了关于这个世界的势力分布。现实世界因为跟幻游界融合了一部分后，蓝星原本的空间扩大了将近100倍。幸存的人类在不同的区域里建立了不同的主城区。自己所在的华国区一共有56座主城，这些主城区全部都建立在低级怪物区，互相之间都开辟了通道，玩家可以乘坐飞艇前往不同的主城区。一些距离较近的主城区还可以直接使用传送阵，就是传送费用比较高。除此之外，高级的怪物区分别位于2个不同的方位，一个是内陆区，越往里去，怪物的等级越高，地图区域也越大，在内陆的核心地段更是有着连通幻游界的通道。另外一个就是海域，无尽的海域里怪物数不胜数，在海底深处同样有着连通幻游界的空间裂缝。全世界的各大主城就是建立在海域跟内陆之间的区域，形成了一个环形地带。相对来说，玩家更喜欢在内陆区进行冒险，毕竟在陆地上战斗比起海域更加的方便。而海域里虽然不时有怪物上岸进攻人类主城，但海怪来到陆地上，战斗力同样会受到影响，人类一方还是具有守城优势的。每一座主城都有独立的体系，由各大公会的顶级强者所创立。陈阳所在的西江主城就是由10大公会之一的红莲公会所建立的，城主是红莲公会的副会长，200级以上的强者，人称爆裂枪手的红源。除了西江主城外，红莲公会还有另外2座主城，分别是南疆主城跟红莲城。这3座主城互为三角之势，都有传送阵可以直达。3座主城里，红莲城也是最大的。还有就是10大游戏学府之一的红莲学府也建立在红莲城里。陈阳特意了解了一下，在这个世界里，18岁成年后就会开启游戏面板，玩家要么选择考游戏大学，要么就只能成为拾荒者。比起考进游戏大学，拾荒者这条路显然更加艰辛。玩家需要自己摸爬滚打，还要跟其他玩家勾心斗角，各种提防，战斗经验也只能通过实战积累，稍有不慎就会步入万丈深渊。游戏大学就不一样了，各种训练假人、模拟对战、联合演习等等，可以快速的积累战斗经验。有天赋的玩家还可能被实力强劲的导师青睐，从而踏入上层圈子。根据统计，100级以上的强者有 80% 都是从游戏大学里走出来的。我这年龄考大学是没戏了，而且我也没必要去考大学啊。当个拾荒者，除了没有固定的队友，在练级区里容易被其他拾荒者盯上之外，自由这方面那是真的没话说。想去练级就去练级，不想去就可以在主城区里躺着。尤其是像陈阳这种身缠万贯的拾荒者，完全可以凭借超能力买上一身极品装备跟技能，从而碾压式的提升等级。D
看了一早上的帖子后，下午的时间又有一个通话请求弹了出来。这是陈阳看到好友显示人后，眉头一挑。对方叫做贺连云，是一个等级在190级以上的一流强者，在西江主城区也有着极高的地位，是红莲公会的核心成员。接受了通话请求后，那头响起了一个语重心长的声音：小杨，红莲学府又开始招生了，今年有10个社会招生名额，我帮你报上去了。我知道你父母的事情对你影响很大，可在这个时代里，等级才是一切。你身上揣着那么多金币，难免会被人盯上，我不可能一直都护着你。听到这话，陈阳深吸了一口气。贺连云是原主父母的队长，也是从同一所游戏大学出来的同学，经历过各种生死，交情极深。也正是他的据理力争，西江主城才发放了2000万的保障金给原主。原主这2年能够怀揣巨款而过得潇洒，最大的原因也是有他在背后撑腰。云叔，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想去游戏大学，我会试着去炼级区升级的。有那么多的金币，我很快就能独当一面。陈阳不是原主，不过还是学着原主那略显弱懦的语气回答道：小杨，你想通了？听到这话，那头的贺连云明显有些欣慰。这几天我就去炼级区。陈阳肯定道：这是好事啊，不过还得给我去红莲大学，再过几天我就要去高级区寻找 BOSS， 获取200级的进阶球了。这一趟至少要好几个月才能回来。我不在的话，你身上带着那么多的金币，万一有人对你起了歪心思，你进了红莲大学，安全也能得到保障。他们的副校长跟我有过命的交情，你手里的金币也可以暂时放到他那保管。贺连云很不放心，他太清楚陈阳手里那些金币对于其他玩家的诱惑力了。玩家被杀死后，身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会掉落的。杀一个低级玩家就能得到5000万的金币，这种好事换作是谁不想搏一搏？没事的，云叔，那些金币我已经花掉了，我现在已经转职成了隐藏职业。陈阳继续道：隐藏职业？贺连云闻言愣了一下，随即追问道：你转职的是哪个职业？拍卖行的那个超限法师，我花了5000万买下了那颗职业球。陈阳也没有隐瞒。贺连云一下子顿住了。这个职业好像是技能消耗的法力值越高，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高。不过他在同价位的顶级职业里，属性加成却是最低的。再加上高等级的玩家跟怪物都有很多保命跟减伤的技能，还有很高的抗性跟伤害减免，这会让你的爆发大打折扣。一旦法力值消耗了，想打的伤害却没有打出来的话，贺连云有些欲言又止。这个职业确实很强力，但并不值5000万，否则也不会一直卖不出去了。我就是听这个职业的名字比较响亮，再加上越贵的职业也应该越强力吧。陈阳弱弱的来了一句：算了，这个职业也足够让你成为一流高手了，而且前期练级会很舒服，你父母要是知道也会欣慰的。我手里要是有提升法力上限词条的装备，都会给你留着。贺连云也没有太计较，毕竟陈阳能够迈出这一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了，你的天赋是什么？我的天赋可以提升100%的基础智力属性。陈阳当然不会说出自己最大的秘密，随口编了一个。这倒是很适合这个职业。行了，明天中午我来找你，我们一起吃个饭，算是你给我送行了。贺连云说完就挂断了通话。陈阳也明白他的打算，这是想告诉那些一直在盯着自己的家伙，在贺连云离开之前收走了自己手里的金币。这样一来，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也就不会有人再打自己的主意了。明天中午吃完饭以后，我的法力值也能到30万加了，到时候再去清风森林看看。第8章40万加法力值。翌日中午的时候，贺连云来到了这家酒店，190级以上的实力摆在那，他的排场很大，酒店的负责人更是专门赶来接待。陈阳跟贺连云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后，这位云叔留下一样东西就离开了，那是一本技能书，怒雷冲击史诗，消耗2000点法力值，对目标造成法术攻击 X400 加技能等级 X8 百分号的伤害，并造成 3S 的麻痹效果，瞬间释放，最大释放距离300米，冷却时间30S， 技能等级10，需求职业法师。还真是有心啊。看到这本技能的描述后，陈阳啧啧点头。有了这本史诗级技能，自己这个超限法师确实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了呀。2000点的蓝耗，无冷却的情况下就需要22000蓝，以我现在的法力上限，可以放15次，7阶的 BOSS 都挡不住啊。陈阳搓了搓小手，迫不及待地赶往了清风森林。他使用传送阵前往了城北，没有直接前往清风森林的入口。这座森林很大，所谓的入口实际上是距离传送阵最近的位置。驻守在那的人员也不是为了看守一片炼级区，主要是为了观测怪物区的动向，一旦发生什么特殊情况，主城区里的战斗人员就能通过传送阵第一时间赶来支援。陈阳从城北绕了一圈，从一个角落进入了清风森林，直奔血色迷阵的方向而去。以他的敏捷，赶路的速度并不快，不过身为一个有钱人，用2条腿跑是不可能的。
陈阳从物品栏里拿出来一样东西，那是一颗机械球，放在地上后自动孵化出了一只机械鸟。这是生活职业工程学制作出来的物品，只需要提供能源、水晶，机械鸟就可以不知疲倦的行动，适用于各种地形。坐在机械鸟上，陈阳设定了方向，机械鸟自动奔跑了起来。以这玩意的速度，半个小时之内自己就可以穿过整个清风森林，到达血色迷阵。20分钟后，陈阳来到了清风森林的最深处，这里有很多石级怪，见他到来，一个个追在了机械鸟的后面。只是这些怪的速度显然跑不过机械鸟，被远远的甩在了后面。陈阳也没跟这些怪物客气，朝着身后甩了几个超限爆发加成下的火焰雨。玩家击杀清风恶狼，获得800点经验值；玩家击杀清风毒株，获得1000点经验值。恭喜玩家提升至8级，永久提升7点全属性，获得35点可分配属性。恭喜玩家提升至9级，永久提升8点全属性，获得40点可分配属性。恭喜玩家提升至10级，永久提升9点全属性，获得45点可分配属性。在范围技能的高刷怪效率下，陈阳很轻松的就升到了10级。他换上了提前准备好的10级翡翠装备，将所有属性点加在了智力上。打开面板，玩家陈阳，职业超限法师，等级10，使用进阶球方可进阶，生命值11000，体质 X200，法力值461392，智力 X200，法术攻击7575，智力 X10 加精神 X5，物理防御550，体质 X10，法术防御550，精神 X10，力量55，智力280加450，敏捷55，体质55，精神55，40万加的法力值让陈阳有了十足的底气。那头豹子的攻击力在1万以上，以史诗技能的伤害来算，他一个技能至少可以对我造成5万的伤害，那我的血量就得保持在10万以上了。来到血色迷阵的入口，这里的天空一片昏沉，四周雾气弥漫，能见度最多只有20-30米。陈阳将10万点法力上限转化成了生命上限，骑着机械鸟进入了这片区域。20级的地图比起清风森林大了1倍不止，直线距离达到了50公里以上，想要在这么大的地方找一头行动敏捷的怪物，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我现在的法术攻击，再算上那个史诗技能的伤害加成，造成的伤害能够达到2万9加，想要一击必杀的话，那就需要130倍的法力消耗，也就是27万点的法力，完全够了。怎么说呢，赚了10万的血上限后，自己的法力值依旧充足，而且等自己找到那头幽冥豹的时候，法力值还能再提升个1-2万，不够用是不可能的。血色迷阵里有不少的建筑，我要是那头豹子，就躲在怪物多的建筑里不出来，一有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血色迷阵里的怪物都是一些被感染的村民，攻击都携带非常恶心的毒素伤害，来这里的玩家都得准备上一些清毒药剂。陈阳有备而来，包里放着不少10级的清毒药剂，除了这些药品之外，他还花高价买了一样东西，工程学制作的机械风。这玩意可以向10公里的范围内发出信号，戴上工程学制作的眼镜就可以接收信号，从而看到机械风传回来的影像。价格很昂贵，一只机械风就要1万金币，一旦启动后1个小时之内能源就会耗尽，无法补充，属于是一次性用品。陈阳一共买了5只，有这玩意，5个小时之内自己还真不信找不出那头豹子。7阶 BOSS 必定掉落史诗级的材料，这玩意的价值至少在100万以上，只要能找出那个王级 BOSS 怎么都不亏。开始干活了，陈阳启动了一只机械风，同时戴上了护目镜。随着机械风飞向远处，护目镜里也实时接收到了信号。机械风的最大探测距离是10公里，保持这个范围，这样就算我找到了那头幽冥豹，他也发现不了我。陈阳控制着机械鸟跟在了机械风7-8公里左右的位置，对于体型微小的机械风而言，正好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入血色阵的那些建筑里。1个小时后，第一只机械风失去了能源，陈阳也搜索了整个血色阵的外围区域。不着急，慢慢来。陈阳显得很有耐心。每过1个小时，自己的法力值上限就能涨3600点，要是在这片区域里找10个小时，那就能涨36000啊。怒雷击的法力消耗又能提升个18倍。第2只机械风开始出发，陈阳寻找得很仔细，虽然四周有迷雾笼罩，但机械风的可视范围本来就不高，再加上找的都是建筑物，里面可没有什么迷雾遮挡，影响并不大。又是1个小时过去，陈阳放出了第3只机械风，他已经搜索了血色阵大半的区域，更是避开了10几波怪物的攻击。好在机械鸟行动迅速，要不然光是清理这些怪物都得消耗不少的法力。等我进阶后，就可以在这里直接刷到20级了。2个小时的搜索，陈阳对整个血色迷阵的地形也有了足够的了解。
因为人迹罕至的缘故，这地方的怪物数量很多，只需要使用 AOE 技能就可以快速的提升等级。寻找还在继续，机械风的飞行速度很快，搜查着附近可以藏匿的角落。陈阳驾驶着机械鸟在迷雾中穿行，避让着那些被感染的怪物。这里是……就在第3只机械风还剩下几分钟的行动时间，陈阳看到了一栋大型建筑，这附近守着大量被感染的村民，怪物信息显示的全部都是玩家最多只能看到比自己高5级怪物的基础属性出现的情况，表示目标的等级至少要比自己高出6级。陈阳控制着机械风进入了建筑之中，里面出现了跟感染者截然不同的怪物，他们都是人形的，穿着鲜红的制式服装，一看就是精英怪。再往里去，一个手持法杖看上去就不好惹的 BOSS 出现了。显然这地方是一处 BOSS 区，那头幽冥豹肯定就躲在这。如果自己是那头幽冥豹，躲在 BOSS 区无疑是最安全的。就算碰上了来这张地图拾荒的玩家，他们的注意力也会被这里的 BOSS 吸引，只要 BOSS 战打响，幽冥豹就可以趁机发动偷袭，让那些人有来无回。刚才进去的地方都看过了，会在哪呢？第9章秒杀7阶 BOSS。 既然里面没有，那就是在上面了。陈阳换了一个思路，以那头幽冥豹的敏捷程度，爬上那栋建筑的上方显然不是什么问题，而且从那里也能看到整个建筑内部的情况。最关键的是，那上面被大量的迷雾笼罩，很容易就会被玩家给忽视掉。上去看看就知道了。陈阳放出了第4只机械风，风翅快速的抖动，发出微弱不可闻的声响。飞到这栋建筑的上方后，陈阳通过机械风的视角，果然看到了趴在建筑顶部的幽冥豹。这家伙蜷缩着身体，借助迷雾的笼罩，躲藏的角度十分刁钻。他的身体本就偏暗系，正好跟黑色的房顶融为一体，不仔细看还真的很难分辨出来。终于找到你了。陈阳嘴角上扬，确定了幽冥豹的位置后，接下去的事情就好办了。走！控制着机械鸟赶往了那个方位，陈阳在1公里外的位置停了下来。有机械风提供视野，自己完全可以实现超远距离的怒雷打击。超限范围4倍消耗，1万点法力值的消耗，怒雷打击的施法范围直接提升了4倍，达到了1200米。超限爆发130倍消耗，27万法力值的消耗，怒雷打击的最终伤害获得了130乘10百分号的伤害加成，造成的伤害数字已经足够秒杀这头7阶 BOSS 了。这个伤害数值完全足够秒杀掉这头幽冥豹了。怒雷打击，远在1000米外的陈阳释放了技能，轰！下一秒，一道怒雷从天而降，落在了那头幽冥豹的身上。啪！粗壮的雷电携带着不可阻挡之势，瞬间击中了目标。360000加，秒杀！这头还未成长起来的7阶 BOSS 连陈阳的面都没见到，就一命呜呼了。强大的雷电攻击下，那栋建筑上方的屋顶也出现了大量的裂痕。超限转化，没了幽冥豹的威胁，陈阳将10万点生命值上限转回了5万法力值上限。闪烁之光，12倍消耗。释放技能之后，他化为一道光，眨眼间来到了幽冥豹死亡的屋顶上。在那具豹子的尸体上散发着一个3色的光团，这是史诗级掉落的象征。陈阳迫不及待地将光团捡了起来。玩家获得7865枚金币。玩家获得幽冥豹皮，史诗级。玩家获得幽冥豹骨，史诗级。玩家获得技能幽冥之躯，史诗级。玩家获得装备幽冥披风，史诗级。玩家获得装备幽冥之爪，史诗级。玩家获得10级进阶球，史诗级。7阶 BOSS 7个掉落，除了金币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史诗级。可惜了呀。陈阳看了看掉落的装备，这头幽冥豹是敏捷系的怪物，掉落的自然都是敏捷系的装备，自己一个法师还真没什么用。2件史诗级的装备，一件卖个20万差不多吧。关键是那2个材料。陈阳看向了手里的2个材料，材料只有品质，没有等级。不管是多少级的 BOSS， 掉落的材料只跟 BOSS 的阶级有关系。有了这2个史诗级的材料，完全能够制作出高等级的史诗级装备。陈阳打开拍卖行搜索了一下，史诗级以上的材料没有一个是在售的。像这种稀有的极品材料，哪怕需要买家去补拍卖行手续费的溢价，基本上都是一上架就会被秒掉。市场价一样史诗级材料大概是100万，拍卖有 20% 的手续费，算上溢价就是125万了。那就摆2个125万，2件装备1件20万。陈阳根据市场价摆出了拍卖行溢价的价格。这些东西要是都卖出去的话，扣除 20% 的手续费，自己能到手232万枚金币。要是再算上这玩意的价值，干掉这头7阶 BOSS， 我能赚350万啊。陈阳看向了那颗10级的进阶球，这玩意才是重头戏啊。10级进阶球，史诗级，使用后
可以使你突破10级的等级上限，并提升50点全属性。使用，陈阳果断使用了这玩意。下一秒，进阶球上爆发一团光芒，注入了他的体内。玩家成功突破10级上限，永久提升50点全属性。舒服了，得到了50点基础属性的提升，陈阳还是很满意的。最后就是那本技能书了。史诗级的技能，尤其是低级的，市面上极其的罕见，价值也很难估算。幽冥之躯史诗级，你获得幽冥之力的加持，所有基础属性提升，技能等级 X1， 百分号被动，技能等级10全职业通用。居然是百分比提升属性的技能。陈阳看着这本技能书，两眼放光。在所有类型的技能书里，被动提升百分比属性的技能是最稀有，也是价值最贵的。这类的技能最少都是史诗级的，而且基础提升无法叠加，只会取最高值。像自己要是学了这本幽冥之躯，再学一个能提升20%基础智力的技能，那提升的基础智力不是10百分号加20百分号，而是只有20%。不过其他4个属性依旧还有10%的基础加成。只有当自己获得提升的全属性超过10%的技能，幽冥之躯才会被覆盖掉。100级之前，玩家想要在怪物区碰到同级的7阶 BOSS， 那概率接近100万分之一。这本技能书我能用很久了，要是把这本技能放上拍卖行，摆个200万金币肯定能卖得出去。不过自己刚赚了一笔，手里也不缺金币，完全可以留着自己用。学了，陈阳直接学习了这本幽冥之躯。打开面板，玩家陈阳，职业超限法师，等级10.050000，生命值23000，体质 X200，法力值486800，智力 X200，法术攻击8705，智力 X10加精神 X5，物理防御1150，体质 X10，法术防御1150，精神 X10，力量115，智力363加450，敏捷115，体质115，精神115。10级后，玩家升级所需的经验会大幅度的增长。以10级的1阶怪来计算，将其击杀能够获得的经验值是1000点，玩家需要杀死50头怪才能升到11级。接下去升级的经验就会提升至10万、15万、20万。19级升20级，玩家就需要50万的经验值。以20级1阶怪的2000点经验值来算，玩家需要杀死250只同级怪才能升1级。当然，这是在只杀同级怪的情况下。像20级的2阶怪，经验值是4000点，3阶怪的经验值是12000点，4阶 BOSS 的经验值是48000点，5阶领主的经验值是24万，6阶大领主的经验就是144万。随着玩家的等级越高，杀低阶怪提升等级的效率会越来越低，只有去击杀那些高阶的 BOSS 才能获得高额的经验值。还有一点，10级的进阶玩家击杀10级以下的怪物是无法获取经验值的，后续进阶也是一样。下面的这些怪应该都是20级的，看不到具体的属性，也不知道需要打多少伤害才能秒。我现在剩余的法力值也不多了，那就先去杀15级的怪。48的法力值，转血5万，干掉幽冥豹花了27万，闪烁上来再闪烁下去又要花个3万，自己的法力值就只剩下18万了。按照自己目前的法力回复速度来计算，每秒回 21.5，1个小时回 7.8万，30万的法力需要回3小时40分钟。溜了！下方的 BOSS 跟小怪显然注意到了屋顶上的情况，不少感染者已经朝着屋顶爬上来了。陈阳也不犹豫，闪烁之光的 30S 冷却时间一到，直接闪走。这地方非常适合葬人，找个地方待3个小时，然后再把蓝刷空。第10章血色阵大法师。血色迷阵，一间屋子里，陈阳躺在一张机械床垫上，旁边放着一堆可口的食物还有饮料。这附近没有怪物，非常的安全。他一边吃着东西，一边使用生活功能栏播放起了电影。生活功能在战斗状态下是无法使用的，但只要在非战斗状态下，不管在哪都可以使用。而玩家只要被怪物或者其他玩家锁定为攻击目标后，就会强制进入战斗状态。只有摆脱锁定或者干掉对方，才可以脱离战斗状态。这电影拍得不太行啊。陈阳看的是一部口碑不错的大片，讲的是一个普通人一步一步的杀怪升级，成为了顶级强者，最后为了保卫家园，跟入侵城市的怪物同归于尽的故事。不过里面那些跟怪物打斗场景全都是由召唤兽来完成的，看起来多少有些不够真实。整部电影看下来，时间也过去了2个多小时，差不多了。看着外面的天已经暗了下来，陈阳起身将机械床垫收了起来，自己的法力值也回到40万以上了，可以开始刷怪去了。拿出机械蛋，机械鸟自动孵化。陈阳骑上坐骑，来到了外面。不远处有几头正在游荡的感染者。血色阵感染者，1阶，等级15，生命值26000，
物理攻击3150，物理防御2600，法术防御2100。技能瘟疫腐蚀。描述：血色迷阵最常见的怪物，小心被他们感染。26000的血，以我现在的法术攻击，火焰雨的伤害就是 8705x250 百分号2100，也就是19662点伤害。那就用超限冷却。超限冷却的10倍法力消耗下，释放技能将没有冷却。火焰雨的法力消耗是2000点，释放一次就需要22000点法力。以自己的40万法力，这个 AOE 技能可以放20次。晚上的迷雾更大了，这施法距离不太好把控啊。火焰雨有4秒施法时间，机械鸟行动会打断我的施法读条，那就再用超限施法将火焰雨变成瞬发技能。这样一来，自己释放一个瞬发无冷却的火焰雨就需要44000点法力值。要是没有天赋提升的法力，自己现在的法力值也就15万，最多就只能释放3次。都无冷却瞬发了，那肯定得来个一波流啊。陈阳对附近的情况非常清楚，自然知道哪里的怪多。出发！他控制着机械鸟朝着一个方向跑去。路径上的感染者一下就被吸引了，他们不是第一次追陈阳了，只是那机械鸟跑得实在太快，根本追不上啊。慢慢追，追9点。陈阳刻意放慢了机械鸟的奔跑速度，带着这些感染者兜起了圈。不一会的时间，机械鸟的身后追着大批的感染者，数量少说有200-300个。这附近的怪都在这了，一批一批来。超限冷却10倍消耗，超限施法10倍消耗，2个10倍消耗之下，火焰雨直接瞬发以及无冷却。火焰雨，陈阳朝着身后的区直接一砸，下一秒空中落下了大量的火焰，砸在了那些感染者的身上。-19662，-19662，-19662，密密麻麻的伤害从怪物堆里冒了出来。陈阳这一击直接让感染者剩下了不到8000的血量。可这还没完，火焰雨又是一片火焰砸了下来。成功击杀血色阵感染者一阶，获得1500点经验值。成功击杀血色阵感染者一阶，获得1500点经验值。玩家成功提升至11级，永久提升10点全属性，获得50点自由属性。玩家成功提升至12级，永久提升11点全属性，获得55点自由属性。玩家成功提升至13级，永久提升12点全属性，获得60点自由属性。200多头15级的一阶怪，提供了30几万经验，也让陈阳直接升到了13级。这种升级效率，也就只有强力的隐藏职业能够达到。对于20级以下的拾荒者而言，一天能升1级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但对陈阳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后面的怪等级都在16级以上，经验值就是1600加，升14级需要20万经验，那就要100多怪。继续刷。虽然怪物的等级提升后血量也会提升，但随着自己的属性增加，2发火焰雨就算是2阶的精英怪也能秒杀。陈阳骑着机械鸟从血色迷阵怪物数量最多的大路上穿行而过，这些怪物早就对他垂涎欲滴，一个个穷追不舍。就是这样，越多越好。看着迷雾中密密麻麻的怪物追在自己身后，陈阳脸上的表情无比兴奋。这批怪物的数量少说有个400-500啊，其中不乏一些18、9级的怪，将他们全部清理以后，自己将会获得非常可观的经验值。还得扩大火焰雨的范围，5倍消耗应该够了。超限范围5倍消耗，超限冷却10倍消耗，超限施法10倍消耗。陈阳将火焰雨的法力消耗提高到了56000点，一个技能砸了下去，几百个伤害数字在同一时间冒了出来。大部分的怪物血量都已经见底了，少部分的精英怪血量也下了一半。再来，陈阳没有客气，第2发火焰雨紧随其后。成功击杀血色污染者一阶，获得1600点经验。成功击杀血色士兵2阶，获得3200点经验。玩家成功提升至14级，永久提升13点全属性，获得65点自由属性。玩家成功提升至16级，永久提升15点全属性，获得75点自由属性。这一波70万加的经验，再次让陈阳的等级实现了3连跳。血色迷阵里的怪物数量以万计，我这2波刷了不到1000头怪，在这升到20级回去是没什么问题了。这满地的掉落要不要捡一捡？陈阳看着地上散落的光团，眉头一挑。这些大多都是1阶怪，少量是2阶怪，掉落的东西还真没什么看点，整理起来又很麻烦。算了，500多只怪加一起，掉落的金币也就100多枚，没意思啊。无视了这满地的掉落，陈阳朝着下一条怪物密集的路线赶去。再来个2波，自己的等级就能到达20级了。血色迷阵入口，一队人来到了这里。他们一行6人，职业各不相同，是一个很标准的拾荒队伍。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
霸哥，我们来这20级的练级区干嘛？队伍里有人不解地问道。他们这支队伍的人员等级都在30级以上，杀20级的怪物根本没经验，就算能杀几头4阶的 BOSS， 收益也并不高啊。嘿嘿，来这里自然是有原因的，晚点你就知道了。叫霸哥的壮汉卖起了关子。其他人虽然好奇，但也没有追问，分头行动，找一个叫做血色镇大法师的 BOSS， 确定位置后发消息。霸哥下达了命令后，这队人立马行动了起来。另一边，陈阳已经通过刷怪升到了20级，并且他再次来到了那栋建筑的外围。回来的原因很简单，为了干掉里面的那头 BOSS。闪烁之光10倍消耗，一个闪烁，陈阳来到了建筑的上方。这里被劈出了几道缝隙，依稀能够看到建筑里面的情况。正下方，那个手持法杖的 BOSS 端坐在一张椅子上，看上去有些焦躁。法眼窥视，陈阳对着 BOSS 使用了技能。下一秒，一个属性面板随机出现在他的眼前。血色镇大法师4阶，等级20，生命值76000，法术攻击9500，物理防御3800，法术防御3800，法术抗性20%，技能血色束缚，血色魔法剑，召唤感染，血色腐蚀。第11章副本秘钥。4阶 BOSS 跟7阶 BOSS 还是没法比啊。相比于那头10级的幽冥豹，20级的大法师确实是没法比，毕竟差了整整3阶，属性加成方面不是一个级别的。陈阳看了一眼自己目前的属性，玩家陈阳，职业超线法师，等级20，未进阶，生命值55000，体质 X200，法力值706432，智力 X200，法术攻击19075，智力 X10加精神 X5，物理防御2750，体质 X10，法术防御2750，精神 X10，力量275，智力1320加450，敏捷275，体质275，精神275，全智力加点下，自己的法术攻击将近2万，法力值上限也突破了70万。以怒雷打击的伤害来计算，我对这家伙能造成8万3000加的伤害，不过他有 20% 的法术抗性，实际上的最终伤害只有6万7，20倍的消耗就随便秒了，没什么难度啊。陈阳笑了起来。超线法师这个职业在前期还是很猛的，即便自己没有增加法力上限的天赋，现在的法力值也有30万，20倍消耗的怒雷打击那也能放7次了。这就是隐藏职业的强度。基本上来说，隐藏职业在穿戴一套黄金装备的情况下，单刷同等级的4阶 BOSS 还是没什么难度的。能够单刷5阶领主的就能算得上是强力职业了，要是能单刷6阶大领主就能跻身一流职业。如果那头幽冥豹的等级是20级，血量至少能上200万，再加上7阶 BOSS 要是有法术抗性的话，那就是50%，哪怕陈阳一击能劈10万，最终伤害也只有5万，想秒就需要整整400倍的法力消耗，那就是80万加的法力值。靠基础属性的法力值根本不够，就算穿上一套20级的史诗级装备也还差得远。这还是只考虑进攻的情况下，想要单刷7阶 BOSS， 首先还是得能够在对方的攻击下存活。也难怪赫连云之前会说那番话了。100级以后，7阶以上的王级 BOSS 血量动辄都是几千万，还有超高的法术防御、法术抗性以及伤害减免，超线法师的爆发会大打折扣，想要达成秒杀，消耗法力值将会是一个无底洞。一天8万加的法力值，一个月就是240万，一年就是3000万加的法力值。玩家30级、60级、100级、150级、200级的时候，进阶的同时也会提升天赋，只要每提升一点，我一年的法力上限就能再多3000万啊！天赋结合职业才能打造出最强玩家。自己现在已经20级了，下一个10级进阶后，天赋就会提升。先解决这里的 BOSS， 转个20万的法力值到血量上，直接下去硬抗。拥有碾压的实力，陈阳也懒得讲什么操作了。他从房顶一跃而下，来到了建筑的大门口。好，下一秒，附近的感染者发现了敌人，一个个全都冲了上来。陈阳快步朝着建筑里面跑去。什么人胆敢闯进血色镇教堂？手持武器的血色卫兵拦住了他的去路。-4660， -4660，这些2阶精英怪造成的伤害很高，2下就能打掉陈阳快1万的血量。超限冷却10倍消耗，超限施法10倍消耗，火焰雨。陈阳也不客气，连带着外面追上来的感染者，直接就是2发火焰雨。狭窄的通道里，火焰雨避无可避，造成的伤害非常可观。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从那些卫兵的头上冒了出来，提示紧跟着出现：成功击杀血色镇卫兵，请尽快突破等级上限。
成功击杀血色阵感染者，请尽快突破等级上限。大量的怪物被陈阳直接秒杀。BOSS 见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举起了手中的法杖。无知的家伙，居然敢闯入我的领地，给我杀了他！随着 BOSS 的一声令下，他身前上百个血色卫兵拔出武器，朝着陈阳发起了冲锋。擒贼先擒王，超限爆发，20倍消耗，怒雷打击。陈阳也不跟 BOSS 多避避，双眸中闪烁电光，一道落雷凭空出现，狠狠地劈在了血色法师的身上。负134336，毫无疑问的秒杀。这头 BOSS 怎么也想不到，他连释放一个技能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躺在了地上。火焰雨，陈阳又是2发无冷却加瞬发的火焰雨砸在了大厅里，穿着血色服饰的血色士兵一个接一个的倒了下去，满地都是尸体，掉落的光团少说有200-300个。陈阳看都没看那些普通掉落，一个闪烁之光来到了 BOSS 尸体的位置，这里掉落了一个金黄色的光团。玩家获得1888枚金币，玩家获得装备血色法杖黄金，玩家获得技能血色腐蚀黄金，玩家获得20级进阶球黄金，玩家获得血色之境的密钥特殊物品。掉了5样东西。看着眼前弹出的提示，陈阳愣了一下，4阶 BOSS 的掉落应该只有4样才对。他连忙打开了物品栏，拿出了最后掉落的那个特殊物品血色之境的密钥。特殊物品在血色阵的某处有着可以通往血色之境的入口，使用密钥即可进入，物品有效时限8小时。现实物品，这是开启副本的钥匙。陈阳顿时反应了过来，所谓的练级区实际上是幻游界在现实之中的投影，练级区里的怪物是会一直刷新的，并且每隔一段时间，这些练级区里就会随机出现一些极品材料以及特殊物品。显然这枚密钥就属于特殊物品，是因为这地方来的人少，所以才让我碰上了。这个副本会是什么难度的？陈阳来了兴趣。像这类特殊物品，每个练级区里都会掉落，开启的副本难度分为3种：翡翠级、钻石级以及史诗级。顾名思义，翡翠级的副本最终 BOSS 是5阶的领主，史诗级难度的最终 BOSS 就是7阶的王级 BOSS。要是史诗级难度就好了，那我可得去闯一闯。拿着这枚密钥，陈阳骑上机械鸟，开始在血色镇搜寻了起来。8个小时的时间，足够自己找到那个秘境的入口了。第12章合作。不赶时间的情况下，陈阳没有放出机械风，只是骑着机械鸟在迷雾中穿梭。附近的怪物基本上都被自己清理干净了，寻找起来非常的省事。陈阳搜寻得很仔细，包括镇子里的那些房屋，一间一间的搜了过去。中心区域没有，那就得从外围开始找了。机械鸟朝着外围的区域赶了过去。8个小时的时间，足够自己对整个血色迷阵展开地毯式的搜索了。跑着跑着，迷雾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其他玩家，陈阳注意到了那个人影，眉头一挑。自己在这地方待了半天，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其他玩家。那人显然也注意到了陈阳，尤其是看到那个机械鸟的时候，眼神明显有些异样。察觉到对方的眼神，陈阳也反应了过来。这只机械鸟造价不菲，拍卖行上的售价达到了50万，自己骑着这玩意，那就相当于开着一辆小轿车在怪物区里炸街啊！走！没有停下，机械鸟直接掠过了这名玩家。对方看着迷雾中远去的身影，眼神逐渐沉了下去。他是霸哥队伍中的一员，等级达到了35级，身上更是穿着一套35级的黄金级装备，在这个20级区域里，完全是横着走的存在。那家伙是来这地方练级的，能用机械鸟代步，有点钱啊！要是把他杀了，那不就……恶有胆边生。面对金币的诱惑，这人那叫一个蠢蠢欲动。再加上这血色迷阵里迷雾缭绕，时间又来到了夜晚，这不正应了那句话吗？月黑风高夜，杀人越货时。他看着陈阳离开的方向，大步追了上去。另一边，陈阳加快了机械鸟的速度。这地方出现其他玩家，对自己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先多转点血，万一被偷袭的话，也来得及反击。陈阳将20万的法力值转到了血量上，继续找。有了血量的保障，陈阳压力骤减，骑着机械鸟开始搜索外围区域里的那些建筑。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天色也越来越暗。陈阳来到了一个地下室，这是外围区域里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地下室的入口处守着几个感染者，将他们干掉后，地下室最里面的位置出现了一道散发着3色光芒的门，居然是史诗副本。陈阳瞪大了眼睛，史诗级的副本就意味着最终 BOSS 一定是7阶，而且这里是20级的地图，那副本自然也是20级的。只要干掉那头20级的7阶 BOSS， 就一定能爆出20级的史诗级进阶球啊！自己这运气还真是不错，这里居然有史诗级副本。你一直在找的竟然是这个。就在陈阳兴奋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惊讶的声音。回头一看，
地下室入口的位置站着一个人，那个自己之前碰过一面的玩家。喂，我们合作怎么样？你一个人肯定刷不过这个史诗级副本的。那人冲着陈阳喊了起来。比起那个机械鸟，要是能够进入一个20级的史诗级副本，收益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啊。BOSS 必定掉落史诗级材料跟史诗级进阶球，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的价值就超过了200万枚金币。合作？陈阳眉头一挑，从这人的语气不难听出，他一直都在暗中观察自己。这也说明了一件事，这家伙对自己起了杀心。自己再蠢，也不可能蠢到会跟一个想杀死自己的玩家合作。不过心里是这么想的，陈阳嘴上却卖起了乖，合作也不是不行，可就算我们2个组队，也刷不过这个史诗级副本吧？你放心，当然不止我们2个。那人笑了笑，一副吃定了陈阳的表情。我们队伍的其他人就在这附近，很快就能到这。我们老大可是隐藏职业，实力很强，带你刷过这个史诗级副本没有任何难度。隐藏职业？听到他的话，陈阳眯着眼睛，若有所思了起来。一个标准队伍的人数是6人，这说明除了眼前这人之外，自己的潜在敌人还有5个，其中还有个麻烦的隐藏职业。就算有隐藏职业带队，大家只有20级，凭什么说史诗级副本没难度？陈阳看似提出质疑，实际上这句话充满了试探。看这人的口气，完全就是一副没把史诗级副本放在眼里的架势。20级的玩家，就算整个队伍都穿着一套钻石级装备，那也没这种气势啊。谁跟你说我20级了？那人的眼神中满是轻蔑。这么跟你说吧，这地方现在能带你过这个史诗本的，也就只有我们队伍。副本要是在你身上，对吧？乖乖的交给我，大爷我带你喝口汤。他冲着陈阳招了招手，语气中带着一股不容置疑。这家伙之所以跟我废话，是怕我直接开启副本。陈阳呵呵一笑，看这帮人的等级至少在30级以上，这样的队伍为什么会来血色迷阵这样的20级地图？答案只有一个，他们知道这地方的 BOSS 有概率掉落副本密钥。好巧不巧的，这副本密钥自己还真爆出来了，而且运气非常不错，碰上了一个能够发家致富的史诗级副本。毫无疑问，这帮人不可能跟自己分享战果，一旦自己将密钥交出去，他们一定会杀掉自己。小子，看你的样子还很年轻吧，刚出来拾荒没多久。你放心，我们狩猎小队最讲信用了，刷本的时候保证带上你。你应该还没进阶吧？那人对陈阳笑个不停，抛出了他自认为能够让人心动的筹码。干掉 BOSS 以后，那颗20级的进阶球归你怎么样？他一边说，一边迈着小步朝着陈阳所在的位置挪了过去。别动！就在这时，陈阳大喊一声，那人被吓了一跳，一下子顿住了。你这是干嘛？大家都是西疆主城的，说话肯定算话啊！他一脸无奈地看着陈阳，连忙向后退了几步。我没有恶意，就是想帮你。切！陈阳冷笑一声，这话骗鬼，鬼都不信啊！想让我交出钥匙也行，你先告诉我，你们的等级都是多少级？陈阳继续问道。我跟你说，你放100个心，我们队伍的平均等级都在35以上，队长更是已经40级了，带你刷一个20级的史诗级副本，还是绰绰有余的。那人为了彰显实力，也为了让陈阳就范，笑着回答了这个问题。那行吧。陈阳点了点头。那人闻言面色狂喜，快步朝着陈阳走了过去。只要拿到了这个史诗级副本的入场券，他这次可就真的是赚大发了。没错，是他，不是他们。在看到这个史诗级副本的入口后，他就萌生出了吃独食的想法。只要他能拿到钥匙，就可以奇货可居，甚至可以直接卖掉钥匙，赚取100万以上的金币。当然，想要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前提，杀掉陈阳。就在他一步一步上前的时候，陈阳在内心飞速地计算着，这家伙的等级肯定在35级以上，那就按40级来算，他的基础属性是780点，自由分配属性是3900点。假设他注重生存，血量居高，将一半的属性都分在体质上，再算上他有3件翡翠级的体质装，那他的体质至少有3000加。以150的体质血量加成来算，他最多就50万的血量，而且他的法术防御也不会很高，绝对在1万以下。那么以怒雷打击的伤害，我能对他造成7万加的最终伤害，就算他有20%的法术抗性，那也有5万6以上。这也就是说，在超限爆发的100倍消耗加成下，我就能秒掉这个家伙。第13章35级，秒了。100倍的超限爆发，消耗的法力值就是22万2000，自己剩余的法力值完全足够。为了稳妥起见，就用150倍消耗。狮子搏兔，一需全力，更何况自己一个低级玩家想秒高级玩家。超限爆发，150倍消耗。陈阳心念一动，下一秒，他的眼中闪烁着璀璨的雷芒。怒雷打击，轰！粗壮的闪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在了那名玩家的身上。78000加，
一个接近80万伤害的数字从那人的头顶上冒了出来，他的身体被激荡的电弧所笼罩，双眼更是翻起了白眼。砰！这人直勾勾地倒在了地上，哪怕他的等级达到了35、78万加的伤害，也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本来这家伙要是开减伤或者防御类的技能还能顶一顶，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比他低了整整15级的玩家，居然能够一击将其秒杀。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这是个没有复活机会的游戏。随着那人倒在了地上，他的尸体上也出现了一个光团。玩家死亡之后，身上所有的非绑定物品都会掉落，隐藏职业死亡更是会掉落职业球。陈阳快步走了上去，将光团捡了起来。你获得了89625枚金币，你获得了灵敏匕首黄金，你获得了盗贼皮衣黄金。这家伙身上掉落的东西有一套35级的刺客黄金装备，然后就是一些低品质的食物补给，没什么亮点啊，难怪会打我的主意了，我的麻烦还没有解除啊。陈阳揉了揉额头，这家伙是个刺客职业，自己能这么轻松地干掉他，最大的原因除了出其不意之外，还在于对方的轻敌。可当自己面对数量多的敌人时，除非一次性将他们全部秒杀，否则对方发现自己拥有秒人的能力后，一定会有所应对。拾荒队伍里当队长的一般都是防御类职业，他们那个40级的队长不好对付啊。防御类的职业双防加成高，还有抗性、伤害减免以及大量的防御类技能。法系伤害的计算是先扣除抗性，之后再扣除伤害减免。这也就是说，如果自己能打100万的伤害，对方的法术抗性是 30%， 又有 30% 的伤害减免，那这100万伤害的最终伤害就只剩下了49万。若是目标的法术抗性或伤害减免达到 100% 的时候，伤害就会归零。当然，玩家也可以堆法术穿透跟无视伤害减免，甚至可以堆真实伤害来应对。陈阳头疼的点就在这，在不清楚那个队长有哪些减伤类的技能，技能效果又是什么的情况下，自己想秒杀他，消耗的法力值会非常高，面对剩下的4个人，自己可就被动了。眼下我有2个选择，第一个，趁着他们还没找上门来，直接开溜；第二个，先进入这个史诗级副本，然后走一步看一步。是走还是留？走的话，自己就要放弃一颗唾手可得的20级史诗进阶球；留的话，自己就得面对一个高等级队伍的威胁。走是不可能走的，大不了买一套20级的强力装备。陈阳把心一横，打开拍卖行，他直接搜索了20级的钻石装备。怎么不去抢啊？价格很离谱，一件20级的钻石装备售价达到了18万。该怎么说呢？20级的钻石装备能被30级的黄金装备平替，并且高品质的装备磨损修复的费用更高。以4阶 BOSS 的数量，30级的黄金装备不会超过1万枚金币，这相差18倍的价格，属实是有点宰人的意思了。不过自己也能理解，这种装备普通人是穿不上的。可以试想一下，那些有钱人的少爷小姐穿着一身钻石级的装备去各个练级区练级，那效率能是一帮穿着黑铁、青铜装备的平民能比的吗？全制装备一件18万，120点智力，9件套就是162万，1080点智力，我可以提升630点智力。这些装备是不绑定的，等我用完再重新卖掉，扣掉手续费跟磨损，还能回120万金币。买了。目前这种情况，630点智力的提升还是很关键的，自己可以增加6300点法术攻击，12万加的法力值，再去买点高品质的法力回复食物跟药剂。陈阳又搜索了一下药剂跟食物，自己能使用的只有20级的法力药水，拍卖在售的最高品质是钻石级，一瓶可以回复1000x 物品等级的法力值，冷却时间是5分钟，也就是5分钟能回2万点法力值，价格也十分美好，一瓶的售价是2000枚金币。还有一个20级的钻石级食物，吃了以后可以让自己在1个小时之内每秒增加3x 物品等级的点法力回复，一份售价1万枚金币，一旦进入战斗状态，回复效果就会消失。买！陈阳没有犹豫，直接买了50瓶法力药水跟5份食物。副本里是无法使用拍卖行、生活功能这些的，自己必须确保在通关这个史诗级副本后，法力值依旧保持在满状态，这点钱可不能省啊。购买物品的邮件到了以后，陈阳将这些东西取出以后，拿出了那枚副本密钥，将密钥放在那扇门上，一道光芒瞬间将它吸入了其中。玩家成功进入副本血色之境。随着眼前出现一个提示，陈阳来到了一处高空的位置，向下望去，那里是一片被血月所笼罩的城镇，镇子里遍布着穿着血色制服的人。该副本难度为史诗级，请玩家在48小时内击杀血月镇里的所有怪物，并破坏血月之塔中的血月祭坛，即可通关副本。未在规定时间内通关副本，玩家将被传送回血色迷阵。秘境副本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失败没有任何的惩罚。当然，一旦玩家对秘境副本里的怪物发起攻击，除非副本里的怪物全部死完，
否则怪物会在副本里展开地毯式的搜索，跟玩家不死不休。副本里的 BOSS 也不会傻傻的等到小弟被清理干净再出手，等级越高的 BOSS 所拥有的智慧也越高，其所做出的行为也是玩家无法预判的。副本即将开始，倒计15、4、1。紧接着，陈阳的身体开始急速下坠，落在了血月镇外一个隐蔽的角落。48个小时的时间，这也太充足了吧！陈阳躲在角落里，笑容璀璨。这座镇子里的怪物数量至少有5000家，其中不乏大量的精英怪跟一些4阶 BOSS。要是一个普通的20级队伍进入这里，连最终 BOSS 的面都见不到。不着急，慢慢等。陈阳打了个哈欠，从物品栏里拿出了机械床垫。在自己发动攻击之前，血月镇里的那些家伙并不知道这地方出现了入侵者，这段时间里是绝对安全的。先躺他24个小时再说。第14章瞬秒7阶。机械床垫十分的舒适，时间过去的很快。24个小时之后，陈阳的法力值不但回满了，而且还提升了8万加。目前他的法力值上限达到了90万，差不多可以开始行动了。这期间，陈阳不断使用超限范围，用法眼窥视观察着血月镇里的情况。镇子里一共有3层关卡，第一层是外围区域，这地方是一条条环形的街道，每一条街道上都守着数量众多的血色怪物，并且10个怪里就有2个精英，还有一个4阶 BOSS。穿过这些街道后，会出现一扇大门，门口的位置守着一个5阶的领主级 BOSS。第2层是门后的内镇区域，这里是一大片的空地，血色怪物的数量非常密集，全部都是精英怪，还有5个4阶的黄金级 BOSS。最后就是第3个区域，空地的中间那里矗立着一座高塔，一共9层，大概有30多米高，塔内的情况暂时不明。陈阳计算了一下，从自己这个位置到那座塔的直线距离大概有5公里。我现在的法术攻击是25375点，里面普通怪的血量是4万加，法术防御在2000点，先把小怪全部秒了。想要做到秒杀整个副本里的小怪并不件难事，超限范围加超限冷却，只要来一发超大范围的 AOE 技能就可以办到。那就用这个技能。陈阳看向了物品栏里的一本技能书，血色腐蚀，黄金，消耗3000点法力值，召唤血色之力腐蚀大地，对30米范围内的所有目标造成法术攻击 X200加技能等级 X5，百分号的血魔法伤害，施法时间 5S， 最大施法距离80米，冷却时间 30S， 技能等级20，需求职业法师。相比火焰雨，这个20级的黄金技能虽然多了1000点消耗，但伤害加成多了 50%， 而且施法范围也更大。想要覆盖5000米的范围，那就需要167倍的法力消耗，法力值消耗就是50万。伤害计算的话，打在普通怪的身上是74125点，普通怪全部都得给我躺下呀！放完一个技能，自己还有40万的法力值，再把法力药水跟食物一吃，等血色镇里的那帮家伙找到自己，法力值都回满了。就这么办。陈阳嘴角上扬，用血色魔法打败血色怪物，这还真有意思。超限范围167倍消耗，血色腐蚀，50万的法力值1消耗，血色腐蚀的范围直接覆盖了整个血色镇。下一秒，整个镇子的地面上出现了一股血红色，紧接着身处其中的血色怪物头顶上同时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值-74125，-74125，-74125，普通怪的血量瞬间清空。恭喜玩家击杀了血月卫士，请尽快突破等级上限。恭喜玩家击杀了血月卫士，请尽快突破等级上限。恭喜玩家击杀了血月卫士，请尽快突破等级上限。数千条信息接连出现在陈阳的眼前。这一发技能下去，血色镇里超过 90% 的怪物都被清理了。陈阳没有犹豫，拿出一瓶法力药水灌进了口中，法力值瞬间回复了2万，可比起消耗的50万，还得再喝个25瓶。他又拿出了一份食物，吃下去之后，状态栏上也多出了一个每秒回复30点法力的效果。算上自己的基础回复，1个小时的回蓝量达到了15万。1个小时我可以磕12瓶法力药水，那就是24万，差不多就回满了。该你出场了。躺在机械床垫上，陈阳拿出了一只机械风，将这玩意放出，机械风朝着血月镇里飞去。这样一来，自己就能密切观察镇子里剩下那些怪物的动向。镇子里突然遭到攻击，这些血色怪物也在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存活的精英怪手持武器，以最快的速度行动了起来。他们开始在整个镇子里展开搜索。那些 BOSS 则没有动，一个个全都留在了原地，守着他们需要守的位置。不急，陈阳伸了个懒腰，控制着机械风飞向了那座塔。从下方的入口进入后，塔里很空旷，除了一条环形向上的阶梯外，里面一个怪物也没有。塔顶的位置有一个平台，通过机械风的视角，陈阳清楚地看到这个平台上用鲜红色的液体
画满了诡异的符文，在这些符文的中间坐着一个人，他闭着眼睛，身上同样是用血色液体涂抹的符文，密密麻麻的。这家伙就是那个史诗级 BOSS 了。看看你的面板。借助机械风的视角，陈阳使用超限范围对 BOSS 使用了法眼窥视。血月大祭司7阶，等级20，生命值76万，法术攻击22800，物理防御15200，法术防御30400，法术抗性30%，物理抗性30%，伤害减免20%。技能血色汲取，法术之躯，血爆，血遁术，血月之时，群体血剑，血色驱使。我去，有点强啊！法眼窥视触发了技能效果，也让陈阳看到了这个7阶 BOSS 的技能。一发怒雷打击下去，我能造成的伤害是91400点，先算30%的法术抗性，再算20%的伤害减免，伤害就只有51184点，那就需要150倍的法力消耗。陈阳点了点头，这样算下来，自己只需要花30万点法力就能秒掉这头 BOSS 了。那家伙有个血遁术，能挡不少伤害，不过我有先手优势，他肯定反应不过来。先不着急，陈阳没有急着发起攻击，自己吃了食物，一旦攻击，法力回复效果就会因为进入战斗状态而消失。每过5分钟，他都会喝下一瓶法力药水。时间很快就要到1个小时，看着回上来的40万法力值，陈阳微微一笑。机械风的时间还剩下最后几分钟，超限爆发150倍消耗，超限范围17倍消耗，怒雷冲击。相隔5000米的距离，陈阳眼眸中闪烁着雷芒。轰！下一秒，一道怒雷冲空中劈向了那座高塔的上方。-767760，这一击直接将高塔里的血月祭司秒杀，怒雷的强大破坏力更是将那高塔的顶部都劈断了。砰！顶部的那块石头狠狠地砸了地面上，发出了巨大的声响。紧接着，血色镇里的所有 BOSS 不约而同地望向了高塔的位置，他们的双眼中流出了血泪。那塔顶的祭坛可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啊！究竟是谁？给我滚出来 ！BOSS 们发出了愤怒的咆哮，一个个离开了他们守着的位置，开始在镇子里寻找那个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血月镇剩下的 BOSS 跟精英们并不知道，一个老六正躲在镇外的角落里，脸上挂着胜利者的笑容。副本里杀怪掉落的物品是不会消失的，玩家在离开副本之前拾取就行。再加上通关副本的条件需要将所有怪物击杀，只要自己留着剩下的那些低阶 BOSS 跟精英，就可以慢慢的等法力值回满。等这些 BOSS 找了一圈，我再用闪烁之光去捡那个史诗掉落。第15章百万护盾，血色迷阵。一队人正在守在史诗级副本入口的那个地下室外，为首的正是八哥。这帮人在镇子里找了个遍，发现 BOSS 已经被杀死后，又搜索了每个角落，这才找到了那扇3色大门。八哥，这都过去1天了，里面的人怎么还没出来？史诗级副本，你以为有那么容易过？不管多久，咱们必须得等，要不然猴子就白死了。他们守在有利的位置，等待着一个发起攻击的机会。拾荒者就是这样，利益至上。这帮人嘴上说着要帮队友报仇，一个个心里想的全都是史诗级副本的收益。猴子35级还是个刺客，那队人能杀了他，肯定也是个30级以上的队伍。而且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这场战可没那么好打。听着队员的议论，霸哥的声音有些沉重。5对6，少一个人的差距可不好弥补啊。霸哥，有您在，兄弟们根本不慌啊！只要先集火秒掉他们队的奶妈，那这史诗级副本的收益就都归我们了。这得有300万金币吧？那哥几个岂不是能分个50万？另外4人眼冒金光，神色兴奋。50万枚金币，这些钱足够他们提升一大波实力了。千万别轻敌，战斗打响后都听我指挥行动。霸哥对着众人示意后，目光紧盯着那地下室的入口。他之所以会来这里，就是听了一位前辈所说，血色迷阵的血色大法师有几率爆出副本秘境的钥匙，只是不知道该说他的运气是好还是坏。史诗级副本是撞上了，却被其他队伍捷足先登。不过霸哥还有其他的打量，身为一个防御类的隐藏职业，就算不敌副本中的那支队伍，他也有全身而退的把握。至于另外那4名队员，呵呵，只要他有实力，不怕招不到新的队员。血月副本，陈阳站在大祭司的尸体上，捡起了那个史诗光团。玩家获得30698枚金币。玩家获得血灵水晶，史诗级。玩家获得20级进阶球，史诗级。玩家获得装备血灵法杖，史诗级。玩家获得装备血灵法袍，史诗级。玩家获得技能血遁术，史诗级。玩家获得技能血色驱使，史诗级。
7阶 BOSS 7个掉落，20级的掉落，史诗级算是天花板了吧？这些东西我都能用得上啊。首先是那颗20级的进阶球，使用这玩意在突破20级上限时就能提升100点的全属性。是否使用20级进阶球？使用。玩家成功突破等级上限，永久提升100点全属性。舒服。陈阳又看向了那2件法系的装备：血灵法杖，史诗级，智力加100，精神加60词条，提升20%的法术回复效果。装备等级20，职业需求法师。血灵法袍，史诗级，体质加60，智力加100词条，法力值上限提升15%。装备等级20，职业需求法师。这装备可以啊。陈阳啧啧点头。这2件装备对自己的提升可太大了，尤其是那件血灵法袍，15%的法力值上限提升，自己怕是能用很久啊。以我现在的法力值15%，那就有15万了，相当于750点的智力啊。穿上。他果断换上了这2件装备。然后就是那2个史诗级的技能：血遁术，史诗级，消耗5000点法力值，获得一个 2500X 技能等级的血遁。血遁可以抵挡所有类型的伤害，持续时间5分钟，瞬间释放，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等级20，职业需求法系，牧师。血色驱使，史诗级，消耗1万点法力值，对目标施加驱使状态，被驱使的目标将在3分钟内听从你下达的所有指令，目标等级越高，驱使时间越短，瞬间释放，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等级20，职业需求法系，牧师。这2个技能有点东西啊。虽然这2个技能都不是伤害类的，但技能效果都非常的强力。超限爆发可以提升技能的效果，以100万法力值的消耗来计算，血遁术的效果能够提升2000%，也就是说，这个护盾的数值可以达到100万。消耗100万法力值来获得一个能挡100万伤害的护盾，乍一看好像还不如直接将法力值转换为生命值。可技能效果的提升，除了护盾值之外，还有护盾的持续时间。5分钟的2000%，那就是100分钟。这也就是说，自己消耗100万的法力值，可以获得一个持续100分钟的100万护盾。而在这100分钟的时间里，自己的法力值是可以不断回复的。100分钟，我能磕20瓶法力药水，那就是40万的法力值。算上我自身的回蓝，还有食物加成，每秒能回110点法力，还能回60万加的法力值，加在一起就有100万了。陈阳心里非常清楚，一旦自己通关这个副本，那么副本外面等待自己的肯定是一场恶战。自己完全可以在出副本之前消耗100万法力，获得这个100万护盾，然后等80分钟以后再离开。这样一来，自己就能维持20分钟的100万护盾，而这80分钟的时间里，自己也能回80万加的法力值，比直接将法力上限转换为生命值给力多了呀。不着急，在副本里留一个精英怪，等最后2个小时的时候再做最后的准备。接下去的时间里，陈阳使用超远距离的打击，将副本里的 BOSS 怪全部清理干净，最后只留下了一个精英怪。时间1分1秒的推移，他打开属性面板查看了起来。玩家陈阳，职业超限法师，等级20 0100000，生命值89000，体质 X200，法力值1137376，智力 X200，法术攻击26925，智力 X10 加精神 X5，物理防御4450，体质 X10，法术防御4450，精神 X10，力量385，智力1430加1040，敏捷385，体质385加60，精神385加60。有了15%的加成，法力值已经突破了100万。此刻距离副本的结束时间还剩下2个小时，也就是120分钟。超限爆发200倍消耗，血遁术100万法力值下去，陈阳的身上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护盾，状态栏上红色护盾的数值达到了100万，持续时间更是高达100分钟。嗑药，吃食物。护盾出现后，陈阳第一时间开始回复法力，时间1分1秒的过去，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陈阳的法力值回复到了100万点。20分钟足够我解决战斗了。出去之后，趁着那帮人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先秒掉他们的牧师。对了，还有这个技能也能用。陈阳又看向了血色驱使这个技能，那个拾荒队的成员应该都是35级以上，跟自己差了15级，驱使的持续时间恐怕会被减半。用11万蓝，驱使时间应该能有个3分钟。对方一共5个人，死的那个是刺客，剩下的职业应该是一个奶，一个坦，再就是法师、弓箭手、召唤师。那就先秒奶妈，驱使召唤师去攻击法师，然后在3分钟的时间里干掉另外那个弓箭手。至于那个40级的战士，先不管他，
20分钟之内，我站着让他打，他也不可能打破我的100万护盾。第16章，有福啊！陈阳看向了副本里最后剩下的那个精英怪，一发怒雷冲击将其秒杀后，一个提示也跟着弹了出来。玩家成功通关秘境副本，可随时传送回血色迷阵。传送，随着传送的光芒闪烁，陈阳打起了12分精神。下一秒，他回到了副本入口的位置，那扇代表着史诗级副本的3色门也消失不见。没人，地下室里空无一人。陈阳顿时眉头一挑，那队人居然没有在这打埋伏，那就是在上面。陈阳看向了地下室上方的入口，出去就知道了。护盾的持续时间有限，他也不犹豫，直接冲出了地下室。上方，霸哥等人一直都在等待。见一个人从地下室冲出来后，他们立马进入了战斗状态。先别急，这应该是对方的试探。霸哥连忙发出了提醒。另外4人也没有轻举妄动，他们的目标是对方队伍里的奶妈，在没有机会秒掉奶妈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贸然出手的。没人。来到地下室上面，陈阳看向了这栋建筑的四周，这附近非常适合埋伏，可想象中的攻击却并没有出现。什么情况？之前那家伙在唬我。陈阳眯起了眼睛，先走再说。从物品栏里拿出机械弹，他坐上机械鸟，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栋建筑。霸哥，那家伙有机械鸟啊，再不追他可就走了，等会打起来他肯定包咱们饺子了。一个人赶紧冲着霸哥说道。兔子，他是法师，你是召唤，你去拖住他。霸哥非常的果断，看向了队伍中的召唤师。知道了。兔子点了点头，召唤出一头狼怪，骑在狼身上朝着陈阳追了上去。都给我盯紧了，牧师应该会最后一个出来，到时候我冲上去嘲讽，你们跟着集火。霸哥目不转睛地看着地下室的那个出口，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大战。另一边，后面有东西在追我。陈阳看着身后迷雾中的影子，皱起了眉头。从那影子的体型来看，好像是某种怪物。什么情况？这是真让陈阳搞不懂了。地下室那么好的埋伏位置不出手，怎么等自己跑远了，反倒是追上来了？掉头！护盾的时间还有10几分钟，自己这个时候当然不可能怂，骑着机械鸟就朝身后的影子冲了过去。你这家伙果然杀个回马枪！迷雾中响起了一个声音，紧接着几头怪物的身影凭空出现，将陈阳围在了中间。与此同时，陈阳也看清楚了迷雾中的影子到底是什么。那是一头身形硕大的狼怪，在狼怪的身上坐着一个秃头男子。召唤师，攻击！秃头男子没有跟陈阳过多的废话，在他的指令下，那几头怪物第一时间发起了攻击。3头怪物三角夹击，一头手持利斧的哥布林一个重击砍在了陈阳的身上，还有一头灰熊挥动着利爪猛地拍向了陈阳的背后，最后是一头蜘蛛嘴里吞吐着蛛网，朝着陈阳缠绕而去。就这家伙一个人，面对3头召唤物的攻击，陈阳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周围的迷雾里。3个攻击落下，造成的伤害非常高，不过自己有着100万护盾，这些伤害至少能扛个几10轮。没看到其他人，所以说敌人真的只有一个。陈阳将目光转向了野狼身上的那个召唤师。召唤师的主属性是精神，身板非常的脆，但有着召唤物的存在，召唤师能够将自身受到的一部分伤害转移到召唤兽的身上。眼前这家伙骑在那头狼怪的身上，受到的伤害肯定会转移到狼怪的身上，自己想要秒掉他就必须打出高额的伤害，但这样一来自己就会消耗掉大量的法力值，万一迷雾中真的还有其他敌人，等护盾的时间一到，那可就被动了。对了，只要驱使他的坐骑，我不就秒掉他了？血色驱使。陈阳没有提升法力的消耗，对着那头野狼直接释放了技能。只要这头召唤物能够脱离对方的掌控，哪怕只有1秒的时间，自己都能将其秒杀。驱使成功，剩余驱使时间1分钟。等级的差距下，陈阳的技能持续时间只有1分钟。把他甩下来！陈阳向被驱使的野狼下达了指令。下一秒，野狼开始抖动，使出巨大的力气，想要将背上的秃头男甩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小狼，快给我停下！秃头男显然没反应过来，连忙向召唤兽下达了命令。然而在驱使状态下的1分钟时间里，野狼只会听从陈阳的指令。他一个翻滚，强大的力道直接将背上的秃头男甩了下来。就是现在了！这家伙的等级不会超过35级，他也不可能全体质加点，算上一套黄金装备的属性加成，他的血量不会超过30万。就算他全精神加点，那法术防御也不可能超过6万。陈阳脑袋飞速转动，以自己目前的法术攻击，就算对方有6万法术防御，怒雷冲击也能造成6万点的伤害。这样一来，只需要50倍的法力消耗，自己就能瞬秒这个35级的召唤师。高看你一眼，给你60倍。陈阳嘴角一扬，超限爆发，60倍消耗，怒雷冲击！
轰！一道粗壮的闪电从天而降，480000+。那人刚想爬起来，就被这道雷电击中，脑袋上也冒出了一个非常夸张的伤害数值，秒杀！一个普通的拾荒者，还是个离开了召唤物的召唤师，这个伤害已然超出了他的承受极限。随着这家伙的死亡，攻击陈阳的那3头召唤物也消失不见，只有野狼在驱使之下，还没有被强制解除召唤。这不太对啊！按照这家伙的意思，他就是冲着我来的。可那队人里的其他人怎么不出手？解决了这个召唤师以后，陈阳很是奇怪，那就去看看吧。想了想，陈阳从物品栏里拿出了一只机械风，这是自己手里最后一只了。放出机械风以后，他戴上护目镜，等待着影像的传来。很快，机械风飞回了有地下室的那栋建筑。找到了！又过了一会，陈阳发现了埋伏在建筑里的3个人。玩家跟怪物不同，机械风没有靠得太近，3人的举动让他很是不解。这帮人明明早就埋伏好了，可自己刚才出来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攻击？这么说，之前那个刺客并没有告诉他们具体的情况。仔细思考过后，陈阳想明白了，那个刺客从一开始就想着吃独食啊，所以这队人并没有获得关键的信息，以为副本里的是一整队玩家，这才没有对自己发起攻击，以免打草惊蛇。那这就有意思了啊！陈阳忍不住笑了起来。现在敌明我暗，自己还能在超远距离下释放技能，这帮人可真的是有福。第17章，一击打出100万伤害。拿着权杖的是牧师，那拿着法杖的就是法师喽。这个拿着盾牌的家伙，应该就是那个40级的防御战士了。还有个人呢？这栋建筑里只有3个人，显然还少了一个。陈阳控制着机械风继续搜索，果然发现了躲在高点的第4个人。这家伙拉开了手里的长弓，箭矢更是对准了地下室入口的位置，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先秒牧师，还是说这么好的机会，直接秒掉那个防御战士？自己拥有先手的机会，即便对方是40级的防御职业，在开不出防御技能的情况下，秒掉他还是有机会的。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先将这支队伍的队长击杀，剩下的人就是一盘散沙。嗑药，食物也吃上。陈阳抓紧时间回复着法力值。一个40级的玩家，基础属性就有780点，可分配属性是3900点。假设这家伙加了3000点体质，再加上他是个隐藏职业，体质的血量加成应该能达到200。再算上40级的黄金装备，平均一件能加160点体质，算他至少有3件全体装备，那这家伙的血量能够达到90万。当然，能够选择成为防御类职业，天赋方面肯定也跟防御有关系。不过这家伙显然也不可能真的把3000点属性都加在体质上，100万血量就是他的极限了。现在就算他的法术防御了，这家伙不可能加精神，最多就是法防加成高，可能会达到20，那就是16000的法术防御。再来算法抗跟伤害减免，估摸着最多就是 30%。陈阳都是往高了去算的，为的就是能够把伤害打够。防御职业虽然有各种减伤跟提升防御的技能，但也得放出来才有效果。自己在偷袭的情况下，需要考虑就只有上面的那些属性。27000加的法术攻击，怒雷冲击的 480% 伤害加成，扣除对方16000的法术防御，自己造成的伤害能在10万以上。再算 30% 的法术抗性，那就是7万，再减去 30% 的伤害减免，自己能造成的最终伤害那就是49000，100万除以49000，那就是204倍消耗，总计是41万法力值，再多给你9万。陈阳非常的大方，50万的法力消耗，怒雷冲击的伤害加成能够达到 2500%。这个防御战士只要开不出减伤技能，自己秒他根本没有任何商量。控制着机械风跟这帮人保持着最远的观察距离，陈阳耐心的等待着。时间1分1秒的推移，霸哥等人显然也坐不住了。地下室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双方似乎就这样僵持住了。霸哥，他们不会找帮手了吧？咱们要是再这么等下去，搞不好就有一帮人来支援了。手拿权杖的男牧师一脸焦急的开口。刚才已经有一个人冲出去了，若是他们的召唤师没有将其拿下，等对方搬来了救兵，麻烦的可就是他们了。霸哥，不能再等了呀！那个法师也跟着说道。再等等。霸哥眉头紧皱，却还是沉住了气。他很清楚，现在比的就是那一边更有耐心，哪一方要是先按耐不住，另一方就有先手优势。时间继续推移，又是1个小时后，牧师的情绪显然有些不对。霸哥，再这么等下去不行啊，我们得动手。他的表情有种说不出的焦急。以你的实力，完全能带着我们冲下去，那下面地形狭窄，你扛在前面，我给你奶，没必要怕他们啊。担心这到手的肥肉打了水漂，牧师对着霸哥催促了起来。是啊，他们刚才冲出去一个法师，那就少了个主力输出，以霸哥您的身板，优势在我们啊。法师也跟着撺掇。霸哥犹豫了，
时间拖得越久，确实对他越不利。他想了想，使用生活功能联系起了召唤师，对方迟迟没有回应，被缠上了。大哥眯起了眼睛，再三考虑后，他站起了身。一会你站在上面奶好我，输出技能都给我往对面奶妈的身上丢。放心。好嘞。牧师跟法师满脸兴奋地点起了头。大哥快步走了出去。轰！就在他走出建筑的下一秒，一道粗壮的怒雷突然从天而降，一个伤害数字紧跟着从大哥的脑袋上冒了出来。1000000加！砰！大哥抬起的脚直接失去了重心，身体径直地砸在了地上。他的眼睛始终望着那个地下室的入口，临死之前还在幻想能够拿到那些史诗级的宝藏。紧跟其后的牧师还有法师一下子怔住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脑袋一下子懵了。大哥的血量有多少，他们太清楚不过了，就算是同等级的史诗级 BOSS 也不可能一击就将其秒杀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啊。两人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退回了建筑里。他们看得很清楚，刚才有一道雷电劈在了大哥的身上，这当然不可能是什么天罚，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有玩家对大哥释放了技能。可是这技能的伤害也太离谱了吧！大哥的血量可是有快到100万了，还有法抗跟伤害减免，一个技能就把他给秒了，这是100级的大法师出手了吧？不是吧？100级的大法师怎么会来这个地方？两人一番分析后，脸色大变。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等了这么久，居然等来了一个100级的大法师，这根本没法打呀！对不起，是我们的错，求求你们饶我们一命吧！两人冲着地下室发出了大喊。事到如今，他们已经没有了反抗的机会，只有求饶才能有一线的生机。轰！可就在这时，又一道怒雷劈了下来。这道雷瞄准的目标正是躲在高处的那个弓箭手，一道几米粗的惊雷，这绝对是100级大法师才能放出的技能啊！法师这次看清楚了那道雷的全貌，长大着嘴巴，彻底绝望了。他很清楚，这道雷的落下意味着他们之中再减1员，也代表了对方那赶尽杀绝的态度。那家伙就在这附近，他刚放了技能，现在是我们的唯一机会，只要脱离他的技能范围，跑回主城区，我们才能活。法师紧跟着开口喊了一句：分开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上一拼，说不定还能有一线生机。他跑出建筑后，一个闪烁，身影顿时消失不见。拼了！牧师也咬了咬牙，给自己上了一个护盾技能，朝着法师相反的方向冲了出去。想跑？就在这处建筑的附近，陈阳冷冷一笑，目光中充斥着杀意。这帮人可是见过自己长什么样的，今天发生在血色迷阵的事情，自己绝不会让任何人泄露出去，那就要看你们跑不跑得过这只机械鸟了。先杀那个牧师。第18章，秋招的奖励。长时间的等待加上陈阳一直在喝法力药水，他的法力值还有50万加。剩下的2名玩家，一个是法师，一个牧师，身板都非常的脆弱。陈阳骑着机械鸟很快就追上了那个逃跑的牧师。是你？当看清楚他的样貌后，牧师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说好的100级大法师呢？怎么追上来的是之前从地下室逃出去的那个毛头小子？没想到吧？陈阳也不跟这家伙嘻嘻哈哈。牧师职业虽然能够救死扶伤，拥有各种强力的治疗技能，但只要能够秒掉牧师，他们的治疗技能再强也无用武之地。超限爆发，150倍消耗，怒雷冲击。陈阳给予了这名牧师绝对的尊重，30万的蓝耗打在这个脆皮职业的身上，打出的伤害绝对超过100万。果不其然，牧师的脑袋上冒出了一个1开头的伤害数字，他的身体激荡着电弧，直勾勾的倒在了地上，双眼死死的盯着陈阳。哪怕他的身上顶着一个高额护盾，这一击也远在他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月色之下，血色迷阵里的迷雾似乎都消散了不少。一名玩家正在狂奔，他喘着大气，却不敢停下。迷雾中，一阵追赶声传进了他的耳朵。这么快？轰！皎洁的月亮下，一道粗壮的闪电应声落下。大哥团队至此全灭。陈阳骑着机械鸟来到法师的尸体旁边，那里有一个光团。玩家获得69875枚金币。玩家获得黄金法杖，黄金级。这家伙也穿着一身的黄金级装备，存款倒是少了一些。这些法力药水可以啊。让陈阳比较满意的是，这家伙的掉落里有50瓶30级的法力药水，算上那个牧师爆的法力药水，那就有100瓶了。关键还是那个隐藏职业爆出的东西。陈阳骑着机械鸟返回了那处建筑的位置，大哥的尸体冷冰冰地躺在地上，上面散发着一个光团。玩家获得236581枚金币。玩家获得盾位、隐藏、职业球。玩家获得强势盾牌、翡翠级。不愧是队长，存款都比其他人多啊。
相比其他人的掉落，这位队长确实没让人失望。半套40级的翡翠装备，尤其是那个隐藏职业球，盾位隐藏，生命值加成，体质 X200，物理防御加成，体质 X20，法术防御加成，精神 X20，职业特性双防获得大量提升，盾牌类防御技能的效果获得提升。这职业还行吧？怎么说呢？这个盾位职业的加成并不算高，职业特性一看就是个靠防御技能来吃伤害的坦克。得亏我打的是先手，要不然还真不一定能秒这家伙。防御类的技能可以百分比的提升玩家的双防，就相当于伤害类技能的加成。这家伙刚才要是开出黄金级以上的技能，那自己造成的最终伤害将会大幅度的下降。这也算是超限法师另一个比较软的地方，毕竟超限爆发加成的是最终伤害，要是最终伤害只有1点，多少倍的消耗也没用。这一趟的收获还真是满满啊！一个小队不算其他物品的价值，光是金币的存款加在一起就有50多万，再算上装备、药品、补给这些，100万金币还是有的。主要是那个40级的家伙贡献最多，而且那个职业球的价值还没算进去。再算上那2个7阶 BOSS 的收益，我这一趟的收益快500万金币了吧？陈阳撇了撇，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高阶 BOSS 跟高级玩家都被自己给碰上了，这算是走运呢，还是不走运呢？还是得谢谢那个刺客啊！要不是他最先发现我，解决这队人还真没这么容易。出来也2天半的时间了，该回去了。陈阳骑着机械鸟一路返回了西江主城。路过清风森林的时候，这里的封锁也已经解除了。他来到传送阵的位置，支付了传送费后，直接回到了酒店附近的传送点。时间已经到了后半夜，除了值班跟巡逻的守卫外，路上的几乎看不到行人。陈阳回到酒店的大堂后，值班的美女迈着小碎步迎了上来。客人，您总算是回来了，有位叫做方萍萍的小姐让我给您带个口信，让你给她回消息。知道了。陈阳随口应了一句，返回了房间，将浴缸放满水，他躺在里面享受着工程学制作的按摩浴缸。游戏化以后，工程学取代了科技，玩家可以使用工程学制作出各式各样的东西。陈阳打开了生活功能栏，点击了好友信息，未读消息足足有上百条，一眼看过去，发消息的都是方萍萍。随手点开了其中一条，陈阳看到了一篇小作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女人联系不上自己，非常的淡定，什么这个时候才发现有多在乎自己，真是个标准的绿茶啊！专钓那些无知翘嘴。陈阳只是看了几眼，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拉黑，没有犹豫，他直接将好友里的方萍萍拉进了黑名单，世界一下子清静了。还有一条消息，上百条消息全部清空，留下了一条消息。陈阳看了一眼发消息的人，贺连云。小杨，你看到这条消息后，希望你能重新考虑一下进入红莲学府的事情。这一次红莲学府的秋招试炼，前10都可以获得30级的史诗进阶球，而只要拿到第1，奖励是一颗30级的传说进阶球。30级进阶关系到玩家天赋的第一次提升，要是能使用史诗进阶球，提升远比钻石进阶球高得多。看到消息里提及的内容后，陈阳瞪大了眼睛。30级的传说进阶球，碰上低级的史诗级 BOSS 就已经是中彩票了，更别说王级 BOSS 了。一颗30级的传说进阶球，红莲学府还真是大手笔啊！如果是史诗进阶球，我的天赋应该会提升为每秒 1.5 点法力，可要是传说进阶球的话，那肯定有每秒2点了。别看只有1点提升，一天就能多8万旧的法力，1个月就能多250万，1年能多3000万啊！按照云舒的意思，我可以特批进入这场秋招试炼，那得去啊！贺连云在消息里说了，他已经打好招呼，只要自己想通了，就可以直接去红莲学府。当然，这位云舒并不指望自己能拿下第1，但凭借超限法师的高伤害，第1等级的较量中拿下前10还是很有机会的。我是真不想进什么学府啊，可这传说进阶球可太香了，要不然在秋招拿个第1，然后退学，好像也不是不行。陈阳对那颗传说进阶球势在必得，不过在去参加秋招之前，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玩家之间不使用窥视类的技能是看不到对方具体属性的，只能看到一个百分比显示的血条。可秋招会有监考的老师，他们肯定有窥视技能，要是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法力值上限，那麻烦可就大了。得买个特殊类的技能，让其他人窥视不了我的真实属性。去拍卖行看看。第19章拖走。陈阳打开了拍卖行，点击技能进行了搜索，关键词是隐藏自身的属性，弹出来的技能数量也非常可观。在这个世界里，玩家的属性就相当于自身的底牌，有人可以使用窥视类技能查看属性，那自然也有人可以用隐藏类技能阻挡窥视。他首先看向了高品级的隐藏类技能，最高的还是只有钻10级。魔法隐藏，钻10级，消耗1000点法力值，使你进入隐藏状态。
该状态下可以隐藏你的属性，同时降低你被窥视成功的概率。你跟目标之间的等级差距越高，技能效果越低。持续时间1小时，冷却时间无。技能等级一需求职业法师，这个技能只需要1级就能学习，具体效果也不好说，差不多都一样啊。陈阳看了看同类型的其他技能，描述大同小异，而且全都是1级就能学习的，就买这个吧。想了想，陈阳买下了这本钻石级的魔法隐藏，价格并不友好，达到了30万枚金币。就算扣除溢价的手续费，这本技能书也要20万以上，算得上是一批不小的开销了。对方等级越高，技能的效果也越低。那我用超限爆发提升技能效果的话，那是不是200级的顶级高手也看不到我的属性了？魔法隐藏只需要1000点法力值，100倍消耗就10万法力，1000倍的消耗也才100万。1000倍消耗，那就是 1000x 1000分耗，也就是技能的效果会被提升100倍。别的不说，这100倍的时间，那就是100个小时，可以维持4天了。这玩意还没冷却，那岂不是能够一直隐藏？陈阳两眼放光，这个技能也太适合自己了吧！再加上那100倍的效果提升，怕是200级的玩家也得窥视失败啊！超限爆发，1000倍消耗，魔法隐藏，陈阳直接使用了这个技能。下一秒，自己的状态栏上多出了一个隐藏 X100的效果，这下放心了。超限法师的职业特性，那些高等级的玩家肯定清楚。当他们无法窥视到自己的属性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己消耗了大量的法力值，提升了隐藏类技能的效果。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究竟有多少法力值。从浴缸里站了起来，陈阳穿上浴袍，躺在了沙发上。红莲高校的秋招考试在7天之后，参加考试的要求是玩家的年龄不得高于19岁，等级必须达到30级，并且不能进阶。满足这2个条件的，就可以前往红莲主城领取报名表。学府的负责人会对报名的所有玩家进行一个初筛，只有通过了初筛的玩家，才可以正式踏入秋招的考场。考试分为2个科目，第一个科目是学员对战，参加考试的学员会进行分组抽签，以此来决定对战的目标。接着，玩家需要在特定的区域里进行对决，在这个区域之中，玩家的血量不会彻底清空，至少会剩下 10%。血量先下到 10% 的一方视为失败，采取双败淘汰制。学员的个人排名越高，分数也就越高。第二个科目是组队战，玩家自行组队，队伍成员的人数不得超过5人，并且不能有重复职业。队伍之间还是一样抽签分组，采用双败淘汰制，队伍的排名越高，玩家的分数越高。2个科目相加的总分就是玩家最终的考试成绩。第一个科目比的是玩家的个人作战能力，自身的实力越强才能走得更远。第2个科目考验的就是玩家的团队协作能力了。毕竟在面对高阶 BOSS 的时候，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团队的默契配合至关重要。这红莲学府还真是煞费苦心啊！陈阳看完考试的规则后啧啧一笑。个人战在组队战之前，那些在个人战中取得了优异成绩的学员，在组队战里一定会备受追捧，从而占据主导位置。第2场的组队战不但考验那些个人实力突出的玩家是否拥有团队合作精神，而且还会挖掘他们的队长潜质。个人战我肯定拿第一了，组队战的话，我好像没必要跟别人配合啊。科目规则说队伍人数不得超过5人，那就是说一个人也是一个队伍喽。陈阳嘴角上扬，想要获得那颗传说级的进阶球，那自己在这场秋招考试里就必须拿下第一，低调是不可能低调的。既然这风头要出，那自己干脆就出得大一点。接下去的几天，先把等级升到30级，然后再去红莲主城。靠在沙发上，陈阳打着哈欠，很快进入了梦乡。翌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陈阳吵醒。谁啊？在起床气的加持下，陈阳气冲冲地打开了房门。陈阳，门一开，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响了起来，紧接着一个温软的身体扑进了他的怀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情了。陈阳，我想好了，我愿意做你的女朋友，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哭泣的声音逐渐变得害羞了起来。你丫的谁啊？陈阳翻了个白眼，将这女人用力推开。陈阳，你这是怎么了？被推开的方萍萍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换做以前，他要是这么撒娇，早就将眼前这个老实人哄到天上去了。现在对方怎么一副不认识自己的架势？保安！陈阳没有搭理眼前这个女人，大喊了起来。作为西江主城最高档的酒店，安保的档次自然不会低。很快就有一队人赶到了这里。客人，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一个负责人对着陈阳询问道。这个女人被我给甩了，她因爱生恨，非得缠着我不放，我不想再在这里见到她。陈阳的声音非常冷漠。你说什么？方萍萍整个人都懵了。以往对她言听计从的那个陈阳，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淡？陈阳，你到底怎么了？
消失了几天，怎么突然就对我这样了？方萍萍挤出一丝笑容，讨好般的开口道：“像你这样的女人，只会让我恶心。”陈阳冷冷地瞪了方萍萍一眼，自己可不是原主，才不会被这个绿茶迷昏了头。什么恶心？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方萍萍身体猛地一颤，一脸的心虚。她好像突然明白陈阳的态度为何转变得如此之快了，这是发现了他跟别人的奸情啊。陈阳，你听我说，我跟赵燕什么事都没有，学校里那些风言风语都是别人瞎传的。听到这此地无银300两的解释，陈阳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自己就是炸一炸这个女人，没想到还真炸出来了。这苍白无力的解释，傻子听了那都不信啊。陈阳看向保安队的负责人，喊出了2个字：拖走。第20章，谁才是强者？这2个字像是某种命令一般，保安负责人一招手，一群保安立马上前抓住了方萍萍。陈阳，我真的没骗你，我是爱你的，你也是爱我的，对不对？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跟赵燕来往了，绝对不会再让你误会。方萍萍歇斯底里的大喊着，她的力量属性根本不是那些高等级保安的对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越来越远的陈阳。在她的眼里，这可是有着几千万金币的提款机啊！可是今天这提款机突然取不出钱了，这让她如何能够接受？呸！别再让我看见你！陈阳不留情面，对着这女人就是一口唾沫。虽然自己不是原主，但还是感觉到了恶心。这要是在野外的练级区里，500倍法力消耗的怒雷冲击高低的劈在这女人的身上。尊敬的客人，实在抱歉，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稍微将为您送上精致的午餐。保安队负责人对着陈阳道：“一会直接送进我房间。”陈阳微微一笑，这地方的精致午餐价格可不便宜。就在陈阳享受美食的时候，方萍萍披头散发的被丢出了酒店。陈阳，你这个不得好死的家伙，你居然敢说甩了老娘，你也配？你给我等着，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他像个泼妇一样骂起了街。保安们冷漠地看着他，一副你在骂事情可就大了的表情。方萍萍怂了，扭头就走。他漫无目的的在街道上来回的走着，不知走了多久，他的生活功能栏里收到了一个通话请求，来电显示人正是他刚才说的那个的赵燕。方萍萍连忙整理了一下情绪，接受了通话。萍萍，怎么样了？那家伙答应出城市吗？那头赵燕的声音很是急切。燕哥，那家伙他知道我们的事情了，他还让保安把我从酒店里赶了出来。方萍萍的语气中满是委屈。他知道了我俩的关系。妈的，肯定是从学校里传出去的。我都说了，让你在学校里不要跟我表现得太亲密，这下好了，拿不到那家伙手里的金币，我还怎么进红莲学府？赵燕没有丝毫关心方萍萍的意思，语气中全是责怪。对不起燕哥，都是我不好，我也不知道他是听学校里谁说的，这家伙明明连酒店的房间都不出。恋爱脑的方萍萍连声道歉。别说那些废话了，再想想，还有10妖办法能弄到那小子手里的金币。赵燕恼火的不行。就在这时，方萍萍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陈阳。她下意识的呢喃了一句，这句话也正好被赵燕给听见了。你不是说那小子不会出酒店吗？快跟上去看看他到底去哪。哦，方萍萍像是反应了过来，偷偷的跟在了陈阳的身后。很快，她看着陈阳走进了传送阵。你好，我是刚才那人的朋友，我想问问他传送去了哪里。方萍萍走向传送阵负责人，用撒娇的语气询问道：你是他朋友，不知道他去哪了？负责人眉头一挑：我是他女朋友，刚从练级区回来，想跟他个惊喜，大哥你就告诉我呗。方萍萍绿茶功夫十足，真服了你们这帮年轻人。他去了10级练级区的传送点。负责人给出了答案。方萍萍闻言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太清楚陈阳过的是什么生活了，要说这家伙哪都会去，唯一不可能去的就是练级区。难道说他受了刺激，想通了，想提升等级，以后要我好看？对了，他之前消失了好几天，一直都是联系不上的状态，难不成是在跟怪物战斗？这家伙真出城练级去了。方萍萍越想越有可能，赶紧将这事告诉了赵燕。知道了，我马上带人去10级的练级区，你先去那等我。得知了这事的赵燕也在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陈阳可是他崛起的最大希望，眼下这么好的机会，他绝对不能错过。清风森林，陈阳骑着机械鸟，看着远处传送阵的位置，脸上的表情有种说不出的冷漠。自己是故意被方萍萍看见的。主城区里各个传送点的负责人都很有职业操守，他们是不可能透露玩家行踪的，除非玩家自己同意。走进传送阵之前，陈阳就对那负责人说了一句话：如果等会有个妹子来问自己传送去了哪里，请务必告诉她。这么做的目的也很明确，陈阳想看看方萍萍的胆子究竟有多大。
如果他带人来这片森林找自己的话，那就有意思了。他的等级应该卡在了30级，带来的人肯定是学校里的同学，等级应该是一样的。那个叫做赵燕的家伙也绝对会来。30级对于玩家来说是个非常关键的等级点，像30级的黄金级进阶球，对天赋的提升微乎其微，绝大多数玩家至少都想弄个钻10级的。这就导致有很多玩家会把等级卡在30级，尤其是游戏大学的学生。要是能获得高品质的进阶球，他们就有机会让自身的天赋更上一个档次，从而获得较大的实力提升。这种卡级行为也是游戏大学里被默许的行为。陈阳心里很清楚，红莲学府的秋招在即，方平平这种人要是得知自己去了练级区，会放过这么一个报复的机会吗？果然来了。当传送阵上出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后，陈阳笑了。在练级区里，玩家那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弱者的命会被捏在强者的手里。方平平是这么想的，赵燕同样也是这么想的。就算陈阳有花不完的金币，等级的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只要他们找出躲在练级区的陈阳，他们就能成为强者。可他们显然没搞清楚，到底谁才是强者，而谁又是弱者。第21章，吃下去的总归要吐出来。清风森林外围一个偏僻的区域里，方平平正在等人。一段时间后，3个人来到了这。看见为首的那个人后，他的脸上露出欣喜之色，小跑着迎了上去。燕哥，你可算是来了。你都不知道人家在酒店里有多尴尬。方平平委屈的不行。好了，一会逮到那小子以后，慢慢的玩死他，给你好好的出口气。赵燕笑着搂住了方平平，心情非常的不错。燕哥，你说的那条肥羊在哪呢？咱们得抓紧时间啊。就是啊，这煮熟的鸭子可不能让他跑了。那2个跟着赵燕来的家伙接连开口道。先干正事。清风森林不大，我们分头找，把那小子给找出来。随着赵燕发话，2人迫不及待地行动了起来。这地方的风景还挺好，等解决了那小子，咱们可得找个角落庆祝一下。赵燕猥琐一笑，搂着方平平的手一点也不老实。燕哥，先给我出气，晚点你想怎么样都行。方平平一脸的娇羞。放心，就那小子，我一个技能都怕直接把他秒了，那可就没意思了。赵燕放声大笑了起来。林子里，陈阳正在等待。虽然玩家在练级区里杀人越货的行为是默认的，但这样的事情是不能摆在台面上的。主城区里有很多的规则限制，一旦被人拿出实锤证据，说你在练级区里干着这种勾当，那麻烦可就大了。清风森林距离主城区的传送点太近，要动手对付方平平那帮人，最好的位置就是靠近血色迷阵这一块的区域。我这算是在钓鱼吗？陈阳很有耐心，时间每过去1分钟，自己的法力值也会跟着提升，完全不存在浪费时间这种说法。1个多小时后，有人找到了这里。终于来了。陈阳微微一笑，也没有急着动手，人还没到齐呢。这时候要是打草惊蛇可就不好了。那人看到陈阳后同样没有动作，只是装模作样的路过，接着躲在了远处。陈阳走到一棵大树底下，摆出了一副休息的姿态。时间又过去了快1个小时，几个人姗姗来迟，抵达这里后直接将陈阳给围住了。陈阳，你这个王八蛋，没想到我会来找你吧？我告诉你，我忍你很久了，之前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恶心，要不是为了你手里的金币，像你这样的家伙给我提鞋都不配。方平平冲着陈阳发出了咆哮，宣泄着他内心的不满。我告诉你吧，我跟赵燕早就好上了。他得意的大笑着，自顾自的把拉个不停。你这女人还真是烦人啊。陈阳感觉脑袋瓜嗡嗡的响，就好像有只蚊子在耳边飞来飞去的。超限爆发，100倍消耗。超限冷却，10倍消耗。送你归西。轰！一道怒雷落下，直接劈在了这只蚊子的身上。世界一下子安静了。方平平的职业是牧师，身上虽然穿着陈阳送的装备，但他的血量显然抗不过10倍伤害的怒雷冲击。噼里啪啦，地上的那具尸体被劈得外焦里嫩，激荡的电弧也在提醒着场上的另外3人，他们摊上大事了。扑通！赵燕的动作快得离谱，当场就跪下了。杨哥，都是方平平这死女人非要找您的事，我跟她没关系啊，我就是路过。您今天就当没看见过我，以后您只要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上刀山下油锅，就算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啊。怎么说呢，这家伙很有眼力见，把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另外2个被他喊来的都傻眼了。扑通扑通，2个不约而同的跪下了。他们刚才清清楚楚的看到了方平平头上冒出的伤害数值，7位数，这上百万的伤害，秒他们2次都绰绰有余了。赵燕也明白了，陈阳这是雇了个保镖啊，那保镖应该就躲在某个位置，一直在保驾护航呢。杨哥，您要是还不解气，这样成吗？
见陈阳一句话也不说，赵燕一个咬牙，对着自己就是一巴掌。啪！清脆的声音后又是一声啪。另外那两人见状，你看我，我看你，想要有样学样，巴掌打在脸上时又有些下不去手。轰！就在这时，又是一道怒雷落下，赵燕瞪大着双眼倒在了方萍萍的旁边。她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饶命啊！饶命啊！都是赵燕逼我们来的，只要杨哥您不杀我们，今天的事情我们一辈子烂在肚子里。那两人被这一幕吓得面色煞白，一个劲的求饶。按照赵燕的意思，他们这次碰上了一头大肥羊，只要得手，至少能分上百万的金币。可这大饼他们是真的吃不了啊！轰！轰！两人还没说完，又是两道怒雷落了下来。搞定！陈阳掏了掏耳朵。鲁树人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保守秘密的人只有死人。这4个人随便放走一个，那都是自己的麻烦。只需要一道100倍消耗的怒雷冲击，自己就可以避免这些麻烦。他走到了方萍萍的尸体前，捡起了掉落的那个光团。玩家获得3620枚金币。玩家获得 Triple X。不是吧，就这么点金币？陈阳眉头一挑，原主花在方萍萍身上的金币就有100万了呀。他看向了旁边赵燕爆出的那个光团。玩家获得526802枚金币。玩家获得游锋匕首翡翠级。玩家获得赤后披风翡翠级。玩家获得大盗贼之靴翡翠级。大量的金币加上一整套的30级翡翠装备，陈阳这下知道金币都花在哪了。吃下去的总归是要吐出来的，要怪就只能怪你们太贪心了。解决了这对狗男女，陈阳有种大快人心的感觉。自己毕竟继承了原主的记忆，在这件事上还是很膈应的，现在算是报仇雪恨了。剩下的那2个家伙除了几万金币外，身上就只有一套30级的黄金装备。连带着这些东西，陈阳将之前霸哥小队那帮人报的装备都放上了拍卖行，摆的都是正常价格，反正也不缺金币，卖不出去就慢慢卖。出来吧。陈阳从物品栏里拿出了机械蛋，骑上机械鸟后，他打开生活功能，从一个帖子里找到了西江主城区外的练级区分布图。接下去就先升到30级。第22章，一个技能升1级。红莲主城上城区，能够居住在这里的无一例外都是100级以上的强者。这里也是红莲公会的大本营。其中的一间屋子里，一个漂亮的女人站在镜子前，正在梳着她那秀丽的头发。有什么话发个消息就是了，没必要亲自来一趟吧。女人自顾自地开口。房间里除了她之外，并没有第二个身影。可就在她话音刚落的时候，一个声音凭空出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有的时候绝对不能感情用事。听到这句话，女人的眼神骤地冷了下去。那个声音继续响起。赫连云他们已经出发了，这一趟的目标是纳克萨地下大墓穴，他们的目标是墓穴第32层里的传说级 BOSS 古灵魔王。女人没有说话，就那样梳着头发。赫连云必须死，绝不能让他完成200级的进阶。当那个声音说出这句话后，女人的手顿住了。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让赫连云加入组织的。镜子里，他的表情明显带着几分乞求。我给过你机会了，这一趟你必须亲自出手。声音说完，又跟着补充了一句：你应该清楚背叛组织的下场。女人沉默了，她看着镜子里那长长的秀发，突然用力一扯，在强大的力量下，她的头发被硬生生的扯了下来。可她的表情却没有一丝的痛苦。西江主城外，陈阳骑着机械鸟正在赶往一个冷门地图——阴身人峡谷。这个地图比较远，需要穿过血色迷阵，再绕开一处山脉才能抵达。同为30级的练级区，还有另外一个埋骨之地，就在那处山脉的上面。之所以没有去更近的埋骨之地，最大的原因就是那地方人太多了。自从有人从那地方采摘到一朵传说级的草药后，不只是西江主城，就连红莲城也有大量的玩家来这地方一探究竟。人多的地方显然不适合练级，陈阳这才选择了更远的阴身人峡谷。以机械鸟的速度穿过血色迷阵后，沿着埋骨之地的山脉足足跑了5个小时，前方这才出现了一片山谷。山谷的上方到处都是龙卷型的旋风。这张地图除了要面临怪物的威胁之外，玩家还要防备突然出现的龙卷风。一旦进入了龙卷风的范围，玩家就会受到持续性的伤害。像这种地形伤害，在高等级的地图里是非常常见的特性。机械鸟赶往了山谷的入口，外围游荡着不少的阴身人，他们上半身是人形的，却长着老鹰的翅膀跟爪子。法眼窥视，陈阳对着其中一头使用了技能阴身人护卫一阶，等级22，生命值52000，物理攻击7400，物理防御5200，法术防御4800，技能鹰袭。
22级的一阶怪，血量只有52000，以我现在的法术攻击，一发血色腐蚀直接就能秒了呀！要不来个超大范围的血色腐蚀？陈阳摸着下巴思考了起来。根据帖子上的地图，整个阴身人峡谷将近有200多公里的横向距离，以机械鸟的速度，自己横穿这片峡谷至少都要5个小时。如此庞大的区域里，怪物的数量少说以100万计。不过也是，玩家20级进阶后，升级所需的经验达到了100万点。一头22级的一阶怪，经验值是2200点，玩家想升1级，就需要击杀快500头的阴身人。整个西疆主城里，20级、30级的玩家人数能够达到100万。跟这100万的玩家人数相比，100万级的怪物还真不够看。要不是练级区里的怪物会刷新，玩家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升级。极限范围的话，就算秒不了2阶怪，1阶怪也绰绰有余了。击杀的怪物数量应该能有个几千吧。陈阳算了一下，以自己现在的法力值消耗120万的话，释放血色腐蚀就是400倍消耗，也就是40倍的范围提升。30乘以40，技能的范围就是1200米。找个怪物密集的地方，能够做火箭升级，自然不会骑单车。机械鸟直接朝着峡谷里冲了进去，里面的林木十分茂盛，好在机械鸟的体型不大，在树丛间灵活地穿越着，还是有不少玩家的呀。逛了几圈后，陈阳发现了好几个练级的队伍，这些玩家看上去都比较年轻，等级应该都在25、26的样子。我不会一个技能顺手把他们也给秒了吧？陈阳撇了撇嘴，自己的法术攻击还是很高的，这些队伍里的脆皮职业还真不一定能顶得住。真要是秒了这些人，西疆主城肯定会派遣100级以上的探查队来这里排查。练级区里可以死1个、2个，甚至是10几、20个玩家，但要是死几百上千人，主城区绝不可能坐视不理。这种麻烦自己当然不会去惹。再说了，自己也不是一个杀人魔，杀那些跟自己毫无恩怨的玩家也没有任何意义。去人少的地方，怪物的数量也会更多。陈阳也不着急，寻找着合适的地方。足足逛了1个小时后，他在一处密林里停了下来。这里的树木长得都很茂盛，枝叶遮蔽了大量的阳光，到处都是阴影。在那些阴影里藏着大量的阴身人刺客，附近也没有玩家的身影。像是练级的队伍，最讨厌的就是刺客类怪物了。先不说将这些怪物找出来需要视野类的技能，还得在战斗的时候提防其他怪的偷袭。法师虽然可以用 AOE 技能进行无差别攻击，将怪物的隐身打破，但来这地方练级的玩家 AOE 的范围并不大，很可能一个技能下去打中的只有几个怪。可陈阳不同，超限范围的400倍消耗之下，方圆 1.2 公里以内的一阶怪全都得遭中。超限范围400倍消耗，血色腐蚀。陈阳的法力值在一瞬间见底，下一秒，以他为中心的地面1200米的范围内，地面都被一片血色所浸染。玩家成功击杀阴身人刺客一阶，获得2300点经验值。玩家成功击杀阴身人刺客一阶，获得2300点经验值。玩家成功提升至21级，获得20点全属性，100点可分配属性。一个技能下去，100万的经验条瞬间充满。这恐怖的练级效率，要是让其他练级小队看见了，一个个都得坐在地上失声痛哭。大家是活在同一个游戏世界里的人吗？凭什么我们砍怪砍的武器耐久度都磨没了，防具千疮百孔，靠着队伍的默契配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才能升上1级？你压的倒好，一个技能直接升1级。陈阳当然不理解其他玩家的疾苦，摸着下巴摇了摇头。可惜啊，技能的范围还是小了点，要不然就能直接升2级了。第23章神秘贩卖机，还是得搞高等级的技能才行。一个技能只升1级，这对于陈阳来说并不算很过瘾。低等级的技能虽然耗蓝低，但技能范围、伤害加成这些自然也比不过高等级的技能。在法力值充足的情况下，使用高等级技能显然更有杀伤力，可以搞个提升百分比法力值的被动，再弄几个回蓝类的技能。随着等级的提高，玩家能够学习的技能种类也会越来越多，尤其是高品质类的技能，效果会非常的强力。等自己升到25级以后，就可以去拍卖行购买那些30级的技能了。法力药水跟食物都吃起来，手里有着金币，陈阳也不吝啬。1个多小时以后，消耗的法力值也回了上来。他骑着机械鸟朝着更深处的区域赶去。这一片的密林大概有10公里的范围，释放8次超大范围的血色腐蚀，就能将其中的一阶怪全部击杀。超限范围400倍消耗，血色腐蚀。陈阳又是一个技能砸了下去，被阴影笼罩的林子里在一瞬间被血色浸染。玩家成功击杀阴身人刺客一阶，获得2300点经验值。玩家成功击杀阴身人刺客一阶，获得2300点经验值。玩家成功提升至22级，获得21点全属性，105点可分配属性。大量的怪物被直接秒杀，高额的经验值也让陈阳再升1级，从22级升到23级，
所需的经验值变成了200万，提升1级需要击杀的阴身人刺客也变成了870头。以怪物的密集程度来看，22到23级至少需要放2次大范围的血色腐蚀。陈阳也不着急，这一趟出来，自己可是做了十足的准备。找个地方搭建营地，他在附近找了个视野不错的位置，从物品栏里拿出了一个正方形盒子，点击盒子上的按钮后，盒子快速展开，变成了一个帐篷。陈阳进入帐篷后，又拿出了机械床垫，接着他又从物品栏里拿出了一些食物。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来度假的呢。随手拿起一瓶饮料，陈阳猛地灌了一口，哥，舒服啊！练级这种事讲究的就是劳逸结合，可不能累着自己。在舒适的帐篷里躺了1个多小时后，陈阳收起东西，骑着机械鸟赶往了下一个区域。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夜幕随之降临。陈阳站在一处林子里，到处都是闪烁的光团。连续刷了8个小时的怪后，他的等级也升到了25级，可以去学30级的技能了。打开物品栏，陈阳进行了搜索，关键词是法力值。25级之前自己也进行过搜索，可拍卖行上弹出的技能一个也没有。现在不一样了，拍卖行里多出了10多页的技能书。陈阳看了一眼，品质最低的都是钻石级，其中还有几本史诗级的。价格这么贵吗？只是扫了一眼，他瞪大了眼睛。最便宜的那本技能售价都达到了100万。法力值课时，钻石级，你获得法力课时提升技能等级 X0.5% 的法力值上限，基础法力回复提升技能等级 X0.5S 技能等级30需求职业通用。可以啊。看到技能的效果后，陈阳点了点头。15% 的法力值上限跟15点的每秒回蓝，这个技能确实值100万金币。不过这个技能对自己的提升并不大。法力值也属于基础属性，百分比无法叠加，只取最大值，这跟自己身上的装备词条冲突了。史诗级的技能应该提升更高吧？陈阳看向了后面更高品质的同类技能。法力文员，史诗级，你获得法力文员提升技能等级 X1% 的法力值上限，非战斗状态下，文员会使你获得技能等级 X2S 的法术回复效果。技能等级30需求职业通用，有点牛逼啊！相比于钻石级、史诗级技能的效果提升了1倍，300万，价格也很美好，高出了整整2倍。虽然知道百分比类的技能贵，但一个30级的技能要卖300万，价格确实是有点坑人。要知道，就算是一个全智力的30级法师，法力值也就50多万，30%也才15万的提升。为了15万法力值的提升而花费300万，那可不是什么人都愿意的。对我来说，就是多出15%，等我30级，法力值就奔着200万去了，那就是30万，1万法力值10万金币，好像是没什么必要。技能的等级越高，百分比的提升也越多，等自己40级，肯定会想着去换40级的技能，50级又会想着去换50级的技能。按照这种买法，自己手里的金币显然不够用。我升级的速度会很快，时间越久，我越不缺法力值，先把金币留着，去买高等级高品质的技能。陈阳有了打算。越高等级的地图里出现高阶 BOSS 的概率越高，等级高的高品质物品反而会比低等级的高品质多很多。这本法力文员之所以能卖300万，关键在于它是一本30级的技能书。除了红莲学府之外，各大主城的秋招考试也在如火如荼的举行。一本30级的史诗级被动技能书对于学员的加成可想而知。高品质的范围技能还得买一本，毕竟关系到我的刷怪效率。其他的就先不考虑了。陈阳重新进行了搜索，范围是钻石级的高范围 AOE 技能。经过对比后，他看中了一本技能书，怒风席卷，钻石级，消耗6000点法力值，召唤怒风席卷对100米范围内敌造成风卷打击，伤害为法术攻击 X， 300加技能等级 X7， 百分号施法时间 10S， 最大施法距离300米，冷却时间 90S， 技能等级30需求职业法系。相比于血色腐蚀，怒风席卷的范围高出了2倍多，伤害加成也提升了 200%。6000点的法力消耗，200倍就要120万法力了。不过这范围直接就扩大到了2000米啊！30万金币的价格完全可以接受。陈阳果断买下了这本技能书。然后就是怒雷冲击，这个技能确实好用，但伤害加成已经比不过30级的钻石级技能了。就在陈阳准备买一个强力的单体技能时，这片区域的上方突然落下了一道璀璨的光柱。夜晚，这道光柱格外的耀眼，从空中直接插进了这处区域。这是……陈阳的注意力顿时被光柱吸引，整个人有些愣神。他赶紧打开生活功能栏查询了起来。很快，一些帖子弹了出来。快速的浏览过后，陈阳也反应了过来。练级区里出现光柱，那意味着神秘贩卖机出现了。这玩意出现的概率相当于在练级区里出现了大领主级的6阶 BOSS。
练级区里的怪物最大等级是多少，神秘贩卖机里售卖的物品等级就是多少。不过也会有一些特殊物品出售。神秘贩卖机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玩家没有足够的金币购买其中的物品，也可以进行抽奖，也有概率抽出里面寄售的物品。手里有着大量的金币，陈阳自然要去会一会这所谓的神秘贩卖机，得赶紧去，越早到卖的东西越极品。第24章神话级进阶。光柱在夜晚格外的显眼，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都能看见，发现的玩家不在少数。这些人出来练级，身上带的金币都不会太多，这时候肯定会联系主城区里的朋友。用不了多久，这片30级的练级区里一定会人满为患。凭借着机械鸟的速度，陈阳第一个赶到了光柱的下方。一个2米高、跟自助贩卖机一样的东西正处于光柱的中间。来到贩卖机前，上面出现了一排又一排的东西，从上到下，每一样东西都标好了价格。他看向了第一排第一个的那样东西，品质提升券，特殊，使用后可以将30级及以下的任意物品提升1个品质，一次性消耗。看到这张卷轴的具体效果后，陈阳整个人都惊了，能够直接将物品提升1个品质，这意思是史诗级的物品使用这玩意后能直接提升到传说，那传说级的物品岂不是能提升至神话级？30级的物品，这不是刚好？陈阳露出了兴奋之色。红莲学府秋招第一的奖励是一颗传说级的30级进阶球，只要自己用这张卷轴一提升，那不就是神话级进阶球了？30级的神话级进阶球，提升的全属性就有240点，更别说天赋还能得到神话级的提升，砸锅卖铁都得买下这玩意啊！陈阳赶紧看向了价格，333，3333。神秘贩卖机里的物品就是这样，价格都不固定，有些东西买下以后转手就能大赚一笔，有些东西根本就不会有人买，这价格完全可以接受啊！手里的金币充足，陈阳没有犹豫，果断买下了这张卷轴。30级太特殊了，哪怕只是用这张卷轴将史诗级的进阶球提升至传说级，它的价值都远超300万枚金币。要是我把这玩意卖给红莲学府，能卖个2000万吧？不可能卖的，我必来个神话级进阶啊！陈阳将这张卷轴收了起来。如果说自己使用史诗级进阶球完成30级进阶，天赋应该会提升至每秒 1.5 的法力，使用传说级的话，那应该就是每秒2点法力。而神话级，自己的天赋肯定能达到每秒3点法力。这样一来，一天的提升就是25万6千，一年的提升能接近上一点了。1个亿的法力值加超限法师，陈阳有点不敢想这个组合会有多离谱了。差不多把我这些天赚的金币都花出去了，还好没买技能，看看还有什么能买。陈阳继续看向了贩卖机售卖的其他物品。第2件是一样装备，权衡指环，史诗级，全属性提升加50词条1，全属性提升 10%， 可与其他百分比提升叠加。词条2，全属性提升装备等级 X1 装备等级30需求职业通用。我去，这玩意也够可以的呀！饰品部位的装备都是稀罕物，更别说这件有2个极品词条的史诗级戒指了。尤其是词条1的效果，能够叠加的百分比词条极其罕见，保守估计的话，这枚戒指的价值至少在300万枚金币以上。陈阳看了一眼售价，133，3333。这件装备增加的基础属性就相当于50级的史诗装了，我可以先拿着用，到时候再卖掉。这个价格买下来怎么都不会亏，自己手里的金币也足够用。买！陈阳直接买下了这枚戒指。他看了一眼剩余的金币数量，之前上架拍卖行的那些东西差不多都卖出去了，扣掉手续费加上手里剩的，总共还有700几十万枚金币。扣除那张卷轴跟戒指，剩下的金币还有380多万枚。再往后看是6本技能书，30级的史诗级技能，各个职业的都有，每一本的价格是30万枚金币，全都是主动类的伤害技能。要是上架拍卖行的话，价格至少要翻个3倍。可惜不是被动，要不然能翻个10倍啊！全买了，然后卖。陈阳也不客气，将这6本技能书一买而空。这一买，神秘贩卖机的第1排就空掉了。他又看向了第2排，这一排的物品变成了钻石级，没什么有亮点的。钻石级跟史诗级的比，价值可就大打折扣了。陈阳算了一下，这些东西的售价扣除上拍卖的手续费，基本上是没得赚。不过对于需要这些东西的玩家而言，在这买就要比拍卖行便宜多了。还有一点，玩家可以通过抽奖抽出这些东西。后面还有6排，陈阳也没了兴趣，此地不宜久留。骑上机械鸟，他赶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最有赚头的第1排都被买空了，自己要是留下，等其他玩家赶来，一定会对自己心生歹念。就在陈阳刚离开的时候，一队玩家也赶到了这里。队长，那边有个骑机械鸟的家伙刚离开。队伍中背着弓箭的那个人发出了提醒。身为弓箭手，他在整个队伍里
看的是最远的。机械鸟。听到他的话，队伍里的其他人都愣了一下。能够骑机械鸟出来的玩家，那可都是有钱人啊！快！队长发出一声高喊，也顾不上其他队员，朝着贩卖机的位置冲了过去。其他人紧随其后。当他们来到贩卖机前，看着那空空如也的第一排，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虽然不清楚第一排的物品有多少价值，但能在第一时间清空这一排的玩家，身上携带的金币数量少说有200-300万。小峰，你刚才看清楚那家伙的脸了吗？队长转头看向了那个弓箭手。既然对方买了这些东西，那就说明这些东西的价值至少能够翻倍。这一来二去，刚才那个骑着机械鸟的家伙手里的东西恐怕价值在500万以上。其他队员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不约而同地望向了那个弓箭手。天太黑了，他又是背对着我的，没看清楚脸。弓箭手摇头道。众人脸上的表情明显有些失望。见状，他连忙补充道：不过我要是再看到他的背影，肯定能认出来。而且那家伙离开的方向好像不是回主城区的。这话一出，一个念头在这支队伍中油然而生。先不着急回去，把属性都加在智力上，再看看我的法力值能到多少。陈阳穿上了那枚戒指，又将所有自由属性点加在了智力上。玩家陈阳，职业超限法师，等级25 720003500000，生命值136000，体质 X200，法力值1382362，智力 X200，法术攻击36980，智力 X10加精神 X5，物理防御6920，体质 X10，法术防御6920，精神 X10 31300，力量552加80，智力2352加1000，敏捷552加30，体质552加140，精神552加140，法力值已经快到140万了。全力释放怒风席卷的话，消耗倍数可以达到230倍。这样一来，技能的最大范围就是2300米，相比之前的1200米，翻了将近1倍。一个技能下去，又可以升1级了。第25章，有奇怪的东西混进去了。25级以后，升1级所需的经验高达350万。陈阳骑着机械鸟前往了这张地图的高等级怪物区域。以他现在的法术攻击，再加上怒风席卷的高伤害加成，秒杀30级的一阶怪物没有任何难度。30级的一阶怪，经验值是3000点。2300米的范围，怪物的数量少说有个2000加了，就是不知道精英怪能不能秒。陈阳看向了一头精英怪，法眼窥视，阴身人巡逻队长，2阶，等级30，生命值187920，物理攻击13050，物理防御15600，法术防御6800，技能阴身袭击，锋刃。以我现在的法术攻击，怒风席卷的伤害加成是510%，那么伤害就是172998点，一个技能还秒不了啊！要超过187000的话，那就要2倍消耗了。就这样，找了一个怪物密集的区域后，陈阳举起了手中的法杖。超限范围225倍消耗，超限爆发2倍消耗，225倍的消耗，法力值就是135万点，2倍消耗，法力值就是18000点。怒风啊，聆听我的召唤，席卷我的敌人吧！陈阳开始吟唱，强大的风力从他的身体凝聚，以波纹状开始向外扩散。10S 的时间一到，法力值瞬间见底，呼呼呼！下一秒，以陈阳为中心的2公里范围内，一阵风暴席卷而至。身处其中的阴身人被狂风席卷，额头上冒出了超出血条的伤害数字。玩家击杀阴身人巡逻战士1阶，获得3000点经验值。玩家击杀阴身人巡逻队长2阶，获得6000点经验值。玩家成功提升至26级，永久提升25点全属性，获得125点可分配属性。玩家击杀阴身人巡逻战士1阶，获得3000点经验值。玩家击杀阴身人巡逻队长2阶，获得6000点经验值。一发技能下去，陈阳的等级直接来到了26，并且距离27级也只差了1点经验。慢慢回，把蓝打空以后，他拿出机械帐篷，进入了春游模式。密林里，一队人正朝着陈阳所在的方向摸索。他们正是第2批抵达神秘贩卖机的那队玩家。队伍一共6人，领队的那名玩家腰间别着2把匕首，身后是一名拿着盾牌的战士，再往后是2个法师跟1名牧师，剩下那个背着弓箭的则走在队伍的末端，四处观察着。这是一支标准的练级效率队。战士抗怪，2名法师提供范围输出，刺客进行收割，弓箭手提供策应。既然是来练级的，
他们的等级自然都没到30级。队长，再往里走，那就是30级怪物区了。那家伙敢一个人来这练级，我们能对付得了吗？战士对着走在最前面的刺客有些忐忑。那家伙身上有500万的金币，咱们说什么都要去看一眼。咱们人多，他应该不敢跟我们起正面冲突。万一碰到他正在刷怪，那就是我们的机会了。刺客紧盯着前方，眼神中有种说不出的贪婪。他们这队人的平均等级只有25级，也是临时凑起来的练级队，实力只能用一般来形容。队长，要不我们回去吧？队伍里的牧师妹子显然有些害怕。虽说对方只有1个人，但他们这队人要是碰上一个穿着一套钻石装备、拥有各种钻石技能的玩家，人数的优势根本没用。作为牧师，他肯定是对方的优先目标，死亡的风险远比其他人更高。回去！队长瞪了牧师一眼。来都来了，说什么也要看一眼，万一那家伙很厉害，我们走就是了。有我打头阵，你们有什么好怕的？他的声音中满是不甘。那可是500万枚金币啊！只要能拿到，他的实力就能提升一大截。难不成你们愿意当一辈子的底层拾荒者？真要是能爆了那家伙，我们每个人至少能分到100万枚金币。我们得砍多少只阴身人才能赚到这些金币？他看着队伍里的所有人，语气中透着一股狠劲。队员们说不出话了。别太担心了，一会碰上那家伙，我们就假装是来这附近练级的。只要我们不先动手，那人肯定也不会主动找麻烦的。就看一眼，真没机会的话，我们马上就走。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其他5个人都点了点头。往那边走吧，怪物看上去比较少。在刺客的带领下，这帮人从怪物比较稀疏的方向继续进发。另一边，陈阳在怪物密集的区域里又放了一次技能，高额的经验值让他从26级一跃升到了28级，把升级给的390点全部加在智力上，法术攻击又多了4680点，距离4万只差了740点。回外围那边再放几次技能吧，最后再去中心区域，那地方肯定会有 BOSS 级的怪物，要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又能爆个秘境钥匙什么的。陈阳骑着机械鸟赶往了外围怪物稀少的区域。之前嫌弃这边的怪少，所以也没放技能，可随着升级的经验值提高，想要升到30级，这些怪那也得清理掉啊。一共4000只怪，掉落的金币数量是1万多，再有价值的就是药品了。后面的东西懒得捡了。这期间，陈阳闲着也是闲着，骑着机械鸟拾取了一下掉落。怎么说呢？掉落的黑铁装备根本没人要，这玩意的基数太大，用处又低，再加上一件装备就要占一个物品栏，整理起来太麻烦了。自己完全是捡一件丢一件。不过30级的怪物会掉落30级的药品，这些东西还是有一定价值的。那光柱还在，等高等级的玩家来了这，他们发现第一排的东西被买空后，搞不好会在这片区域里进行搜索。我这机械鸟太扎眼了，升到30级以后得赶紧回去了。来到一处怪物稀少的位置，陈阳开始了吟唱，风暴之力随着他口中的呢喃开始涌动。超限范围200倍消耗，超限爆发2倍消耗，怒风席卷，狂风笼罩森林，所过之处席卷一切。玩家击杀阴身人巡逻战士1阶获得3000点经验值，玩家击杀阴身人巡逻队长2阶获得6000点经验值，击杀玩家有猛翔，击杀玩家连小美，击杀玩家赵庆柱。在一连串的怪物击杀提示中，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混进去了？陈阳挠了挠头，击杀怪物的提示跟击杀玩家的提示是不同的，那鲜红色的字体格外显眼。这什么情况？附近的人不都被那道光柱吸引了吗？我这附近怎么还会有一堆玩家？对于这种误伤，陈阳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自己过来这片区域的时候特意看了，附近根本没人啊，这可不能怪我呀，只能说你们运气太好了。陈阳撇了撇嘴，有那么一丢丢的罪恶感。死都死了，遗产不捡也是浪费啊。第26章，抵达红莲城。骑着机械鸟在周围逛了一圈，陈阳找到了那对被自己误伤的玩家，捡起他们尸体上掉落的光团，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入了他的物品栏。这都是啥呀？也太穷了吧！陈阳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穿着25级的装备，其中还有白银级的，怎么就敢来这30级的怪物区呢？而且这帮人是从光柱的方向来的，他们不去贩卖机那凑热闹，怎么就进了自己的技能范围？难不成是来找我的？陈阳突然想到了什么，这队人十有八九是看到自己买走了贩卖机上的东西，这才找了过来。确实，没人能拒绝报复的机会，我得抓紧时间离开了。骑着机械鸟，陈阳赶往了下个位置。击杀黄金级 BOSS 对自己来说意义不大，关键在于提升等级。接下去的时间，陈阳沿着30级区域从外往里释放着怒风席卷。3个小时之后，他的等级升到了30级，击杀的怪物数量高达4000家，获得经验值在1000万点以上。
练级的效率只能用恐怖2个字来形容。可以回去了。骑着机械鸟的话太扎眼了，一定会引起其他玩家的注意。走回去。陈阳算了一下距离，从这里到峡谷的入口就有上百公里，再沿着那片山脉返回主城区又得走100公里。骑着机械鸟的话，自己都得走上4个小时才能到血色迷阵的位置。要是靠着2条腿走回去，花费的时间至少要10个小时以上。对了，我记得法师可以学习特殊类的技能，传送门去拍卖行看看。之前在清风森林遭遇受潮的时候，陈阳就是被传送门送回去的。这类技能也是法系职业的专属了。打开拍卖行，他搜索了传送门3个关键字，弹出的技能有不少，等级都是1级，不过价格却有高有低。陈阳看了一下，价格越高的传送门能够传送的距离越远，其中价格最贵的更是达到了100万枚金币。星界传送特殊，消耗10万点法力值，打开星界传送门，使你传送至100公里内的任意位置，冷却时间1小时，非战斗状态下才可穿过传送门。技能等级一职业需求法师，一次能传送100公里，这可以啊。虽然这个技能只能在非战斗状态下用，但一次传送100公里的距离还是很给力的。有了这个技能，就可以在野外的练级区里快速的赶路了。10倍消耗就可以让这个技能无冷却，那就是说消耗120万的法力值就能传送2次了。就它了，陈阳果断买下了这本技能。物品栏里金币显示的数字只剩下了100多万，这5本技能可以上架卖了，一本挂个90万。将从神秘贩卖机买的5本30级史诗技能上架后，扣除手续费，自己的金币又能到500万左右，暂时是够用的。学习技能星界传送，超限冷却，10倍消耗。星界传送，陈阳朝着阴身人峡谷入口的方向开启了传送门。下一秒，一道水波纹形状的蓝色门出现在他的身前，踏入其中，他在一瞬间来到了100公里外的峡谷入口处。星界传送，因为超限冷却的缘故，这个技能没有进入 CD， 陈阳直接开启了第2道传送门。穿过第2道门后，他来到了血色迷阵跟埋骨之地山脉的交界处。出来吧，我的鸟！骑上机械鸟，陈阳返回了西疆主城。阴身人峡谷，原本无人问津的地图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本来在埋骨之地碰运气的玩家数量就多，得知旁边的峡谷里出现了神秘贩卖机，大部队人马一下子就拥了过去。卧槽，第1排的东西都买空了，谁这么大手笔？不知道，我来的时候就无了，太可惜了。有谁知道第1排都卖了什么东西吗？看着那早就空掉的第1排，玩家们一个比一个懵逼。有人买就说明有的赚啊！来这里的所有人都无比好奇，那第1排空掉的东西里面究竟有着什么？天边的鱼肚泛白，陈阳回到了酒店，他躺在床上倒头就睡。第2天直到下午，他这才揉着惺忪的睡眼从床上爬了起来。呼叫客房服务准备食物后，陈阳走进了浴室。洗完澡，食物已经摆在了餐桌上，4菜1汤都是专家级厨师制作的。吃饱喝足，陈阳笑容满面地打开了拍卖行。昨天出售的5本技能书全都卖了出去，扣除20%的手续费，到手的金币有360万枚。距离秋招还有6天的时间，那一会就出发去红莲主城吧。等级已经升到了30级，陈阳打算接下去的6天时间里在红莲城逛一逛，玩一玩。6天时间，我的法力值能够提升50万加，那就能上200万了。法术隐藏的一直开着，简单的整理了一下，陈阳办理了退房手续。去了红莲城以后，自己显然也不会再回西疆主城了。结清房费后，他手里的金币又少了20万。西疆主城前往红莲城有2种方式，第一种，去飞艇港口乘坐飞艇，以飞艇的速度沿着既定的路线飞行，只需要8个小时就能抵达红莲主城。第二种，使用大型传送阵。坐飞艇的话，普通座的价格是100枚金币，头等舱的价格也只要1000枚金币。使用大型传送阵的话，一次需要缴纳5万枚金币的传送费，而且大型传送阵也需要等至少要10人以上才会开启。当然，有钱的玩家也可以支付50万枚金币进行单独传送。先去大型传送阵那看看。来到大型传送阵这，一个工作人员迎了上来。你好，需要乘坐大型传送阵吗？还差最后2个人就可以开启了。那就是说，除了我之外，再等1个人就能出发了。没错，最近去红莲城的人比较多，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来。听到工作人员的话，陈阳点了点头。支付了5万枚金币的传送费后，他被工作人员带进了贵宾室。这里已经等着8个人了，4个中年人，4个年轻人，两坐在一起。陈阳的到来也引起了这些人的注意，不过只是打量了他几眼，这帮人就对着虚空点了起来，显然是在使用生活功能，都是去参加秋招的。
陈阳找了单独的沙发坐了下去，也对着其他人打量了起来。那几个年轻人看上去比自己要小几岁，应该是去参加秋招考试的。还没等他屁股坐热，工作人员又领着2个人走进了这里。各位，人数够了，可以开启传送阵了。紧接着又有几个工作人员上前打开了贵宾室的大门，领着众人来到了外面的传送阵上。这座传送阵上刻满了符文，地上更是摆着3颗散发炫光的宝石。一行人踏入传送阵后，3名工作人员走到宝石的位置，口中也开始了吟唱。就在他们吟唱结束的瞬间，一道炫光笼罩了传送阵里的所有人，白光耀眼。陈阳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再次睁开后，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雕像。那是一个人形雕像，周身被红莲状的火焰笼罩，手里拿着一把法杖，身上穿着华丽的长袍。这雕像就是红莲公会的创始人，人称红莲魔神的东方子明。第27章进入考区。关于东方子明的传说，生活社区里有许多的帖子。在幻游界融合现实的初期，这位红莲魔尊就展露出了峥嵘，成为了人族当时的10大强者之一。也正是这10大强者创立了如今的10大公会。只是后来在跟幻游界的战争中，这位顶级强者为了守护红莲城，以生命为代价击杀了一头神级 BOSS。 这座雕像就是为了彰显他的功绩而建造的。除了陈阳之外，那几个年轻人也看着偌大的雕像，眼神中充满了敬佩与向往。时间还早，坐传送阵直接去红莲学府。陈阳走向了最近的城内传送点，花费了100枚金币后，他来到了红莲学府。时间是下午的2点，学府外站满了人。小哥，来报名秋招考试的吧？一个年纪看上去27、8的人走到了陈阳的旁边，压低了音量。填报名表得先取号，我这有现成的，你填好，我帮你送进去，只收你1万枚金币，怎么样？陈阳愣了一下，随即有些哭笑不得。想不到穿越之后还有黄牛这种职业呢。不用了，他摆了摆手，打开生活功能栏，给一个人发去了消息。是星雷副校长吗？我是陈阳，我现在在红莲学府的外面。这个星雷就是贺连云提到的那位副校长，在红莲学府主管校务。你在门口等着。等了10多分钟后，陈阳收到了一条消息。又等了几分钟，学府的大门里走出了一个人。看到那人后，人群一下子躁动了起来，争先恐后的想要将手里的表格递过去。那人冲着人群发出了一声高喊：谁是陈阳？这呢？听到对方喊自己，陈阳连忙举手高喊：都给我让让！谁要是再挡着路的，直接取消参考资格。这话一出，挡在门的人立马让出了一条通道。陈阳见状，快步跑了过去。跟我来吧。那人领着陈阳进入了学府之中。那人谁啊？居然让周主任亲自出来接？不知道啊，有点面生，没见过呀。估计是哪个大人物的亲戚，我要是有个180级以上的亲戚就好了。算了，老老实实排队吧。门外，一群人看着陈阳的背影，别提有多羡慕了。红莲学府里，那人走在前面，开口道：我是学府招生办的主任，周泽远，你可以叫我周主任。好的，周主任。陈阳应声道。副校长那边跟我打过招呼了，虽然你的年龄大了一点，但你的父母都是英雄，学府创立之初就有过规定，英雄的后代只要想来，学府的大门随时敞开。周泽远说道，英雄这2个字，语气明显有些钦佩。对了，我听说你最近才开始练级，现在多少级了？已经30级了。陈阳没有隐瞒，既然自己打算在这次的秋招中夺魁，隐瞒等级这些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么快？周泽远愣了一下，不过转念一想，他也反应了过来。眼前这小子的身上可是有着几千万枚的金币，随便买些极品的装备跟技能，升起级来那就跟坐火箭似的。我买个那个超限法师的职业球，又搞了一套高智力的装备，云舒那边还给我了几个强力的技能，所以就升得快了一点。原来是这样。听到陈阳的话，周泽远点了点头。超限法师这个职业他是知道的，在穿上一身极品装备又有强力技能的情况下，这个职业的刷怪效率确实可以用离谱来形容。以你这个职业的前期优势，倒是有机会争一争这次秋招的前10。周泽远对超限法师的强度给予了认可。对了，你开了高倍消耗的隐藏类技能吧？是。陈阳也不否认。周泽远能在人才济济的红莲学府当上招生主任，其实力至少在180级以上，可他却开口询问起了自己的等级，这说明魔法隐藏起到了效果。很聪明，不过我得提醒一下你，这次的考试，所有学员的战斗都在压制法阵里进行，在那里面，你的技能装备都会被压制，最多只能发挥出黄金级的强度。当然，隐藏职业肯定会比普通职业更具优势，但这一届的秋招，隐藏职业的学员可不在少数啊，你得多去了解了解。周泽远虽然没有明说，但陈阳还是听懂了。这是在告诉自己，这场秋招考试里，
自己的装备跟技能优势将不复存在，即便身为隐藏职业，也会对上其他同为隐藏职业的学员。只有了解那些隐藏职业的特性，自己才能在战斗中占据主动。谢谢周主任提醒，陈阳表示了感谢。先去办手续吧，然后我让人带你去秋招考区，先过去熟悉一下环境。在周泽远的带领下，陈阳在招生办的办公室里填写了信息表格。接着，一名老师开启了传送门，将他带到了秋招考区。说是考区，这里更像是一个度假村，有很多学员早就来到了这里，在一片大空地上互相战斗着。陈阳清楚地看到，在那片空地上有着类似结界一样的能量场，应该就是周泽远说的压制法阵了。考区里可以自由活动，想要出去的话，去管理处登记一下就行。食堂有自助餐，都是免费的，要是还有什么问题，去管理处，有人会帮你解决。那名老师一边说，一边将陈阳带到了一个房间门口。这是你的房卡，考试期间你就住在这里了。好的。接过房卡，陈阳打开房门走了进去。房间不大，跟酒店的普通套房一样，不过比起自己之前住的酒店就差了很多。先躺一会，再出去看看。咚咚，就在陈阳刚准备躺下时，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打开门，外面站着的是一个年轻人。哥们，你是刚来的吧？这人笑容满面地看着陈阳，主动伸出了手。我叫廖听，别人都叫我包打听。你在这考区里有什么想知道的，我都可以帮你打听到。包打听？陈阳闻言眉头一挑，这倒是有意思了。周泽远刚才还暗示自己要了解一下，这消息就送上门了。什么价？没有急着询问，陈阳来了一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廖听上赶着来找自己，目的不言而喻。哥们是个爽快人啊，我这有秋招各个学员的基础信息图鉴，1万金币一份，不讲价哦。廖听嘿嘿地看着陈阳，就等着发起交易请求了。1万金币？你看我像沙比吗？陈阳翻了个白眼，反手就准备把门关上。5000，哥们，我已经退了一大步了，要不你再还个价，合适了我们就交易。廖听赶紧用手挡住门，开口道：行吧。陈阳若有所思，点头道：100枚金币，成交。本来还想还个低价，谁知道廖听答应的这么快，陈阳无语了。廖听向你发起了交易请求，是否接受？算了，100就100。陈阳接受交易，交出了100枚金币。紧接着，廖听拿出了一个本子，这上面记录了综合实力排名前50的所有学员，包括了他们的职业、等级以及单挑胜率。拿过本子，陈阳翻开了第一页，上面有一张照片，是个长相稚嫩的萝莉妹子，下面写着一个名字：赵兆美。后面还有一排信息：等级30级，职业治愈画家，考区 PK 胜率 58%， 综合实力评定第50名。这一页到这就没了。陈阳抬头看了看满脸笑嘻嘻的廖听，显然想要获得更详细的信息，那就得花更多的金币了。第28章，30万的护盾值，看你打多久。那行，就这样吧。廖听一副奸商嘴脸，陈阳也不惯着他，直接就是一副关门送客的架势。哥们，你别急啊。这家伙用手抵着门，连忙开口：不想买详细信息也行，我可以免费告诉你这份名单上2个人的职业特性还有战斗习惯。听到这话，陈阳眯起了眼睛。鲁树人曾经说过，免费的才是最贵的。什么条件？陈阳问道。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舒服。廖听嘿嘿一笑，只要告诉我你的职业特性就行。1换2，这笔买卖很划算吧？陈阳闻言呵呵一笑，看似很划算的买卖，实际上这家伙就是在空手套白狼啊。用不着，有这些就够了。陈阳比了比手里的那本册子，用力将门一关。对于自己而言，册子上这些人的职业特性并不重要，只需要知道他们是什么职业就够了。躺在床上，他继续翻看册子上的其他人，每一个人都是隐藏职业，并且这些人在考区里的单挑胜率都在 58% 以上。从第15名开始，胜率达到了 65% 以上，到第10名的时候，这人的胜率达到了 70%。陈阳翻到了册子上的最后一页，照片上是一个长相帅气、眼神十分凌厉的男人。南宫喜，等级30级，职业幻影刺客，考区 PK 胜率 100%， 综合实力评定100%胜率，这么强？陈阳啧啧点头。虽然这次的秋招还没有正式开始，但已经有很多学员提前进入了考区。这些学员在考区互相进行 PK， 一来是为了找 PK 的感觉，以此提升自己的单挑能力；二来是面对能克制自己的职业，也可以通过实战的方式来寻求对策。考区 PK 胜率的排名就相当于个人战的单挑能力，能够在一众隐藏职业玩家中拿下 100% 的胜率，这个南宫席确实是有点东西的。也是刺客类的职业在单挑的情况下有非常大的优势。
在职业的克制里，刺客对于远程系的脆皮都有极大的威胁。不过在自己这，刺客克制法师的理论并不存在。把法力值转血，或者开高倍消耗的血盾，这家伙绝对秒不了我。而只要他一露头，就会被我瞬秒。要说伤害的爆发能力，在这整个考区里，陈阳敢认第二，那绝对没人敢认第一。怎么说呢？就算是隐藏职业，想要打出高爆发，肯定是有各种限制的。刺客类职业虽然不依赖蓝条，但是他们释放技能是需要能量条的。技能的伤害加成再高，职业特性再强，天赋能力再出众，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撑，也绝对无法打出夸张的伤害。出去逛逛，也没什么东西好收拾的。陈阳走出了房间，门外廖听已经不见了。朝着之前的那片大空地走去，陈阳在路上碰到了很多的学员，这些人的年龄都在18、19岁的样子。大空地上的学员人数最多，大约有200-300人，在地上画着线，将整片空地隔成了10个足球场般大小的区域。每个区域里都有2名玩家正在战斗，边上则站满了人。陈阳走到一个区域边上，看向了里面正在战斗的2名玩家，是那个赵美，其中一个正是排名第50的那个萝莉妹子，她的手里拿着一支画笔，眼神凌厉地盯着自己的对手。另外那人手里拿着2把手枪，一身牛仔的造型，脸上挂着非常自信的笑容。小美，你的蓝已经快空了吧？画家毕竟不属于战斗职业，能跟我打得有来有回，你的能力确实很不错了。拿着双枪的人率先开口，那语气就像是胜负一分。还没结束呢。赵美满脸的不服，手执画笔在虚空中快速画了起来。画灵速！眨眼间，他画出了一头灵敏的豹子。这头豹子一闪而没，融入了他的身体。下一秒，赵美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径直地冲向了那个双枪男。没用的，你的伤害不够。双枪男站在原地，嘿嘿一笑，乱射！就在赵美靠近的瞬间，他的身体快速转动，双手的2把枪里以极快的速度射出了大量的散弹。赵美的身体被散弹直接逼退，头顶更是出现了一个10万加的伤害数字。下一秒，赵美整个人瞬间出现在这片区域的外围。赵美可以啊，一个治疗职业能跟排名第20的列文峰打得有来有回，还把他的大招逼出来了，确实厉害。这妹子组队战的发挥肯定会非常亮眼，真想跟她组队啊！画家不但治疗能力强，而且辅助能力一流，组队战肯定能进前10。行了吧，人家会跟你组队才怪呢。我要是他，那肯定跟最强的组，只要组队战拿下第1，这次秋招稳进前10了。观战的玩家们看着输掉 PK 的赵美，没有丝毫的轻蔑。辅助类的职业本来就不擅长 PK， 个人战能够这样的表现已经很顶级了。小美，跟我组队吧，你的辅助能力加上我的伤害能力，我们的队伍肯定能拿下第1。双枪男站在 PK 区域里，对着赵美抛出了橄榄枝。只要你能在个人战进前15，我倒是可以考虑跟你组队。赵美没有拒绝，提出了一个条件。没问题。双枪男还是那副自信的表情。本少爷今天心情好，还有谁想上来玩玩？列文峰冲着在场观战的一众玩家发出了高喊。没有人上前。虽说这 PK 区域有保护机制，但在明知道不可能赢的情况下，没人会主动求虐。他们现在就盼着列文峰早点退场，其他人好上去 PK 一下。没人上。场边陈阳有些跃跃欲试。按照周泽远的说法，这 PK 区域会压制玩家的技能跟装备，那自己开启 PK 后，属性跟技能伤害方面肯定会有所变化。提前熟悉一下也好过之后手忙脚乱。排名第20是吗？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强度吧。想到这，陈阳果断走进了 PK 区域。场外不少人看着勇气可嘉的陈阳，不由得议论了起来。这家伙谁啊？居然敢跟列文峰打？没见过呀，面生得很，应该刚来不久。啊，那这家伙要倒霉了呀！列文峰这鳖孙就喜欢虐菜。嘘，你小声点，别让列文峰那家伙听见了。又是虐菜局，没啥好看的，赶紧结束吧，还等着这个场练 PK 呢。对于陈阳这个生面孔，这帮在 PK 区里混了好些天的学员们并不看好。哦，没见过你，新来的？列文峰对着陈阳打量了几眼，眼神中满是轻蔑。第一次 PK， 先让我熟悉一下呗。陈阳笑了笑，开口道。呵，列文峰满脸的自信。给你1分钟的时间。一边说，他一边向后退去，跟陈阳拉开了距离。打开属性面板。陈阳打开了属性面板，自己的基础属性发生了变化，幽冥之躯的百分比加成大幅度的降低，史诗级装备的词条直接没有生效，其他装备的属性也都被压制到了同等级黄金级装备的属性。不过自己的法力值还在100万以上。打开技能栏。陈阳接着打开了技能栏，史诗级的技能都被压制了，伤害加成都变成了黄金级的档次。他看了一眼血盾术，
法力值的消耗没有降低，血盾值却变成了2万点。先开个盾，再试试你这家伙的强度，那就来个150倍消耗，30万的护盾值，看你打多久。第29章秒人的对决。压制状态下使用血盾术确实是有点亏，不过陈阳并不在意。按照30级的玩家穿着一整套的30级黄金装备来计算，烈文风这个枪手要是全敏捷加点的话，在全敏捷装的情况下，敏捷值最多也就4000点。当然，这是在极限加点的情况下。算个毛啊，直接来个高倍消耗的法眼窥视不就知道了。超限爆发，10倍消耗，法眼窥视。陈阳对着烈文风使用了窥视技能，在提升法力消耗的情况下，这个技能的效果也得到了增强。下一秒，一个属性面板出现在他的眼前。玩家烈文风，职业全能枪手，等级30级，生命值375600，物理攻击42450，物理防御37560，法术防御11100，法术抗性10%，物理抗性10%，伤害减免10%，物理穿透20%。属性加成这么高，看到面板上的具体属性，陈阳啧啧点头，也难怪这家伙那么有底气了。黄金级技能的伤害加成是400%，以他的攻击，一击就可以打出15万加的伤害。喂，规矩都知道吧？考试对战的时候，最多只能使用5个辅助类技能跟3个主动类的伤害型技能，否则就会被直接判负。1分钟的时间就快到了，烈文风举起手里的枪对准了陈阳，跟着发出了高喊。好的。陈阳点了点头。怎么说呢？除了隐藏职业的高属性加成外，在各种限制下，这决斗看起来还挺公平的。喂，时间快到了，你好了没有？动手之前，烈文风还挺讲武德。再等会呗，我换一下装备，看一下技能。陈阳回答道。行，你好了告诉我。烈文风笑了笑，眼神中带着一股玩味，那种感觉就好像将陈阳当成了玩具一样。陈阳也看出来了，这家伙是完全没把自己放在眼里。这家伙的物理防御高，我要不要换一套30级的全体力装备？好像也没必要，那还是全智力吧。脱下身上的装备，换上一身30级的黄金装备后，自己的属性栏也发生了变化。玩家陈阳，职业超限法师，等级30，未进阶，生命值117000，体质 X200，法力值1426852，智力 X200，法术攻击43000，智力 X10 加精神 X5，物理防御6240，体质 X10，法术防御6240，精神 X10，力量624，智力2908加1080，敏捷624，体力624，精神624。这里幽冥之躯的全属性加成在压制下变成了5%。怎么说呢？自己现在算是明白了赫连云之前说的那番话。超限法师这个职业的属性加成确实比其他隐藏职业要低得多，而且身板脆的问题也不是靠法力值转生命值就能解决的。当然，在法力值足够高的情况下，这个职业就是无敌的存在。开始吧！陈阳冲着烈文风喊了一句。就等你这句话了。烈文风闻言，嘴角比 AK 还难压，率先扣下了扳机。砰！一发子弹以极快的速度飞向了陈阳，精准地击中了他的身体。-36600，防御这么低。看到陈阳头上冒出的伤害数字，烈文风一脸的轻蔑。这体力值几乎就相当于30级玩家的裸基础属性了。没意思。烈文风没有客气，另外一只手也跟着扣动了扳机。砰！又是一枪打在了陈阳的身上。-36600，两次普通攻击直接造成了7万加的伤害，这就是隐藏职业跟普通职业之间的差距。这家伙没戏了，被这2枪直接人都打傻了。谁说不是呢？这种属性加成上的差距根本没办法弥补啊！估计再有一枪，这小子就输了，当看热闹吧。我估计烈文风这小子意犹未尽啊，不会还霸着 PK 场刷胜率吧？管他干嘛，没人上去找虐，这家伙自讨没趣也就走了。眼看陈阳连这2下普通攻击都没躲过，围观的众人已经对其宣判了死刑。他们并不知道，陈阳之所以站着没动，完全是一点不虚。怒雷冲击的伤害加成被压制到了400%，2000的法力值消耗比30级的黄金技能消耗还低，简直不要太适合打 PK 啊！以自己这个状态下的法术攻击，400%的加成就是172000点伤害，扣除难攻袭的防御、法术抗性跟伤害减免，最终造成的伤害就是130392点。想要秒他的话，那就要3倍伤害，也就是30倍的消耗，6万蓝就能把他给秒了。算出这个数字后，陈阳眼皮都跳了一下。
如果自己没有被动天赋，全智力加点的情况下，法力值也有72万，全部用来使用怒雷冲击的话，除非对方开高法防的技能，否则根本挡不住。自己这职业特性，在这种低等级玩家之间的 PK 对决中就是无解的呀。低等级没有提升防御属性类的技能，法术抗性跟伤害减免这些被动技能的加成也低，那么我造成的最终伤害也就高了，法力值消耗一上去，以他们的血量根本挡不住，根本没人能挡得住我呀。明白了这一点后，陈阳看向烈文峰的眼神也变了。本来自己是想跟这家伙好好的对决一番，体会一下 PK 的快乐，可是现在嘛，秒人的快乐似乎也很不错。喂，你傻了？这护盾快被打破了吧？就你这防御，我随便放个技能，你可就输了。烈文峰见陈阳愣在了原地，一脸的没劲。这种一个技能就结束战斗的对决，他刚进入考区的时候几乎把把都是。一开始还真感觉有点爽，毕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一击就结束了战斗，那种虚荣心根本不是18岁的少年能够扛得住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喜欢上了虐菜。跟陈阳说这么多的废话，也不过是出风头的另一种表现。那就结束吧。就在这时，陈阳突然来了一句：“呵呵，你这家伙有自知之明就好。再怎么说，我在考区里的 PK 胜率也排在前20名，输给我实在是太正常了。”烈文峰显然理解错了陈阳这句话的意思，他举起手里的2把枪，将空洞的枪口对准了陈阳。那就结束吧。双枪击！还没等烈文峰放出技能，一道落雷更快一步，轰！雷光直接劈在了他的身上。-391146，一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伤害也从他的头上冒了出来。卧槽，这什么伤害？不是吧，是我看错了吗？接近40万加的伤害，这家伙怎么打出来的？我的天，烈文峰让人给秒了，是我眼睛花了呀。没错，你没看错，那家伙输了，他被送出 PK 区了。观战的众人无不惊叹，他们看过很多场南宫席的 PK， 其中也有隐藏职业之间的对决，可是像今天这样的场景，那简直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啊！要不是两人在 PK 区域里对决，他们都以为场上那家伙用的是传说级技能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与此同时，一个愤怒的声音也跟着响了起来：“你怎么可能秒我？你一定是作弊了。”第30章，等你妹啊！烈文峰咬牙切齿地盯着陈阳，眼神中满是怒火。他是一个骄傲的人，更是在这 PK 区里享受惯了那种被人吹捧的感觉。可是现在，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家伙，仅仅只用一击就让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沦为了其他人眼里的笑柄。愤怒已经冲昏了他的理智。作弊？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吧？陈阳耸了耸肩，一点面子也没给烈文峰留。听到这话，观战的玩家里有不少人忍不住笑出了声。这片 PK 区的压制法阵可是红莲学府布置的，50级以下的玩家进入其中都会受到影响，根本不存在作弊这种说法。被陈阳这么一嘲讽，本就怒火中烧的烈文峰更加的气急败坏。你肯定不止30级，我的血量有40万，就算你全智力加点，30级的玩家能有多少法术攻击？黄金级技能的加成又怎么可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烈文峰这么一喊，那些看热闹的玩家也反应了过来。是啊，以黄金技能的伤害加成， PK 区里的那家伙至少得要10万加的法术攻击才能打出这么夸张的伤害。一个30级的玩家在压制法阵下，有可能达到这么离谱的法术攻击吗？切！陈阳不屑地撇了撇嘴，就许你是隐藏职业。就这么一句话，直接让烈文峰后面想说的话呛住了。是啊，有不少的隐藏职业都能打出超高的爆发伤害，尤其是法系的隐藏职业，在全智力加点的情况下，还真有机会打出这种伤害。我不服，你扮猪吃老虎！烈文峰伸出手指着陈阳，恶狠狠的道：“敢不敢再跟我打一场？来呗！”陈阳一副你随意的表情。有牧师吗？把我血加满！烈文峰冲着人群喊了一句。虽然他很讨人厌，但不少人都想再看一次精彩对决。几个牧师玩家还是给烈文峰加起了血，这里面就包括了一直在观战的赵兆美。血量回满后，南宫席再次踏入了 PK 区。法眼窥视，陈阳又对这家伙用了窥视技能，还挺机灵的。烈文峰这次的面板跟刚才不一样，物理攻击下去了很多，血量多了10几万，显然是换了一整套的体力装。可惜没什么用啊，全能防护。就在陈阳打算发起攻击时，烈文峰抢先一步，身上突然多出了一个光罩，防御类技能。陈阳瞬间反应了过来，这家伙知道自己是高爆发的隐藏职业，也没了一开始的轻视。高爆发职业又怎么样？烈文峰一边扣动着扳机，一边冲向了陈阳。他很清楚，每个职业都有弱点，隐藏职业也不例外。高爆发就代表着这个职业是个大脆皮。怒雷冲击！随着烈文峰冲向自己，陈阳果断一发怒雷，
雷电的速度极快，烈文峰在奔跑的过程中被直接命中。不过他身上的光罩也散发出了一道光芒，挡住了那道怒雷。负65191，伤害低了1半多。这光罩有点东西啊！看到烈文峰脑袋上出现的伤害，陈阳啧啧一笑。这么算的话，光罩带来的伤害减免达到了 50%。30级的技能里，能够达到这么高伤害减免的，至少都是传说级技能。也就是说，这个技能是对方的职业技能，没什么用啊。就算你现在的血量上了50万又怎么样？100倍消耗，20万的法力值，还不是照样送你出局？任由烈文峰冲向自己，陈阳是真的一点压力也没有。自己身上的血盾数还没消呢，扣掉这家伙刚才打的，还有20万加的护盾值，在他秒掉自己之前，足够先秒他个10次了。超限爆发，100倍消耗，炎爆火球，一道火球从陈阳的身前爆发，径直的飞向了烈文峰。枪手逃脱，就在火球即将命中烈文峰的瞬间，他的身体突然消失不见。你的爆发打完了吧？现在该轮到我了。下一秒，陈阳听见了身后传来的一个声音。烈文峰很聪明，他当然知道陈阳第一击的怒雷是在试探伤害，而第二击的火球就会爆发。这也就是说，只要他使用技能躲避火球的攻击，就可以在一瞬间扭转局势。聪明啊，不愧是烈文峰，战斗智商也太高了吧？不是烈文峰聪明，是那家伙有点蠢，一看就是战斗经验少了。是烈文峰赢了，那家伙要打爆发，肯定会消耗大量的法力值，蓝量肯定不足以再支持第二轮的爆发了。哎，这家伙要是输了，我又要看见烈文峰那不可一世的嘴脸了。我先溜了。别啊，看完再说，说不定有反转呢。有啥反转？烈文峰的近身乱射伤害高的一批，这家伙肯定是个大脆皮，根本挡不住。场外本来还想看陈阳再次秒杀南宫席的众人纷纷摇起了头。从烈文峰使用技能摆脱了那道火球，又进了陈阳的身，胜负似乎就已经分了。乱射！烈文峰发动了技能，他的身体开始旋转，2把手枪里也开始散射出子弹。超限爆发，100倍消耗，抗拒火环。也就在同一时间，陈阳的身上爆发出一道耀眼的火环。负169850，负651910，两个伤害同时冒出。紧接着，场上的2个身影中有一个消失不见，被传送到了场外。漂亮啊，太精彩了，哥们，你牛啊！下一秒，场外的观众发出了阵阵喝彩。第一道怒雷是试探，第二道火球是佯攻。场上那家伙算准了烈文峰会贴身乱射，所以把爆发留在了那道火环上。不是，刚才吹烈文峰有战斗智商的呢？怎么说呢？这明眼人一看就是陷阱啊，上赶着钻啊！几个声音响了起来，语气中满是嘲讽。你给我等着！丢尽脸面的烈文峰冲着陈阳放出了一句狠话，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PK 区。等你妹啊！你以为你是灰太狼呢？陈阳翻了个白眼，朝着烈文峰竖起了中指。还有没有人想上来玩玩的？第31章，震惊被瞬秒的赵美。随着陈阳的声音响起，观战的玩家面面相觑，连烈文峰那样的高加成隐藏职业都被秒了，他们还玩个毛啊！我来试试。人群中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声音的主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喊话的正是赵美，看他的样子，显然是想试一试陈阳的强度。行啊！陈阳微微一笑，没有拒绝。既然进了 PK 区，那自己就没想过低调这回事。最好是排名前50的那帮家伙挨个跟自己打上一场，这样自己就能使用法眼窥视，将他们的属性全都摸个底。赵美走进了 PK 区。1分钟，我换一下装备跟技能。行。陈阳摆出一副你随意的表情。1分钟的时间很快过去，赵美看向了陈阳。好了，超限爆发，10倍消耗，法眼窥视。他话音刚落，陈阳直接就是一个窥视。玩家赵美，职业治愈画家，生命值626250，法力值148500，法术攻击24150，物理防御62625，法术防御46500，伤害减免20%。这属性可以啊！看到赵美的面板后，陈阳给予了认可。治疗系的职业，首先需要确保的是自我生存能力。赵美这个画家应该是主精神属性的，双方的加成非常高，也难怪他会想着来挑战自己了。可以开始了吧？赵美喊了一句。开始呗。陈阳应了一句。下一秒，赵美手中出现一支画笔。画灵玉。他知道陈阳拥有秒人的爆发能力，第一时间使用了防御类的技能。画笔画出了一道金钟，笼罩了他的身体。法眼窥视下，陈阳清楚地看见，在这个技能的加成下，
赵兆美的双防提升了3倍，139500的法术防御，那我岂不是只能打32500点的伤害？陈阳眉头一挑，这类防御高的职业还真是挺克制自己的。32500点的最终伤害，以赵兆美的血量，自己得打193倍的法术消耗才行，那就得要40万的法力值啊！陈阳算了一下，自己在全智力加点的情况下，法力值上限就是80万，距离95万还差了15万。不过这15万的差距完全可以用天赋加成来弥补。画灵速！赵兆美再次举起画笔，整个人的速度猛地提升，朝着陈阳直接冲了过去。他的策略很简单，在开启防御技能的情况下，跟陈阳硬碰硬。超限爆发，200倍消耗，怒雷冲击。陈阳也不玩什么操作，直接消耗95万加的法力值。轰！一道怒雷携带着无法抵挡之势，顷刻间落在了赵兆美的身上。负65万！啪！守护赵兆美的画灵被瞬间击碎，他整个人也被传送到了 PK 区外。我的天啊，这什么情况？60万加的爆发伤害，这哥们到底是啥职业啊？太离谱了吧！我还没见过这么高伤害的法系职业啊！这哥们绝对是第一梯队的隐藏职业，考区的天要变了。能在赵兆美开启防御技能的情况下将其秒杀，这家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哪怕是胜率第1的幻影刺客南宫袭，也无法在玉的状态下秒杀赵兆美吧？观战的人群彻底沸腾了，场上那家伙的爆发伤害颠覆了他们的认知。赵兆美的脸色无比难看，整个人都自闭了。在玉的状态下，他的防御高达15万加，再加上他穿着全套的体质装，血量更是有着60万加。可即便他做了十足的应对，却还是连一击都没有挡下。这种无力让他感觉到了挫败。不同于跟烈文峰的战斗，只要他调整思路，大胆博弈，还是有机会赢过那个全能枪手的。但是在陈阳的面前，他是真的一点机会也没有。除非有无敌类的技能，可以在对方打爆发的那一刻进行规避，否则他就只有被秒杀的份。如果这要是在野外的话，对方躲在暗处进行偷袭，他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没蓝了，先不 P 了，大家随意。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陈阳来了一句，接着走出了 PK 区。不少人看着他，一个个若有所思。一个法师想要打出高爆发，自然离不开高法力值的消耗。从那夸张的伤害不难判断，这家伙应该是全智力加点，而且穿着一身智力装，同时还有着非常高的法力值加成。赵兆美紧盯着陈阳，神色十分的复杂。他是考区里生存能力最强的辅助系职业之一，也是组队战里最值得被拉拢的目标。即便个人战拿不到太高的名次，他也有信心在组队战获得至少前3的名次。可陈阳的出现让他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无论是个人战还是组队战，只要这家伙成为他的敌人，他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赵兆美。他朝着陈阳走了过去，主动伸出了手。有事？看着萝莉妹子的纤纤玉手，陈阳并没有握住的意思。是这样的，你知道除了单挑战之外还有组队战吧？赵兆美有些尴尬地收回了手，向陈阳抛出了橄榄枝。有兴趣跟我组队吗？我能保证你的生存能力，让你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他的目的很明确，打不过那就加入，以他的辅助能力再加上陈阳的秒人能力，这支队伍会非常有竞争力，也能吸引其他排名靠前的人加入，从而争夺组队战的第1名。我去，我女神居然主动向人发起组队邀请了，这是被打怕了啊！怎么说呢，这2人组队，只要再找3个 PK 胜率排名前20的，组队战随便进前10啊！众人羡慕不已。没兴趣。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出现了，陈阳轻描淡写的拒绝了赵兆美的邀请。为什么？你是怕跟我组队拿不到第1？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只要你加入，我保证剩下的3个人都是最适合我们这个队伍的，就算拿不下第1，至少也能进前3。赵兆美连忙补充道。他理解陈阳的意思，实力越强，自然想争越高的名次，跟排名靠前的组队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我这人比较喜欢有难度的挑战。陈阳说出了一句非常装 X 的话，这话一出，顿时让赵兆美无比尴尬。是啊，为了争夺组队战的名次，所有人想的都是强强联合，以队伍的整体实力碾压对手。我明白了，祝你挑战成功。赵兆美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在他看来，陈阳的这种行为无疑是愚蠢的。可他忘了一件事，当一个人足够强大的时候，是不需要队友的。第32章，不能动的盾位。陈阳的出现让这片 PK 区变得更加热闹了起来，不少人凑了过来，互相之间议论着什么。看得出来，这帮学员对他的实力相当认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次的秋招，第1我拿定了。物品栏里放着那张品质升级券，陈阳现在就等着将那颗传说级的进阶球拿到手了。到处看看，用法眼窥视摸摸他们的底。
有高倍法力消耗的法眼窥视，只要陈阳想看这帮30级的学员属性如何，根本瞒不过他的眼睛。先找找册子上的人，到处逛了一圈，陈阳也看到了10几个出现在册子上的学员。怎么说呢？他们的属性加成比普通职业高出很多。这种差距，哪怕是职业克制跟战斗经验也无法弥补。这还不包括职业的特性技能。对于普通职业的玩家，他们的 PK 完全就是碾压姿态。不过这些隐藏职业互相之间各有来回，排名高的也不敢说能稳赢排名低的。最关键的是，正式比试还没开始，很多人都会藏拙。毕竟只要进入前10就能获得史诗级的进阶球，对于天赋的提升还是很大的。而他们之所以选择现在的职业，显然跟自身的天赋有很大的关系。天赋越强，他们后期的实力也会越强。喂，听说你很牛逼，要不要跟我打一场？就在陈阳继续观察有实力的玩家时，一个人走了过来。这是个穿着盔甲，手里举着盾牌的男人。从他手里的盾牌不难看出，这家伙是个防御类的职业，可他长得并不高大，反而细胳膊细腿的，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这人一副拽拽的表情，好像看谁都不顺眼似的。有好戏看了，最强的盾找上了最强的爆发，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呢？谁能赢？你这话说的，一看就没水平了吧？这家伙可是跟谁都能五五开的。确实，这家伙是真的谁也打不动，跟谁也打不动。听着众人的调侃，陈阳对眼前这个家伙也来了兴趣。这家伙并没有出现在那本册子上，不过听起来好像挺厉害的样子。最强之盾，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让我看看你的属性。法眼窥视。陈阳对着这家伙使用了窥视技能。玩家洪博涛，职业不动盾位，等级30，生命值952500，物理攻击5550，物理防御114300，法术防御114300，法术抗性30%，物理抗性30%，伤害减免20%。看到这个属性面板后，陈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无论是血量还是防御，这个不动盾位都高得有些过头了吧？可看到这家伙那5550点的物理攻击后，自己算是明白了什么叫谁也打不动了。喂，你看老子半天了，到底打不打？一句话。洪博涛皱着眉头，一脸的不爽。不打。陈阳一摆手，果断拒绝。这家伙的职业特性从面板上就能看得出来，这就是个铁克王八啊！即便他不开防御类的技能，自己也只能打32312点的最终伤害。以他100万的血量来计算，需要295倍的法力消耗才能将其秒杀。这么算下来的话，那就是60万的法力值。乍一算，好像还行。我估摸着这家伙肯定有很多防御类的技能，要不然也不会叫谁也打不动了。陈阳很清楚，一旦自己跟这家伙进行 PK， 对方肯定会第一时间开防御技能。而且这家伙的职业叫做不动盾位，搞不好站在原地不动还有防御加成。以自己现在的法术攻击，黄金级技能的伤害加成根本打不出输出。当然，以这家伙的攻击力，显然也打不动自己。不是，我说你怂什么呢？你不是号称谁都能秒吗？见陈阳没有答应，洪博涛叫嚣了起来。周围的那群学员见状，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虽然洪博涛在考区里未尝一胜，但也没输过，跟谁的战绩那都是平局收场。也正因为对上谁都不会输，这家伙见到谁都敢上嘴脸。陈阳没有接话。如果没有 PK 区域的限制，自己火力全开，这家伙活不过1秒。无视了洪博涛，陈阳扭头就走。册子上还有1半多的人没来，自己也收集不到更多的信息，可以先回去休息了。今天一过，再等5天就是秋招考试了。我的法力值又能提升40万，在 PK 区域的限制下也有180万加了呀。全力出手的情况下，谁能是我的对手？陈阳大步离开了 PK 区。切，什么最强爆发，连跟小爷我交手的勇气都没有。看到没？任何爆发在我面前都是土鸡瓦狗。在洪博涛的眼里，陈阳是灰溜溜的跑了。他露出得意的表情，到处炫耀着自己的实力。最强盾位，爆发克星，求组了！弱鸡队伍别来，要求至少能进前10。洪博涛自吹自擂的高喊着。可听着他的叫喊，周围的学员们都是满脸的嫌弃。不能动的战士，组你干嘛？让你看着队友被干爆，谁也打不动，带你就等于少个人啊！还想进前10的队伍？你看。能进前10的队伍，有人要你不？由于洪博涛喜欢给人上嘴脸，一众玩家不留情面的调侃着。不动盾位这个职业确实能抗，可在组队战的时候，其他玩家也不是傻子，谁会把输出打在一个不动的防御职业上？打不动你，那还不能打你的队友吗？切，小爷我动起来一样肉好吧？打不了伤害，我不能打控制，你们懂个毛啊！
洪伯涛冲着那帮人发出了反驳，颇有种舌战群儒的意思。刚才那家伙倒是提醒了我，能转职成为隐藏职业的，那都是有背景的，肯定会有强力的防御类技能或者闪避类技能。正式对决的时候，我必须要注意这一点。不过有法术隐藏，没人知道我到底有多少法力值，我可以尝试着打爆发，也有容错的空间。毕竟技能没打出伤害或者没命中的情况下，其他人也看不出我到底有没有打爆发。陈阳一边走一边思考着，能够克制自己爆发的只有2种，第一种就是使用技能脱离自己的锁定，将伤害直接规避；第二种就是靠着超高的防御，让自己打不出最终伤害。就目前来看，自己在单挑战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会碰上第一种。不过对方能够躲1回2回，可躲不了3回4回，谁让自己有的是法力值呢？哥们，看不出来啊，深藏不露。就在陈阳回到自己住的房间时，一个人早早的在这等着了。有没有兴趣谈一笔交易？第33章出卖自我。看着等候多时的廖听，陈阳若有所思。这家伙的来意自己大概清楚，只是这生意要怎么个做法？说说看。不请我进去聊。廖听侧了侧身，指了指身后的房门。陈阳什么也没说，上前打开门，径直的走了进去。廖听在后面顺手关上了门。现在大家对你的信息都很感兴趣，都在猜你的职业特性。如果这时候我能获得这些信息的话，一定能够卖个不错的价钱。听到这话，陈阳也明白了所谓的生意是什么。越是夺冠的热门，关于他的信息就越是值钱。尤其是考区里这些排名靠前的学员，一个个家底殷实，花个几万金币去买对手的信息，那真是眉头都不会皱一下。我9你1。陈阳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廖听做的是无本买卖，自己可是实打实的出卖自我。其他学员知道自己的职业信息后，接下去的仗可就难打了。我真是……这句话直接让廖听苦笑了起来。最多64，你6我4。你要知道，这些信息必须卖给对的人，他才会值钱。在整个考区里，只有我才能帮你。廖听将他的作用摆了出来，还了一个价。82，你应该清楚，我没那么缺金币。相反的，越少人知道我的信息，我拿下第一的机会就越大。陈阳笑着开口道。73，作为交换，等单挑战开始后，我可以免费给你提供3场对手的详细信息。廖听加重了筹码。我不需要，82是我的底线，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那就请回吧。陈阳下达了逐客令。怕了你了，就82。廖听举起双手表示了投降。陈阳也不废话，继续道，你说的价钱能卖到多少？考区现在进来的学员一共有364人，你今天在 PK 区那么招摇，很多人都对你非常感兴趣。你也知道，人都是有好奇心的，所以我准备将你的信息分段来卖。廖听说到这，露出了微笑。第一段，你的隐藏职业是什么？这个信息的价格是5000枚金币，我保证至少能卖出去100份，那就是50万枚金币。第二段，你的具体血量，还有法力值，还有其他属性，这个信息的价格能卖多少，要取决于你。他紧盯着陈阳，试探性地问道：你应该开了隐藏类的技能吧？而且是效果非常强力的那种。没错，我可以保证，整个考区没有一个学员能看到我的具体信息。陈阳大方地回答道。那这个信息的价格可以卖到10万，我保证至少能卖出去20份，不过有一个前提。你的意思是，在战斗中，我的属性必须确保跟我所说的数值是一样的。聪明，我太喜欢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了。廖听点了点头，看向陈阳的眼神中满是欣赏。可以。陈阳答应得很干脆。我的职业是超限法师，全智力加点，其他属性都是30级的基础属性。我的血量是12万，法力值是120万。卧槽！听到血条的时候，廖听满脸淡定，可听到那120万的法力值后，他整个人都惊了。难怪这家伙能打出那么夸张的伤害了。这么说，你的职业有高法力值加成，而且你的天赋也跟法力值有关喽？廖听一脸思索的表情。后面的价格就由我来定吧。就在这时，陈阳的声音响了起来。第4段，我的职业特性可以将血量跟法力值上限来回的转换，这个信息的价格得要30万。第5段，也是最关键的信息，我那恐怖的爆发是如何打出来的，上限又在哪，克制的方式又是什么？说到这，陈阳紧盯着廖听。这个信息我只卖1份，而且得等有人付钱以后我才会告诉你。价格是100万枚金币。这个价格让廖听瞪大了眼睛。100万枚金币买一个信息，这家伙是真敢说啊。不过他完全能够理解，毕竟这次秋招的第1名奖励是一颗30级的传说进阶球。只要陈阳能够站在决赛的舞台上，那么他的对手一定会花这100万买下这个最为关键的信息。廖听太清楚考区里那些人的家世背景了，100万枚金币对普通玩家来说算得上是天价，可在他们的眼里只能说是出点血罢了。
接下去的这几天，你暂时不要跟人 PK， 表现得越神秘越好。我可以保证，关于你的这些信息，至少能卖到500万枚金币以上。廖听的语气充满了肯定，他太清楚这个职业能够在考区搅动多大的风云了。在陈阳没出现之前，所有人都认为能够争夺那颗传说进阶球的只有3个人。第一个是单挑之王幻影刺客南宫袭，第二个是有着整个考区最强综合能力的死灵召唤慕容云秋，第三个是号称团队的绝对核心，拥有最强保护能力的圣光骑士李盘。一个被认定是单挑赛的第一，一个被认定是组队赛的第一，一个被认定是综合第一。这3人互相存在着竞争关系，是绝对不可能组队的，而且一直都在打听对方的关键信息。那我就先走了，金币拿到手后，按照说好的比例，我1枚都不会少你。不送了。随着廖听离开了房间，陈阳嘴角微扬，通过这家伙的嘴，自己很快就会成为争夺传说进阶球的有力争夺者，同时还能获得数百万枚金币的收益，一举两得呀！等着吧，再多几天就能收钱了。陈阳大字一趟倒在了床上。接下去的这几天，自己不会再去 PK 区了。跟南宫袭、李盘那些夺冠的热门不同，他们一直都是红莲城里的风云人物，在练级、训练的过程中，难免会透露出一些职业的特性，这些信息都是有迹可循的。但自己不一样，在今天之前，根本没人知道自己这么1号人物，哪怕他们去查自己的过往，只会惊讶地发现一切是那么的无迹可循。也正因为这样，廖听手里的信息才能卖出高价。知道了我的职业特性又怎么样？该秒你还是秒。陈阳底气十足，天赋才是自己最大的底牌，也是绝对不能让人知晓的秘密。等自己拿到那颗传说进阶球，再用晋升卷将其提升至神话级，完成神话进阶之后，自己的崛起速度将会成倍的增长。1000万法力值，100级强者在我面前也得夹着尾巴做人。1亿法力值，200级强者我也不虚了。10亿法力值，请叫我超限法神。第34章，我就喜欢脆皮。在天赋不提升的情况下，一天提升的法力值上限是86000点，1000万的法力值就需要116天的时间。那么1亿法力值就需要1160天，10亿就需要11600天。31年以后，自己就会成为10亿法神。但使用神话级进阶球后，以每秒3点法力值来计算，31年的时间就会被缩短3倍。等到了50级，天赋还可以再次升级，还有100级、150级跟200级。如果每次都是神话级进阶，那每秒提升的法力值少说能够达到25点，那一天就是200万的法力值啊！10个亿就只需要500天，就是这么简单的计算。陈阳对自己的将来无限看好。超限法师的职业特性摆在那里，10亿法力值也就相当于10亿血条啊！先拿到那颗传说进阶球，然后就专心提升等级。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一个隐藏职业成为了考区里茶余饭后的话题。喂，你们都知道了吧？那天那个家伙是个隐藏职业，你们猜是什么？猜？都知道了好吧？不就是超限法师吗？超限法师？这是个啥职业啊？好像没怎么听说过啊。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这个职业之前在拍卖行上价了5000万枚金币。卧槽，5000万枚金币？那家伙谁啊？哪来这么多的钱？据说是红莲公会某个大佬的私生子。切，瞎说了不是，明明就是外甥。怎么我听到的是那大佬暗恋他的母亲，所以对他格外照顾。路上、食堂、PK、住宿区，各种八卦满天飞。身为这场八卦的主人公，陈阳毫不在意。议论的人越多，这就说明想知道自己信息的人越多啊。除了吃饭之外，剩下的时间他都躲在了住宿的房间里。在这期间里，廖听并没有再出现过，反倒是有不少的学员找上门来。这些人的目的很简单，组队。能够卖到5000万金币的职业，强度无庸置疑，再加上陈阳那神秘的背景，若是能够与其组队，将来进入红莲学府后，那就相当于抱上了一条大腿啊。一开始陈阳还会跟这些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几句，后面找的人实在是太多，直接在门口挂上了组队勿扰的牌子。几天的闭门谢客后，也就没人再来自讨没趣了。明天单挑赛就正式开始了。5天时间过去，我的法力值又多了43万。第6天的时候，陈阳睡到日晒三竿，从床上爬了起来。其他的属性没有任何变化，法力值却变成了180万加。这还是在没穿那件15%法力值词条装备的情况下。抽签去了。陈阳走出房间，准备前往 PK 区。在明天单挑赛开始之前，考区里的所有学员要进行抽签分组。来到 PK 区后，这里等着大量的学员。从人数上来看，至少有上千名学员。虽说只有1000多人，但这些人可都是从红莲公会的3座主城区里千挑万选出来的。陈阳的到来引起了众多学员的瞩目，毕竟是考区里的风云人物，
同时还是夺冠的热门种子，不少人都对这神秘的超线法师好奇不已。随意的走到一个位置，陈阳无视了周围那些打量的目光，很没有高手风范的打起了哈欠。旁边的人下意识的跟他拉开了距离，空出了一片几米的范围。这样的空地还有不少，身处其中的一看就不简单。陈阳看向了那些人，发现他们同样也在打量着自己，眼神中或多或少带着一股敌意。这就是南宫席。很快，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跟自己有着相同大小空地的年轻人，那张脸跟图册上排名第一的照片一模一样。不同的是，真人比起照片多了几分凌厉。似乎察觉到了陈阳的目光，南宫席的视线也望了过来，他的眼神中满是敌意，更是冲着陈阳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毫无疑问，这是在挑衅。同为夺冠的大热门，为了争夺那唯一的传说进阶球，南宫席对自己做出这种宣战的举动，陈阳还真不意外。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底气。10倍消耗，法眼窥视。陈阳对着南宫席直接使用了窥视类技能，窥视失败。让他意外的是，百试百灵的窥视这次却没有成功。显然，南宫席开启了隐藏类的技能，或者是通过其他手段隐藏了自身的属性。10倍不行，那我就来100倍呗。陈阳撇了撇嘴，加大了法力值的消耗。法眼窥视，100倍消耗，窥视失败。100倍的消耗，法眼窥视的效果提升了10倍，却还是没能看到这家伙的属性面板，这说明他的隐藏手段不简单啊。法眼窥视，1000倍消耗，100倍不行，那就1000倍。消耗了100万的法力值后，一个面板也出现在陈阳的眼前。玩家南宫席，职业幻影刺客，等级30，生命值92250，物理攻击83550，物理防御6150，法术防御6150，闪避30%，物理穿透20%，无视减免20%，9万血，6000防。看到南宫席的属性面板后，陈阳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家伙的8万物理攻击确实有些夸张，可这身板比自己还脆啊！我都不用超限爆发了，随便一个技能打在他身上都是秒啊！怎么说呢？本来陈阳还把南宫席当做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现在一看，自己是真不知道怎么输啊！就算他有闪避属性，就算刺客可以隐身，又或者他还有闪避类的技能，可那又怎么样？对决开始，只要自己直接用大范围的 AOE 技能席卷整个 PK 区，这家伙根本无处可逃。起手就是3个瞬发 AOE， 实在不行再来无冷却瞬发 AOE， 就他这身板，连对我造成伤害的机会都没有。不过这家伙要是对上我，肯定会换一身体力装，血量应该会在20万以上。30级的黄金级 AOE 技能是 350% 的伤害加成，我一个技能打在他身上就是13万，2个技能就能秒。以4000的法力消耗来计算，无冷却加瞬发的话，一个技能就是88000点法力值，按照我透露出的法力值来计算，能放13次。就算他有闪避类的技能，也不可能挡住我13次的轰炸，而且我也不止120万的法力值。第35章，陈阳的克星。相比于那种血厚防高的职业，陈阳是真不怕南宫席这种脆皮职业。刺客类职业绝对是血克法系职业的。虽然 AOE 技能是可以对隐身状态下的敌人造成伤害的，还可以打破隐身效果，但 AOE 技能都需要读条，刺客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打断施法，稳稳的占据先手机会。可一个不需要读条就可无冷却释放高伤害范围技能的法师，刺客该如何应对？答案是无解。如果是在野外的话，刺客还可以凭借高机动性跟隐身进行拉扯，但这里是 PK 区，在有限的范围里 ，PK 的双方一旦离开 PK 区，会立刻被判负。南宫席拿陈阳根本没有办法。当然，在南宫席的眼里，他的想法同样如此。一旦陈阳给了他近身爆发的机会，他有十足的把握将这个脆皮法师瞬秒。高伤职业之间的对决就是如此，比的就是谁先秒谁。陈阳将视线转向了其他人，对一些空地比较大的玩家使用了法眼窥视，100倍的窥视都看不见，有备而来啊！这是对于这些人，100倍消耗的法眼窥视全部失败，这也让陈阳意识到了一点，他们都有可以抵挡窥视类技能的手段。不急，反正抽签还得一段时间，一个个慢慢看。挡得住100倍，挡不住1000倍，自己只需要消耗100万的法力值，就能将这些人看得清清楚楚。又等了好一会，一群老师打扮的人来到了 PK 区，领头的正是招生办的主任周泽远。同学们，你们都是从3大主城区里筛选出来的精英，每一个人都称得上是可造之材。可生活在这个时代，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公平可言。这次的秋招考试，红莲学府只会从你们当中录取1半的学员。相信你们都知道具体的考试规则，有实力的学员也不用担心，无论是单挑战还是组队战，采用的都是双败制。听到周泽远的话后，不少学员微微松了一口气。
双败制的规则下，就算运气不好，在第一轮就抽到了那些个种子选手，也还有杀回来的机会。下面我们开始第一轮的抽签，抽到相同号码的学员，明天早上7点，按照号码的顺序进入对应的 PK 区进行对决。周泽远说完后，招生办的老师们手里拿着一个箱子走进了人群中。很快，一名老师走到了陈阳的跟前，他伸出手，随意的从里面抽出了一颗写着号码的球。168。周围不少人盯着球上的那个号码，赶紧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发现数字不一样后，一个个都松了口气。这家伙可是个秒人怪啊！真要是在第一轮对上了，连表现战斗能力的机会都没有，就得去败者组了呀！我特么！人群里，一名学员看着手里写着168的号码球，整个人都要哭了。跟他同样表情的还有不少人，显然这些人都中了大奖，成为了种子选手们第一轮的对手。兄弟，默哀吧，你还年轻，今年进不了红莲学府，明年还有机会。总是要有人受伤的，还好那个人不是我。哥们，千万别气馁，那个超限法师是个大脆皮，你还是有一点机会的。靠，你们说的简单，有本事跟我换个号码。听着其他人那幸灾乐祸的表情，抽到168的那名学员拿着号码球，冲着周围的大喊：我跟你换！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众人下意识的看去，想看看究竟是哪个勇士这么的有勇气。可看到那个人后，一个个全都皱起了眉头。那是个拿着盾牌的战士，人称谁也打不过的洪博涛。换，我肯定换啊！拿着168的那人快步跑了过去，把号码球交了出去。洪博涛接过那颗168，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嘿嘿，别人都怕你，可我不怕你，我可是你的克星。他看着陈阳，语气中带着一股叫嚣。这家伙什么意思啊？陈阳皱起了眉头。要说考区里的所有学员，这个不动盾位显然是最克制自己的，可这家伙也没必要在第一轮就找上自己吧？就算自己赢不了他，这家伙能稳赢自己吗？我盯着你呢。洪博涛冲着陈阳比了一个手势。切！陈阳撇了撇嘴，转身离开了 PK 区。换号码这种行为显然是被默许的。至于洪博涛找上自己，这背后恐怕没那么简单。是因为我的出现让一些人感觉到了压力，所以想用这种方法来迫使我提前出局。回到住宿的房间里，陈阳陷入了沉思。单挑战里没有提到平局这种说法，换句话说，一旦平局的话，对决的2名玩家会被直接判负。洪博涛确实有着能跟自己平局的机会，指使他的人应该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会让他在第一轮的 PK 就找上自己。会是谁呢？南宫袭？还是另外那2个争冠玩家？陈阳眯起了眼睛。怎么说呢？这种通过换号码球来给自己压力的行为非常下作，可不得不承认，这个行为确实给到了自己压力。还是先想想怎么搞定这家伙吧。他站着不动的情况下，10几万的法术防御，只要防御类技能轮流开，那我就只能等他的蓝耗光，然后再打爆发。不行，这办法行不通。转念一想，陈阳否定了这种打法。既然洪博涛找上了自己，那他肯定从廖听那获得了自己大量信息。PK 区里虽然有着各种限制，但决斗的双方都是可以嗑药的。洪博涛完全可以通过无限柯蓝的方法来跟自己一直耗着。一旦长时间没有分出胜负，学府方一定会判双负，那就得用真伤类的技能了，要不然就是能够增加法术攻击的 buff。 想到这，陈阳打开了拍卖行，搜索了真伤技能这几个关键字后，拍卖行里空空如也。接着是法术攻击，这类的技能倒是有不少，不过加成很低，30级的黄金级技能才加 10% 的法术攻击，而且蓝耗也不低。要是用超限爆发提升技能效果的话，就算自己的法术攻击上去了，打伤害需要消耗的法力值也不够用。这要怎么搞啊？用超限爆发先大量提升我的法术攻击，这样也能延长 buff 的持续时间，再等回蓝打爆发。办法也不是没有，只是这么做的话，战斗持续的时间会拖到好几个小时以上。对了，不动盾位，我要是让他动了，这家伙不就没那么高的防御了吗？陈阳突然想到了一个新的思路，控制类技能。用这类技能让这个不动盾位强制位移，然后在一瞬间打出爆发伤害。等会好像也不用这么麻烦。顺着这个思路下去，陈阳顿时眼前一亮。要说控制类的技能，自己不是还有个血色驱使吗？虽然 PK 区的压制法阵会让史诗级技能的效果变成黄金级，并且蓝耗也不会降低，但这个技能的效果是不会改变的。起手直接100倍消耗，然后驱使那个家伙，让他直接走出 PK 区，那我不就赢了？陈阳想到了最快也是最简单的办法。第36章，恶心人的洪博涛。PK 区里的限制对自己影响巨大，而且当着那么多玩家的面，自己也不可能暴露出全部实力。要是在野外碰上，陈阳还真不怕这劳什子的不动盾位。
这家伙要跟我耍无赖，那我没必要跟他讲武德了。有了对策，陈阳也没了压力。对付这种防高血厚、保命能力强却又十分笨重的职业，血色驱使还真算得上是秘密武器了。躺在床上，陈阳打开了生活功能栏，好友列表里多了一个人，正是廖听。就在陈阳打算给廖听发消息的时候，对方的消息先发了过来，总共卖了430万金币，按照82的比例分成，你拿344万金币，你看什么时候送过去？可以啊，一些信息就卖出了这么多的金币，廖听这家伙确实有点东西。那就晚上吧。行，到时候再送你个信息。聊天到这也就结束了。时间还早，陈阳闲着无聊，浏览起了生活社区。考区，洪博涛翘着二郎腿，一脸美滋滋的坐在房间的沙发上。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个视频通话的请求。接通后，一个人像投影出现在空中。涛涛，那家伙就交给你了哦。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响了起来。放心放心，那家伙爆发再高也打不死我，明天我直接拖到他被判负为止。洪博涛嘿嘿的笑着，显然很有把握。那就好，等你把他拖进了败者组，我会安排人帮你进入单挑赛前30，之后可能还需要你再去帮我清理麻烦。我一定会帮你的。洪博涛一个劲的点头，随即问道，那个组队战是不是能让我加入你的队伍了？当然，你的实力我可是很认可的哦。娇滴滴的声音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耶！洪博涛闻言，整个人激动的跳了起来。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你的。他紧握着拳头，语气中无比的坚定。入夜，考区的道路上变得冷清。明天就要打单挑赛了，大多数人都躲在了房间里，要么就是养精蓄锐，要么就是研究自己明天的对手。咚咚，陈阳的房门被敲响了。廖听笑眯眯地站在门外，很不见外走进房间，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廖听向你发起交易请求，是否接受？接受。交易面板上，廖听直接放上了350万枚金币。再送你个消息，洪博涛那家伙找上你，是有人指使的。那家伙怕你碍事，就让洪博涛先把你弄去败者组。给了钱，廖听还赠送了一个信息，是那个死灵召唤，还是圣光骑士？陈阳略微思索后，锁定了2个人。我还以为你会猜南宫席呢。廖听有些意外的道，刺客可是法师的克星，第一名总得有第一名的骄傲吧？陈阳笑着道，是死灵召唤。廖听说出了答案，那可是个麻烦的女人，洪博涛就是她的棋子，本来是打算用来对付南宫席的，谁知道半路杀出个你。怎么样，应付得了吗？不行的话，我的号码跟你换换。他试探性的询问道。陈阳还有一个关键信息没卖，而这个关键信息至少要进入前3才能卖出高价，他可以说是整个考区里最不想看见陈阳提前出局的人了。小意思。陈阳耸了耸肩，脸上的表情毫无压力。行，那我可就等着了。廖听闻言，起身准备离开。就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回头道，对了，组队战的队友，你想好找谁了吗？怎么，你想跟我组队？陈阳半开玩笑的来了一句。不，单挑战拿不到前20，组队战根本没有打的必要。我的意思是，会有不少人想成为你的队友，为此他们可不会吝啬。廖听这么一说，陈阳也反应了过来，这可是个捞金币的好机会啊。你觉得他们能出多少钱？陈阳问道。如果组队战能进前10的话，廖听说到这竖起了一根手指，100万枚金币一个人。对，陈阳闻言点了点头。组队战需要5个人，4个队友4个位置，那岂不是又能血赚400万枚金币了？你帮我找人，还是82分？该找谁？怎么找？又如何说服对方掏钱？这些问题，陈阳干脆甩给了廖听。成交！廖听等的就是这句话，转身离开了房间。一夜过去，这一晚，很多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陈阳起了个大早。PK 顺序是根据号码来的，1000多人，总共500多个号码，自己的168算上比较靠前的了。来到 PK 场的时候，已经有学员正在进行 PK 了。周泽远跟几个老师坐在一个看台上，其他老师则在每个 PK 场边上维持着秩序。19号，随着 PK 场里的学员分出胜负，场边的老师会喊出下一组入场的序号。陈阳站在一边等待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个人大步走了过来。洪博涛一脸玩味地看着陈阳，用充满挑衅的语气开口道：喂，你应该知道自己赢不了我吧？要不然这样，我给你一笔金币，一会你直接认输怎么样？他一副吃定了陈阳的表情。你放心，不会有人笑话你的，他们只会觉得你够聪明。哦，陈阳有些好奇，一笔金币是多少？10万。洪博涛竖起一根手指，说了个他自以为很多的数字。傻逼！陈阳翻了个白眼，是真的忍不住了。
10万金币也想打发自己。呵呵，洪伯涛冷笑了起来，敬酒不吃罚酒是吧？那等会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放出这句狠话后，他走到一边，眼神死死地瞪着陈阳。可惜啊，这陈阳有机会拿第一的呀，被洪伯涛这么个瘟神缠上，平局就得被直接判负啊。谁说不是呢？超线法师可是我见过爆发最夸张的职业了，总归是要被职业克制了。碰上个不动王八，那能有什么办法呢？洪伯涛这笔是真不要脸啊！这要是在野外，他这个比职业队友都找不到，也就单挑战恶心人了。不少人看着洪伯涛那副小人嘴脸，纷纷谴责了起来。要说刚好2个人抽签碰上的也就算了，你丫的找人换号码，那确实是专门恶心人了。陈阳将目光看向了 PK 区决斗的那些玩家，直接无视了洪伯涛。这家伙现在有多跳，自己一会就让他有多难看。第37章，滚出去！ PK 区里，学员们的战斗一场接着一场。第一轮的对决里没有太大的看点，那些碰上种子选手的学员毫无翻盘的机会。167、168，2个老师的声音同时响起。下一秒，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168号的那个 PK 区。这一场算是焦点之战了。一部分玩家等着看陈阳跌落败者组，大部分玩家则是想看这位超线法师能否绝地翻盘。等了这么久，终于到我了！洪伯涛摩拳擦掌，一副准备大打一场的架势。陈阳在万众瞩目之下，也朝着 PK 区里走了进去。双方保持30米以上的距离，我喊开始以后才可以发起攻击，都听明白了吗？负责这个 PK 区的老师冲着2人喊道：“准备好就可以向我示意了。”洪伯涛笑了笑，走到了左边，接着站在了那里，一动也不动。我好了，我也好了。陈阳走向右边，跟着开口：“开始！”随着老师宣布开始后，场外的玩家不约而同地看向了陈阳。陈阳没有任何的举动，就那样站在原地，一点也不急着发起攻击。不动之盾，不动恢复，御盾。反观洪伯涛，第一时间就开启了防御类技能。他的头顶出现了一个盾牌的标识，身上也被一团能量所笼罩。喂，你怎么不出手啊？防御拉满的状态下，洪伯涛笑容满面地冲着陈阳发起了挑衅。这就是他这个不动盾位的职业特性，只要站在原地保持不动，防御跟伤害减免就会获得大幅度的提升。但只要在一段时间里进行了行动，这些防御属性就会消失，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再次获得。这也就是他之所以遭人嫌弃的原因。你确实够肉，可一个只能站在原地的 MT 要怎么拉管？陈阳，秒了他，别让这家伙嚣张，让我们看看超线法师的极限啊！加油啊，杨少！也许是洪伯涛实在是太讨人厌，场外给陈阳加油的人非常多。别喊了，你们喊那些屁话没用，这家伙要能秒我，我跪在地上喊他爸爸。还有你们这些喊的，能破劳资的房吗？逼逼赖赖，这家伙赢不赢跟你们有鸡毛关系？洪伯涛嘴臭的不行。切！陈阳摇了摇，属实是看不下去了。这小人嘴脸，自己可不能惯着他啊！笑，就你还笑得出来？有什么本事赶紧给你爹使出来，你爹我不着急，明天吃早饭都行。洪伯涛一副拖字诀，将恶心人发挥到了极致。这家伙在不动的状态下，应该也有控制抗性的减免。不过100万法力值的血色驱使，10倍的效果提升，跟我同级的玩家不可能挡得住。陈阳举起了手里的法杖。哦，终于要出手了吗？我拜托你给点力，别破不了你爹的防就行。都说了让你认输，非得头铁。洪伯涛还是一副吃定了陈阳的姿态。不动状态下，他还有着非常高的控制抵抗，除非是那种时间特别长的控制效果，否则对他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超限爆发，100倍消耗，血色驱使。陈阳的法力值瞬间下去了100万，接着一道血色光芒从天而降，落在了洪伯涛的身上。就在所有人期待洪伯涛头顶冒出的伤害时，那个数字并没有出现。所有人都愣住了，没有伤害数字，这一击没破防。切，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洪伯涛看着自己一滴血没掉的血条，满脸的不屑。可就在下一秒，他的头顶出现了一个驱使的标记。与此同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跪下！听到这个声音后，洪伯涛惊讶地发现，他的身体竟然真的不受控制地朝着地上跪了下去。扑通！刚才还一脸得意的洪伯涛直接变成了苦瓜脸。卧槽，这什么情况？不知道啊，这怎么就跪了？这是控制类技能，而且是非常稀有的驱使类控制。靠，这么逆天吗？这种技能都能拿到？场外不少人面面相觑，他们是真的没想到这场 PK 对决的居然有新的走向。给你爹磕一个！看着洪伯涛脑袋上的驱使图标，陈阳也不跟这家伙客气。100倍消耗，10倍效果提升，血色驱使的时间达到了30分钟，
即便洪博涛有控制抵抗，再加上 PK 区的压制法阵，驱使图标上显示的时间也达到了8分钟。换句话说，在这8分钟的时间里，这家伙将任由自己摆布。咚！你个王八蛋，你敢让我磕头！磕头声跟洪博涛的怒吼同时响起。把嘴给你爹闭上！洪博涛还想说些什么，嘴巴却紧紧地闭上了。再磕一个！陈阳将这家伙当成了玩具，又是一声令下。咚！又是一个响头。洪博涛整张脸憋得通红，那眼神更是恨不得杀了陈阳。帅啊，洪博涛，让你丫的嚣张！这就叫小人得志，总是要被打回原形的。杨少，赶紧控制他离开 PK 区啊，那你就赢了。这真是我见过输掉对决最憋屈的方法了。哈哈，不行了，我肚子疼。早就看不惯洪博涛的学员们发起了群嘲，毫不掩饰脸上的笑意。走到 PK 区的边缘，陈阳再次下达了指令。洪博涛极度的不甘，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走向了 PK 区的边缘。停！差一步就要走出 PK 区的时候，陈阳喊了停。洪博涛的身体一顿，场外围观的众人也愣了一下。这事还没玩够，扇自己耳光，直到我喊停为止。陈阳杀人诛心。啪啪啪！一时间 PK 区里响起了清脆的耳光声。好在他体质高，力量低，巴掌打在脸上并没造成明显的印记。陈阳在人群中扫视了一眼，看向了一个女人。你要是替他求情的话，我可以考虑放他一马。听到这句话，场外围观的学员顺着陈阳的目光看了过去，一个个瞪大了眼睛。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号称综合实力第一的死灵召唤慕容云秋。这意思不就是在说洪博涛是受了慕容云秋的指使吗？洪博涛也看向了慕容云秋，眼神中带着一股希冀。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要赢你的话，才不会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慕容云秋矢口否认道。那就扇着呗。陈阳笑了笑，一副无所谓的姿态。气氛一时间安静的可怕，只听见不断响起的耳光声。陈阳，够了。3分钟后，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发话的是周泽远。毫无疑问，陈阳的作为影响很不好，不过他还是等了3分钟才开口制止。好的。陈阳当然要给周主任这个面子，转而对着洪博涛下达了指令，给我滚出去。下一秒，洪博涛真的滚出了 PK 区。第38章，陈阳的弱点。随着洪博涛离开了 PK 区域，陈阳也解除了驱使状态。下一秒，恢复行动的洪博涛咬牙切齿地盯着陈阳，眼神中充满了怒火。要不是这里是红莲学府的考区，他怕是都要跟陈阳拼命了。你给我等着，这笔账我记下了。他放出一句狠话，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喂，涛涛，别走啊！放狠话算什么本事？有种再跟杨少打一场啊！我说，你们别瞎起哄了，再打一场。是嫌我们涛哥还不够丢人吗？是啊，又是下跪又是扇巴掌的，涛哥以后在红莲学府怕是没脸混喽。你们这帮人怎么就喜欢落井下石呢？我涛哥是什么人？谁也打不过呀，这结果很意外吗？围观的学员望着洪博涛离去的身影，群嘲了起来。这家伙是得有多讨人厌啊！陈阳撇了撇嘴，对洪博涛没有半点的同情。学员陈阳获胜，请进行抽签，确定明天的对手。负责这个 PK 区的老师拿着一个箱子走了过来。陈阳随意的从箱子里抽出了一个号码，32。我特么！人群里一个人看着手里相同数字的号码球，是真的快哭出来了。好不容易从第1轮晋级，结果第2轮就碰到了这个离了大谱的超线法师。就在他感慨命运多舛的时候，一个声音响了起来：有谁抽到了那家伙的号码球？说话的是陈阳，他指着慕容云秋高声大喊。这一喊顿时让在场的所有学员瞪大了双眼。什么意思啊？这是2个有实力争冠的种子选手在第2轮就要碰上。慕容云秋的脸色也沉了下去。陈阳等于是当着考区里所有师生的面向他发起挑战，而这种挑战恰巧是他无法拒绝的。把号码换给他。慕容云秋直视着陈阳，接受了这次挑战。很快，一个拿着28号球的学员走到了陈阳身前。陈阳接过那颗号码球，对着慕容云秋来了一句：明天多穿几件保命装，多带几个保命技能。这句话同样还给你。慕容云秋也不甘示弱地回应道。没有再多说什么，陈阳大步离开了 PK 区。自己想要拿下这次秋招的第1名，碰上慕容云秋是早晚的事。与其让这家伙来找自己的麻烦，不如先给他压力。回到住宿的房间里，陈阳打开好友栏，给廖听发去了一条消息：慕容云秋有什么保命类的手段吗？等了几分钟后，廖听回了一条消息：他有一个召唤物，可以帮他吸收伤害，在受到致命伤害时可以代替他承受。行，这条信息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从后面的金币里扣。这条信息很关键，陈阳也不想欠这个人情。
收钱的事先不急，慕容云秋那家伙已经来找我买你那个最关键的信息了。怎么说，卖还是不卖？购买信息的是明天对手，这场对决更是可以用万众瞩目来形容。廖听很好奇陈阳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卖出克制自己的关键信息。卖啊，当然得卖，100万金币，1枚都不能少。陈阳笑着发出了这条消息。知道了关键的信息又怎么样？还不是拿自己没有办法。好，廖听只回了一个字，显然是找慕容云秋交易去了。赚了这么多金币，该花还是得花啊。陈阳打开了拍卖行，搜索了之前跟法力值有关的技能。那个价值300万的史诗级技能法力文员还在。我要是买了这个技能，在压制法阵下，应该还有15%的加成。那么明天这个时候，我的法力值就能到230万了，而且30%的基础法力值加成，足够我用很长一段时间了。刚赚了350万，陈阳想了想，直接以300万金币的一口价买下了法力文员这本技能书。是否学习技能法力文员？是。学习了这个技能后，陈阳的法力值获得了至少50万加的提升。这要是在练级区里碰上慕容云秋、南宫席那帮人，所谓的对手根本不堪一击。慕容云秋是个召唤师，而且从职业的名词来看，他召唤的应该都是亡灵类召唤物。这家伙虽然有可以替死的召唤物，但能挡1次2次，总不能挡3次4次吧。陈阳使用法力窥视看过慕容云秋的属性，召唤师的主属性是精神，慕容云秋也不例外，他的血量是20万，看上去应该是23加点，也就是2点体质，3点精神。不过在跟自己战斗的时候，他可能会穿一套体质装，这样一来的话，他的血量能达到35万以上。一会我告诉了他克制我的方法，他肯定还是会选择精神装。他的法术防御加成是25点，法术防御估计在7万出头，算上法术抗性跟伤害减免这些，我一个黄金技能可以打他5万左右的最终伤害，只需要40倍的法力消耗就能秒他，一次不到20万法力值，无压力啊。要是以120万法力值计算的话，自己能秒慕容云秋6次，可要是以230万法力值计算的话，自己能秒他12次。这还是在只能使用黄金级技能的前提下。就在陈阳考虑这些的时候，一条消息发了过来，慕容云秋付钱了，他要知道克制你的方法。告诉他，我可以提升法力值的消耗，从而提升技能造成的最终伤害。克制我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让最终伤害变低。原来这就是克制你的方法，告诉他真的没关系吗？廖听的语气中明显有些担心。这条信息实在是太关键了，慕容云秋要是利用好这一点，那可是有机会将陈阳打进败者组的。无所谓，陈阳只回了3个字，廖听也没有再发消息过来。这条信息的关键点看似是最终伤害，可实际上的核心点却是法力值。哪怕自己只能打出1点伤害，只要法力值无限，不管你有多少血条，都只有被秒杀的份。另一边，慕容云秋的房间里，这就是克制那家伙的方法了，值100万金币吧？廖听笑容满面接受了交易。小廖廖，你好黑哦，就这个信息要我们100万金币。房间里还有一个萝莉音的妹子对着廖听撒起了娇。不行，你必须得再多给我们一个信息才行。听着这妹子的声音，廖听连忙摆出一副举手投降的动作，开口道：小莲妹妹，你就饶了我吧，知道这个信息有多难搞到手吗？切，你几句话就赚了100万枚金币，还在这给我卖惨哦。妹子不依不饶。行吧，那就再送你们一个信息，那小子的身份可不简单，背后靠着的是星雷副校长。廖听说出这句话后，逃一般的跑出了屋子。他的这句话也让慕容云秋跟那个妹子皱起了眉头，那家伙的靠山居然是星雷副校长。萝莉音的妹子脸色有些难看。莹莹，我早就告诫过你了，别去惹那些不必要的麻烦。慕容云秋的声音响了起来。秋姐，伦家也是想让你拿第一嘛，可谁知道洪博涛那家伙太废物了，一点用场也没派上嘛。妹子一脸的委屈。算了，这样也好，要拿第一，我跟那家伙迟早要碰上。慕容云秋无奈的摇了摇头，也没有继续责怪的意思。他眯着眼睛想到了一个对付陈阳的思路。既然他的爆发能力跟最终伤害有关，那我只需要将法术防御堆上去，又或者让我受到的伤害降低，那家伙就秒不了我了。第39章，我的技能没冷却啊。就在慕容云秋想着该如何赢下这场对决的时候，陈阳一边吃着零食，一边用生活功能栏看起了电影。时间过得很快，可对于考区里的许多学员而言，这一夜就有些漫长了。第二天一大早 ，PK 区外人潮涌动。7点的时候，陈阳跟慕容云秋都到场了。南宫席、李盘还有那些排名靠前的隐藏职业学员也卡着点来到了 PK 区。比起昨天的那场闹剧，今天的对决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高手对决。绝大多数人都想看看陈阳能不能秒掉这个死灵召唤，又或者是慕容云秋有什么应对超限法师的办法。
少数人则是想通过这场战斗研究出陈阳跟慕容云秋的真正实力，看一看两人有没有藏着什么底牌。抽到号码1-10的学员走向了 PK 区。要说看点，这些学员的 PK 可圈可点，但众人的心思全都放在了陈阳跟慕容云秋的身上。PK 战一场接一场，序号也轮到了第28。陈阳跟慕容云秋一同走向了 PK 区，请双方做好准备。随着负责的老师发话，慕容云秋深吸一口气，整个人如临大敌。反观陈阳，表情十分的轻松。我好了，开始吧。两人的声音同时响起，对决开始。下一秒，慕容云秋没有丝毫的犹豫，抬手召唤出了3个骷髅怪。这3个骷髅怪手持盾牌，体型魁梧，挡在慕容云秋的身前，显然是为了防备陈阳的攻击。紧接着，慕容云秋手里的法杖泛起了光芒，身前也出现了一个召唤法阵。火球！陈阳也不客气，朝着慕容云秋丢出了一发火球。轰！火球以极快的速度飞向了正在召唤的慕容云秋，一个骷髅怪手持盾牌，直接将那道火球挡了下来。下一秒，骷髅怪消失不见。陈阳眉头一挑，自己并没有使用超限爆发，刚才那一击就是普通的火球攻击。这么说，这3个骷髅怪挡一次攻击就会消失？想用这种方法克制我？陈阳微微一笑，出来吧，死灵骑士。与此同时，慕容云秋召唤出了一头体型高大、骑着骷髅马的骑士。骑士连接。紧接着，这个死灵骑士跟慕容云秋的身上连起了一条红色的光线。亡灵大军！慕容云秋继续施法技能，大量的骷髅怪从地底钻出，从数量上来看，将近有40-50个。召唤血肉食尸鬼，他没有丝毫的停顿，又是一个召唤法阵出现。怒雷冲击！陈阳抬手一挥，一道雷光从天而降，落在了慕容云秋的身上。下一秒，他的头上出现了一个1万多的伤害数字，而那个死亡骑士的头上则出现了一个4万多的伤害数字。可以啊，陈阳啧啧点头，知道自己的爆发伤害跟最终伤害有关。慕容云秋采取的策略非常简单，降低他自身所受到的伤害。骑士之阵，抗下了这一击后，那个亡灵骑士举起手中的长剑，脚下也出现了一道阵光。身处光芒之中的那些亡灵怪身上也跟着出现了一道红色的线。场外围观的学员们见状，一个个长大了嘴巴。那红色的线显然可以让亡灵骑士受到的伤害分摊给其他召唤物，而慕容云秋受到的伤害又能分给亡灵骑士。这样一来，即便陈阳有着超高的爆发伤害，也不可能秒掉慕容云秋了。召唤一堆怪我就怕了。流火冲击！陈阳的反应也很快，开始吟唱了起来。慕容云秋没有选择打断，他同样也在进行着召唤。哗！空中一道流火落下，砸在了亡灵怪的中间。10万加的伤害数字从那些怪物的头顶同时冒出，但亡灵骑士跟慕容云秋受到的伤害却维持在了1万点。流火结束，大部分的亡灵怪倒地，一头通体血红的食尸鬼出现在了场上。血肉连接！食尸鬼没有发起攻击，站在了慕容云秋的旁边，身上同样出现了一条红色的连线。火球！陈阳又是一道技能打在了慕容云秋的身上，这一次造成的伤害数字降到了1万点以下。显然3方连接之后，慕容云秋获得了极大的减伤能力。召唤！然而这种连接还没有结束，场上再度出现了一个召唤法阵。太聪明了，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克制超限法师的爆发了。死灵召唤这个职业强啊，进可攻，退可守，太全面了吧。这才刚开始呢，他的召唤物还不止于此，只要他能把召唤物都召唤出来，这场对决也就结束了。别说这种铁桶阵，他还真有机会。慕容云秋的一番操作似乎让胜利的天平产生了倾斜。陈阳眯起了眼睛，廖听说了，慕容云秋有替死的召唤物，即便自己这时候用超限爆发秒他，对方也不会出局。我造成的伤害是9800点，以20万的血量来计算，那就得204倍法力消耗，得要40万的法力值了。先试试吧。超限爆发，205倍消耗。怒雷冲击！陈阳果断出手。轰！技能落下的瞬间，慕容云秋的头上出现了20万加的伤害数字。陈阳清楚地看到，之前剩下的那2个手持盾牌的骷髅又消失了一个。他们刚才躲在死灵骑士的身后，似乎并没有被 AOE 技能波及。你没技能了吧？也就在这时，慕容云秋笑了起来。PK 区的规则是只能只用3个主动类的伤害技能。陈阳用了火球、怒雷跟流火，现在已然陷入了真空期。出来吧，亡灵猎手！也就在这时，那个召唤法阵里出现了一个手持匕首、通体漆黑的召唤物。杀！随着慕容云秋一声令下，亡灵猎手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陈阳。你的爆发是很高，但你的法力值足够支撑再秒我2次吗？慕容云秋嘴角上扬。
他不怕陈阳打爆发，只要能扛住爆发的伤害，一个梅兰的法师就是待宰的羔羊。血色驱使，陈阳也没有废话，使用了控制洪博涛的技能。没用的。慕容云秋见状丝毫不慌，昨天见识过这个技能的厉害后，他又怎么可能没有防备？亡灵意志，被他召唤出的亡灵怪空洞的双眼在这一刻同时泛起了红光。驱使失败，陈阳的眼前也跟着弹出了一个提示。算了，那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结束战斗吧。驱使没成功，陈阳撇了撇嘴，也懒得装了。超限冷却10倍消耗，怒雷冲击，一道怒雷打向了那个拿盾的骷髅，落下后骷髅怪直接消失不见。可这还没结束，超限爆发205倍消耗，超限冷却10倍消耗，怒雷冲击，第二道怒雷紧随而至，只需要22000点的法力值，怒雷冲击是不会有冷却的。第40章，单挑第一就能传说进阶。轰！这一道怒雷直接落在了慕容云秋的身上，超过20万的伤害数字从他的头顶冒出。唰！一道白光闪过，这位死灵法师也被送出了 PK 区。全场寂静，他们本来还等着看一场好戏，结果这就结束了。就那么几道落雷，慕容云秋就出局了。你的落雷为什么没有冷却？ PK 区外，慕容云秋冷冷地看着陈阳，两道落雷间隔的时间只有1S，以至于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忘了告诉你了，只要消耗的法力够多，我的技能可是没有冷却的哦。陈阳大方地说了出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连续使用2道落雷，就算自己不说，其他玩家也能猜得出来。这一局是我输了。慕容云秋撂下一句话，转身就走。陈阳伸了个懒腰，有些懒散地开口道：你要是再不出局，我可就没蓝了。这句话像是刻意说给所有人听的，更是给人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老师，今天不用再打了吧？不用了，过来抽号码，决定明天的对手。陈阳快步上前，抽出了一个号码，124号。都看到了，谁还想跟我打的，自己找人换号码。将这个号码球对着众人比划了一下，陈阳也离开了 PK 区。第二轮的对决过后，胜者组的玩家就会剩下250多人，再过一轮就会剩120多轮。想要决出最后的前30名，至少还需要3天的时间。陈阳倒是一点也不着急，自己每天都会稳定提升86000加的法力值上限，在这考区里不但待得非常安逸，伙食也是相当不错呀。2天的时间很快过去，第3轮跟第4轮的对决没什么看点，轮到陈阳的时候，对手直接选择了弃权。这2轮过后，胜者组的人数只剩下了60多人，30对30，第5轮的对决将决定排名前30的学员。进入这个名次的学员，每个人都能获得一颗钻石级的30级进阶球。30级的练级区里，大领主级的 BOSS 本就罕见，钻石级的进阶球更是有价无市。能拿到这个名次的奖励，对于很多玩家来说就已经很不错了。陈阳抽到的号码球是20，巧的是，这次的对手正是烈文峰。这家伙拿到抽到那颗20的号码球时，整个人手都是抖的。一个技能没冷却，爆发能秒人的法师，他是真的想不到要怎么赢啊！明天见。陈阳笑着跟烈文峰打了个招呼，返回了住宿区。回到房间门口的时候，门是开着的。进小偷了？陈阳眉头一挑，自己早上出门的时候关了门啊。陈阳回来了，进来吧。就在他犹豫着要不要进门一探究竟时，里面传来了一个声音。这是周泽远的声音。身为考区的负责人，他能打开自己的房间门也就不奇怪了。陈阳走进了房间里，让他意外的是，里面除了周泽远外，还有一个人。这是个年轻人，大概24、25岁的样子。这位是……看到这个人，陈阳愣了一下。这人该不会是周泽远的亲戚，想进自己的队伍混个高名次吧？陈阳，这位是我们红莲学府的新雷副校长。周泽远介绍道。陈阳闻言吓了一跳，这个看上去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居然是红莲学府的副校长。对我的外表很惊讶。新雷显然注意到了陈阳那细微的表情变化，笑着开口道：是。陈阳承认道。要说年龄的话，我也有180多岁了。新雷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感慨。陈阳这下也反应了过来，玩家的外表虽然会随着游戏时间的提升发生变化，但有一些特殊的药品是可以让玩家驻颜的。小周，你先出去，我有话要跟他说。知道了，副校长。周泽远毕恭毕敬地走出了房间。新雷对着陈阳上下打量了一番，微微皱起了眉头。这是对我使用了窥视类技能？没成功吧？就在陈阳猜想的时候，新雷开口了。超限法师还真是个不错的职业。听到这句话，陈阳微微松了一口气。这说明这位副校长并没有窥视到自己的属性面板。你的父母曾经跟我也有一些交情。新雷再度开口。
他们是保卫城市的英雄，学府是不会亏待你的。只要这次你能拿下单挑战的第1名，那颗传说级进阶球就是你的了。单挑战第1就行。陈阳瞪大了眼睛，这意思是说自己不用再参加组队战了。其实学府这次收集到的传说级进阶球不止1颗，之所以对外宣传只有第1才能获得，只是为了让学员更具竞争力。最后会根据单挑战跟组队战的综合评分选出前3。辛雷说出了一个秘密，他顿了顿，看着陈阳，揉了揉额头。本来这前3几乎已经板上钉钉了，谁知道杀出了一个你，那么自然就有人着急了。听到这，陈阳恍然大悟，难怪慕容云秋、南宫席那几个家伙对自己敌意那么大。如果没有自己，他们3人拿下前3几乎没有争议。按照辛雷的意思，传说级进阶球刚好3颗，也完全够他们分了。什么条件？陈阳看着辛雷来了一句：条件。辛雷愣了一下，随即大笑了起来。放心吧，我对你可没什么要求。赫连云那家伙救过我的命，再加上我跟你父母的交情，总归是要还的。等你拿下单挑战的第1，我就会把那颗传说级进阶球拿给你。身为红莲学府的副校长，陈阳并不怀疑辛雷有这个权利。那就谢谢副校长了。行了，客套的话也别说了。辛雷摆了摆手，接下来就要说正题了。他的语气陡然变得严肃，也让陈阳眯起了眼睛。合着刚才说的话还不是正题？看这位副校长那严肃的表情，这正题似乎有些不太对劲啊。我接下去跟你说的话，出了这个房间以后，绝对不要告诉第2个人。第41章，你赢不了我。辛雷开场的第1句话就让陈阳感觉到了压力。你应该很清楚，赫连云已经去了200级区域，只要寻找到合适的目标，就可以完成200级的进阶。一旦他完成了进阶，那么红莲公会就会再多出一个副会长。听到这2句话，陈阳皱起了眉头。赫连云的进阶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对于人族而言，多一个200级的进阶强者绝对是好事，可对于势力来说，原本的平衡会因为其他势力的突出而被打破。辛雷说到这，无奈地摇起了头。有人不希望赫连云完成200级进阶，他这一趟可以说是凶多吉少。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虽说自己不是原主，但这位云叔好歹也给了自己那本怒雷冲击，适当的关心还是有必要的。为了变强。辛雷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中带着一股坚定。陈阳能够理解。是啊，为了变强，哪怕是龙潭虎穴也得去闯上一闯啊。不过问题来了，有人不想让赫连云变强，那关自己什么事？我只是个30级的小法师啊。如果你很平庸，那么就没有人会觉得你有威胁。似乎看出了陈阳的想法，辛雷说出了重点。可要是你在这次的单挑战拿下了第1，那就证明你有成为顶级强者的潜质，再加上那颗传说级进阶球带来的提升。你觉得想要对付赫连云的人会让你崛起吗？陈阳闻言点了点头。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在那些人的眼里，自己可以说是赫连云培养的接班人了，有这层关系在，他们怎么也不可能放过一个将来可能对他们产生威胁的存在。那我岂不是很危险？不会有200级的强者对我出手吧？陈阳有些忐忑的道。要真是这样的话，那自己可就得苟着了。放心吧，200级的强者还不屑对你出手，而且你当红莲宫会是吃素的。你云叔走的时候打过招呼了，要是真有100级以上的强者找你的麻烦，不管是工会还是学府，都不可能袖手旁观。辛雷笑了笑，示意陈阳不用过于担心。那就行。陈阳松了一大口气。等自己拿到那颗传说级进阶球后，100级左右的强者完全不用虚，只要没有更高等级的来找麻烦就行。行了，话我带到了，后面的事就看你自己的了。辛雷起身离开了房间。陈阳坐在床上陷入了沉思。这位副校长的来意很明确，自己要是不想成为焦点，那就只能放弃那颗传说级进阶球。对我来说，那可是神话级进阶啊，怎么可能放弃？陈阳揉了揉眼睛，深吸了一口气。这次的单挑战第1，自己必须拿下。先神话级进阶再说，天赋的提升对我太重要了。大不了到时候就躲在红莲学府里，等我的法力值足够高以后，谁来了都不好使。考区，一个房间里，3名学员大眼瞪着小眼。当初说好的，谁拿下单挑战第1，谁就能拿一颗传说级进阶球，现在冒出个超限法师，真要是让他拿了第1，剩下的那2颗该怎么分？这3名学员正是南宫席、慕容云秋以及李盘，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不小的势力，早已知晓这次秋招的内幕。放心，有我在，那家伙拿不了第1。开口的是南宫席，他的眼神中透露着一股极强的自信。那可不好说，你能秒他，他一样也能秒你。今天你也看见了，那家伙的技能没有冷却，只要用近身类的伤害型技能，你根本靠近不了。慕容云秋泼了一盆冷水。谁说我靠近不了？南宫席眉头一挑，话中带着一股锋芒。
我可不是你，只知道一昧的防守。你……慕容云秋的眼神冷了下去。行了，别吵了，组队战那家伙没机会，我们必须在单挑战把他打下去，而且必须趁早。李盘的声音响了起来，调停了针锋相对的两人。明天我会把他打进败者组。南宫喜表情冷漠，说完直接离开了这间屋子。单挑战第5轮，几天的时间过去，陈阳在穿着一身30级黄金装备的情况下，法力值直接蹦着300万的大关去了。就算在压制法阵里，法力值也能达到250万。在这夸张的法力值下，自己是真的拥有了1v5的实力啊！抽到的号码比较靠后，陈阳也没急着赶往 PK 区。这一轮的对手是烈文峰，对方的实力如何，自己还是很清楚的，基本上一个照面就能结束战斗。当 PK 的序号轮到18的时候，陈阳这才姗姗来迟。10个 PK 区里的战况非常激烈，为了能拿到前30的名额，对决的学员都拿出了全部的实力，有的人更是使用起了无赖打法。围观的学员们看着精彩对决，喝彩的喝彩，嘲讽的嘲讽。很快，有2个 PK 区分出了胜负，19、20。当负责的老师喊到20号的时候，陈阳朝着那个 PK 区里走了进去。围观学员的视线全都望向了这个 PK 区。陈阳现在就是整个考区的焦点，走到哪身上都被一束聚光灯照耀。就在这时，又一个身上被聚焦的人朝着20号 PK 区走了过去。当他将手上那颗20的号码球亮出来时，整个考区的学员都沸腾了。什么情况？杨少今天的对手不是烈文峰那小子吗？我的天！南宫喜主动找上了陈阳，这2大爆发职业居然在这一轮就碰上了，火星撞地球啊！有好戏看喽！我猜这场对决绝对是单挑战里最好看的一场。第5轮就能看到决赛的强度，我得擦亮眼睛了。南宫喜出现在20号 PK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陈阳看着站在自己对面的那个家伙，还真没那么意外。先是慕容运气，再是南宫喜，接下去肯定就是李盘了。想把我搞下去？陈阳开口道。你赢不了我。南宫喜语气冷漠，无比自信。他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就是不想给陈阳提前准备的机会。是吗？陈阳笑了笑。那就拭目以待吧。第42章单挑之王。在陈阳没来考区之前，南宫喜毫无疑问是这里最强的爆发职业。可陈阳来了以后，关于2人之间的比较从未停止过。有很多人认为刺客总归是克制法师的，尤其是南宫喜的这个隐藏职业。也有人认为陈阳就算无法手握主动，凭借近身的火环类技能，只要起手开出魔法盾，谁秒谁还真不好说。不过今天一切的猜测都将公布答案，这场新王与旧王的较量即将揭晓答案。我准备好了。南宫喜率先开口，他有备而来，早就制定好了打法战术。我也好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陈阳几乎没怎么调整就跟着开口了。那就开始吧。负责的老师宣布了对决的开始。幻影分身。下一秒，南宫喜果断使用了技能，他的身体一分为3，以极快的速度同时冲向了陈阳。分身？还没见南宫喜用过这技能啊！3选1，这要是选错了，爆发是不是就白打了？南宫喜的速度也太快了吧！3道分身根本分不清真假呀！场外围观的众人看着那3道分身，都替陈阳捏了一把汗。他们心里都很清楚，陈阳的爆发再高，那也是单体啊。别慌，杨少的技能没冷却，可以快速的3连雷击，在南宫喜靠近之前就能分辨出本体。或者杨少可以选择让南宫喜靠近，他不是有个火环技能吗？就在众人猜测陈阳会如何应对的时候，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浅笑。自己看过南宫喜的属性面板，早就计算过最省事的大方。超限冷却10倍爆发，超限施法10倍爆发，怒风席卷。虽然这个技能的耗蓝高达6000点，但除了自己之外，其他的学员可不知道。250万的法力值足够自己肆意挥霍。呼，瞬发加上无冷却，整个 PK 区在一瞬间被怒风席卷。可这还没完，超限冷却10倍爆发，超限施法10倍爆发。陈阳抬手又是一发怒风席卷，2道席卷全场的怒风相互叠加，3个南宫喜的头上接连冒出了2个伤害数字。与此同时，陈阳背后的位置，一个身影也随之出现。这是……众人看到第4个南宫喜后，全都瞪大了眼睛。那3个正面进攻的竟然都是幻影，这就是刺客克制法师的地方，拥有隐身类的技能，他们可以在悄无声息之中获得先手的机会。可让所有人更为震惊的是，陈阳居然在2秒之内放出了2个大范围的 AOE 技能。不是，那家伙施法不用冷却的吗？范围技能至少都要几秒的施法时间吧？你们还没看明白吗？这个超限法师只要法力值足够，连施法时间也能减少。我操，这么逆天的吗？
那这还有谁能赢啊？太离谱了，南宫席的隐身根本没用啊，他的身板也扛不住这种范围轰炸吧。还没等场外的这帮人议论完，陈阳抬手放出了第3发怒风席卷。南宫席眉头紧蹙，身上突然出现一道紫光，在这道紫光的笼罩下，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 miss 字样。正如陈阳之前预料的那样，这家伙果然拥有闪避类的技能。无视了第3道怒风的伤害后，他举起了手中的匕首，目光死死地锁定着陈阳。幻影吸杀，发动技能的下一刻，他的身体陡然化为了一道残影。就你能躲？超限冷却，10倍消耗，闪烁之光。陈阳没有头铁，使用了位移技能，瞬间拉开了距离。南宫席见状，立马冲向了陈阳闪烁的位置。他的速度极快，技能锁定的情况下，眨眼间就来到了陈阳的身前。没用的，超限冷却，10倍消耗，闪烁之光。陈阳又是一个闪烁，只要等到南宫席身上的紫光消失，自己的下一发怒风席卷就能让他立马出局。而在此之前，就算他的敏捷再高，也不可能追得上无限连闪的自己。太特么的过分了吧？这是在遛狗？嘘，注意你的言辞，千万别让南宫席听见了。不是，你们不觉得超限法师这个职业太夸张了吗？只要法力值够，没冷却、瞬发，还有高爆发，这谁能打得过呀？怎么说呢，也就前期技能的蓝耗低，这家伙发挥空间大，等7、80级以后，技能的蓝耗上去，再加上各职业的保命类技能也多起来了，以及防御属性的提升，这个职业就会出现疲软期了。不少人对超限法师这个职业展开了分析。低等级技能的蓝耗都是2000、3000的，全智力加点的情况下，高法力值加成的职业很轻松就能达到上百万的法力值，自然能发挥出巨大优势。场上追着闪光的南宫席脸色愈发的难看，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无限的连闪烁，哪怕拥有超出普通刺客的灵敏，他也根本不可能追得上啊。也就在这时，他的身上的紫色光芒消失了。陈阳等的就是这一刻，不讲道理的又来了2发无冷却加瞬发的怒风席卷。哗！避无可避的南宫席化为一道白光，被送出了 PK 区。他脸色阴沉，双眼死死地盯着陈阳，一言不发。胜负已分，考区最强单挑职业的宝座挪到了陈阳的座下。瞪着陈阳足足有1分钟后，南宫席并没有像之前的其他人一样离开，他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骄傲，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失利也出现颓势。正如其他人分析的那样，有着超高战斗水平的他当然也能看得出来，想要让技能达到无冷却加无消耗的状态，消耗的法力值一定会非常高，至少是技能原本蓝耗的几10倍。这种消耗情况下，也就只有低级技能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可随着等级的提升，低级技能将被全面淘汰。一来，攻击高了以后，高级技能的加成高，打出的伤害远不是低级技能能比的；二来，别人要是用高级的防御类技能，你用低级技能的加成根本打不动，更别说高级技能还会有强力的技能效果。三来，玩家的属性高了以后，低级技能就很难发挥出效果了。还有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从陈阳造成的伤害来看，超限法师这个职业的攻击加成并不高。等到100级以后，他的幻影刺客将完爆超限法师。100级，南宫席开口了。啥？陈阳闻言愣了一下，南宫席的脸上还是那副骄傲的表情。100级以后我们再战，你不可能赢得过我。第43章，没有机会。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对于南宫席放出的豪言壮语，陈阳压根就懒得反驳。等你100级，按照玩家的升级速度来看，就算是高爆发的隐藏职业，从30级升到100级，没个几年的时间根本不可能。真要是等几年再来找自己一战，那我只能说你的勇气可嘉。陈阳小声嘀咕了一句。胜利者陈阳。负责的老师宣布了对决的结果。围观众人一时间有些唏嘘，本以为这会是一场巅峰对决，谁知道却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碾压，南宫席甚至连发挥的空间都没有。这一刻，所有人的心里都很清楚，这一次的邱昭丹挑战的第一已经毫无争议了。陈阳走到负责老师那里，抽出了下一轮的号码，15v15，自己抽到的号码是12。拿着这颗号码球，陈阳走出了 PK 区。今天这一战过后，自己对手是谁已然不重要了。就算慕容云秋跟南宫席从败者杀回来，在 PK 区规则的限制下，他们根本没有战胜自己的办法。至于没有规则的限制，那自己只能说，你们就别来找死了。PK 区里的战斗还在继续。陈阳走在回住宿房间的路上，愉快地哼着小曲，把南宫席打进了败者组，自己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了。李盘。就在陈阳回到房门口的时候，一个人早早地等在了这里。你没去比赛？陈阳看着那人，有些意外。第4轮就淘汰了。廖听笑了笑，一脸的无所谓。行吧，找我什么事？陈阳道。
先恭喜你拿下一颗传说及进阶球了。听到廖听的话，陈阳眉头一挑，随即又反应了过来。能够收集到那么多学员的信息，廖听肯定有着不简单的背景，知道这次秋招的内幕也就不奇怪了。还有个难缠的对手呢。陈阳耸了耸肩，也没有提前开香槟的轻视。你说的是李盘？廖听一下就听懂了。陈阳笑而不语。他不是你的对手，骑士类职业的保命能力虽然高，但过于笨重，就连南宫席也被你溜得跟狗一样，更别说那家伙了。廖听也不避讳，考区里每个人的职业特性他几乎都清楚，能说出这番话自然能让人信服。找我有什么事？陈阳避开了这个话题。没有人会记住第2名，除非他半场开香槟，自己可不想沦为洪伯涛那样的笑柄。组队战的人选我帮你选好了，100万枚金币一个位置，4个人，你要不要再挑选一下？廖听说明了来意。之前有几个人还犹豫不决的，但今天这一战结束后，那帮人立马就跟廖听发了消息。不用，给钱就行。陈阳摆了摆手。行。廖听直接发起了交易，并且支付了400万枚金币。这个数字倒是让陈阳有些意外。想跟你组队的人太多了，我赚了点好处费。廖听也没有隐瞒，解释道。无所谓。陈阳并没有责怪的意思，自己开出了价码，廖听能从中赚到好处费是他的本事，自己反而还不用支付那20%。组队战开始后，我带他们找你。OK。对于组队战，辛雷找过自己后，陈阳本来是打算不参加了，不过转念一想，能赚取400万枚金币，这种好事还是不能放过呀。而且在红莲城里多待几天，等自己出去练级的时候，法力值也能更高一些。这一天很快过去了。第2天一大早，陈阳前往了 PK 区，剩下的学员还有30人，其中的15个是从败者组重新杀回来的。轮到陈阳 PK 的时候，对手是上一轮的烈文峰。嘿嘿，陈阳只是对着这家伙笑了一下，烈文峰浑身一颤。我弃权。还没等陈阳走进 PK 区，烈文峰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怎么说呢？知道陈阳有驱使类的技能，这家伙是真怕被驱使后丢人啊，毕竟上一轮可是他把号码球换给了南宫席。没意思。陈阳撇了撇嘴，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今天要决出第1名，胜者组的先别离开。好在主持比赛的周泽远喊了一句，要不然陈阳都准备回去睡大觉了。输掉的15个人跟另外15个从败者组杀回来的人进行了抽签战，这里面就有慕容云秋跟南宫席。胜利的15个人继续抽签，轮到陈阳的时候，负责的老师笑着开口道，你被轮空了，直接进入下一轮。陈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不过自己被轮空，其他人倒也没什么意见。这一轮输掉的跟败者组的又进行了抽签进行对决，下一轮是7进4，陈阳再次被告知轮空，接着就是4进2。陈阳抽到的对手是一个手持双剑、长发飘飘的妹子。这个妹子自己有点印象，是之前 PK 区里胜率排名第4的双刀狂战秋风雨。随着负责的老师宣布战斗开始，秋风雨没有丝毫的犹豫，浑身突然出现了一片血红色，狂战之怒。紧接着他双眼被血色笼罩，朝着陈阳猛地冲了上去。怒雷冲击。陈阳试探性的放了一个怒雷，秋风雨不闪不避，任由这一击落在身上。这一击的伤害很高，打足了陈阳的法术攻击。没有防御。陈阳眼睛一眯，立马反应了过来，这妹子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能秒他，结合狂战士职业的特性来看，他应该是开了职业技能，在这期间很可能会免疫死亡。那就溜呗。陈阳采取了对付南宫席的方法，无限的连闪。秋风雨见状，前冲的身体顿时停了下来。我认输。若是陈阳选择在他爆血的时候硬刚，他还有赢的机会，可要是通过连闪的方式拖过他的技能时间，用不着陈阳出手，他也会因为血量低于10%而出局。另一边的 PK 里，战斗还在继续。对决的双方是李盘跟另外一名玩家，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李盘更是处于被全面压制的状态。防御类职业就是这样，更别说李盘还是偏向于保护类的防御职业，虽然能够扛住对方的伤害，但却无法对对方造成足以出局的伤害。战斗很焦灼，有僵持住的趋势。谁要是能赢，就能锁定单挑战的前3，争夺剩下的2颗传说进阶球也具竞争力。陈阳仔细地观察着两人的战斗。李盘属于能抗能奶、减伤、恢复、防御类技能一应俱全，同时也兼具一些伤害能力。另外那个职业是个弓箭手，战斗过程中非常灵活，拉扯能力相当强。让所有人都意外的是，战斗持续了1个多小时后，李盘选择了认输。接下来的战斗就由弓箭手对战陈阳，谁赢谁就是胜者组第1，稳拿这次单挑赛的亚军。不用浪费时间了，我认输。还没等周泽远宣布胜者组决赛的开始，那个弓箭手直接语出惊人。没机会。他看着陈阳，语气中满是无奈。陈阳揉了揉脑袋。
自己是不是表现得太过强势了，以至于这些天之骄子看上去怎么有些绝望呢？败者组打得难解难分，慕容云秋、李盘、南宫袭这原本最被看到的三人，竟然在败者组里相遇了。最终杀上来的是南宫袭。弓箭手一直都在观察计算，败者组决赛开打，所有人翘首以盼。对他来说，接下去的胜者组决赛那是真没看点了。一个是陈阳的手下败将，一个主动认输并说出了没有机会这样的话。这场败者组决赛反而会成为整场单挑战最好看的比赛了。就在所有人观战的时候，陈阳打开生活功能栏，给星雷发去了一条消息，弱弱的问一句：那颗传说级进阶球晚点能拿给我吗？第44章神话进阶，每秒3点法力值。星雷没有回消息，陈阳撇了撇嘴，将注意力放在了这场第二之争上。这家伙谁啊？居然能打进前3？不知道啊，一点信息也没有啊，突然就冒出来了。切，这人我早就开始关注了，实力强的一批，肯定是个厉害的隐藏职业。估计他不是南宫袭的对手，就是不知道南宫袭想到对付陈阳的办法了没有。办法？那家伙那妖变态，能有什么办法？围观的学员们议论纷纷。陈阳也将注意力放在了那弓箭手的身上。这家伙并没有出现在之前的那本册子上，自己也没在 PK 区里看过他的属性面板。开始 PK 区里，随着负责老师宣布开始，两人也在第一时间使用了技能。南宫袭用出分身，朝着弓箭手冲了上去。弓箭手快速倒退，拉开手中的弓弦，一道箭矢自动出现。咻！箭矢飞出去后，瞬间一分为3，分别攻向了3个南宫袭。陈阳打了个哈欠，对这场对决并不在意。那名弓箭手之所以选择不跟自己交手，就直接认输，摆明了是打算只争第2了。卧槽，这弓箭手的拉扯真精彩啊！居然躲开了南宫袭的杀招，还有反制能力。这家伙到底是谁啊？他的职业好像很牛逼的样子。我去，手里的弓还能当回旋镖用。战况非常激烈，围观的玩家们看得那叫一个带劲。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南宫袭被压制了。那个弓箭手就像一匹黑马，从南宫袭的手里接过了第2的宝座。我宣布，胜利者是轩辕子清。帅啊！黑马高手666，周围一片叫好。比起天才稳拿第1的戏码，更多人还是喜欢黑马逆袭的剧情。南宫袭的表情有种说不出的憋屈。他之所以会输，最大的原因在于对轩辕子清的不熟悉。可比赛的结果已经宣布，他再说什么狠话也无济于事。怎么着？打不打？陈阳冲着轩辕子清喊了一句。不打了。轩辕子清笑了笑，跟刚才一样选择了认输。这……所有人都愣住了。这都拿下第2了，真就不再试试了？我可是你组队战的队友，你拿单挑第1，我拿组队第1，不是正好？就在众人诧异的时候，轩辕子清再度开口道：陈阳瞪大了眼睛，难怪这家伙不跟自己交手。单挑战的第2跟第1组队，那这支队伍肯定稳拿第1呀。自己拿走了单挑第1的那颗传说进阶球，轩辕子清再拿走组队第1的那颗传说进阶球，两人确实没有交手的必要了。明天开始组队战，你们在晚上吃饭之前把队伍的人员报上来，再选出队长代表队伍抽签。周泽远的声音响了起来。单挑战已经结束，组队战即将开始，学员们开始物色各自的队友。廖听带着3个人走到了陈阳跟轩辕子清的旁边。诺，这就是我给你找的4个队友。子清你认识了，另外这3位是……他正准备介绍，陈阳却摆了摆手。开打的时候喊我就好了。对于自己而言，所谓的组队不过是为了赚取一笔金币罢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先去找星雷，拿到那颗传说级进阶球。毕竟早一点完成30级进阶，自己的天赋就能多提升几10万法力值啊。陈阳离开后，轩辕子清4人也不计较，他们出钱要的是名次，其他的并不在乎。走在回住宿房间的路上，陈阳又给星雷发去了一条消息。这位副校长依旧没有回复，不会食言吧？陈阳皱着眉头，有些担心。就在这时，周泽远追了上来。拿去！玩家周泽远向你发起了交易请求。接受后，这位周主任在交易面板放上了一样东西：30级进阶球，传说级，使用进阶后可以使你的天赋获得100%的基础提升。就是你了！陈阳迫不及待地点击了确定，内心激动不已。传说级进阶球可以提升100%的天赋，那神话级进阶球少说能提升200%了。每秒1点法力值提升200%，那就是每秒3点法力值了。组队战还是得参加一下，打完以后你就算正式成为学府的学员了，学府会给你安排住所。入住学府后，学员非常的自由，所有的训练科目都由学员自己选修，也没有什么考核之类的。有兴趣的话可以
可以去接取学府发布的任务，外出去练级区的话报备一下就行。对了，记得带上红莲学府的学员文章，谁要是在练级区里攻击你的话，那就是跟整个红莲公会为敌。周泽远交代了几句，忙着处理组队战的事情去了。陈阳点了点头，学府说是学校，其实根本不需要上学什么的，更大的作用还是将有潜力的学员聚集起来，为这些人提供安全保障、训练环境，学员可以自由组队、交易、交换信息等等。等这些学员成长起来，自然会成为红莲公会的中坚力量。不过对于陈阳而言，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学府不限制自己的练级自由，有个白住的地方，那可太香了。快步赶回住宿的房间里，陈阳将那颗传说进阶球跟品质提升券拿了出来。是否对30级进阶球、传说级使用品质提升券？使用。按下确定后，一道光芒闪烁，陈阳的手里出现了一样新的物品。30级进阶球，神话级，使用进阶后可以使你的天赋获得 200% 的基础提升。舒服啊！陈阳没有丝毫的犹豫，使用了这颗神话级的进阶球。玩家成功进阶，获得240点全属性提升，你的天赋获得 200% 的基础提升。打开天赋面板，获得 200% 的提升后，陈阳的天赋变成了每秒提升3点法力值。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一天能提升的法力值就变成了26万，算上被动的 30% 法力值提升，那就是33万加了。3天就是100万的法力值啊！第45章，学几个过渡的技能，巨大提升。陈阳的身体都激动的抖动了起来，自己现在的法力值也才250多万，现在3天就能提升100万啊！50级的话，进阶球提升的天赋会更高，如果是神话级的话，应该有 300% 的基础天赋提升，那就能再提升3点，也就是每秒6点法力值。问题是，我上哪去搞那么多神话级的进阶球？鲁树人曾经说过，吃过好的，那就吃不下差的了。这要是一路神话级进阶，那自己这10亿加的法力值还真不是什么梦想。先不考虑那些，我现在拿下了一颗传说进阶球，南宫席那帮人肯定是得罪透了。还有我表现出的强势，又完成了传说进阶，那些视赫连云为眼中钉的人肯定不会放过我。现在还好，可要是赫连云没能完成200级进阶，死在了练级区里，我的麻烦就可大了。陈阳一边分析着自己目前的处境，一边打开了红莲城外的练级区地图。30以后可以去的地图有3个，这3个都是大地图，里面的怪物等级从30-50不等，出现大领主级 BOSS 的概率也比低等级地图高，每隔一段时间更是有可能出现王级 BOSS， 碰上那极小的概率，甚至可能会碰上皇级 BOSS。3个地图区都非常的广阔，纵向的距离能够达到1000公里左右。玩家光是赶路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还得携带充足的补给，同时做好在练级区过夜的打算。30级进阶后可以买35级的技能了。之前一直没发现，我的法术攻击确实有点低了。超限法师的职业特点都体现在法力值上了，这就导致法术攻击的加成会比其他法系隐藏职业低上不少。提升的方法有3种，要么提升大量的智力，要么学习100%比的技能，再不然就是获取法术攻击可叠加装备词条。30级之前，陈阳搜索过拍卖行，提升法术攻击的技能一本也没有。搜索一下40级以内的，以现在升级所需的经验值，足够我用很久了。进阶后，30级升31级需要的经验值达到了1000万。一头31级的一阶怪，经验值是3100点，这也就是说，至少需要击杀3333头怪物，玩家才能提升1级。对于那些普通的拾荒队伍来说，在练级区里一天下来能够击杀200头同级的一阶怪，就已经很有实力了。非隐藏职业的普通玩家，30级以后想要升上1级，少说都要半个月的时间。陈阳虽然用不了那么久，但想要升到40级，需要的时间也不少了。搜索后，不少40级的技能弹了出来，以被动类技能的稀有程度，品质最低的都是钻石级起步。陈阳看向了一本40级的钻石技能书，法术增幅，钻石级，永久提升技能等级 X 0.5% 的法术攻击，同时获得 10% 的法术命中加成。技能等级40，需求职业法系， 20% 的法术攻击跟 10% 的法术命中。这本技能书在拍卖上出售的价格是150万枚金币。看看史诗级的，陈阳翻到后面几页，点开了一本史诗品质的技能书。魔法师的强能，史诗级，永久提升技能等级 X 1% 的法术攻击，同时获得 10% 的法术穿透。技能等级40，需求职业法系，这个技能比钻石的提升多了1倍，法术穿透也比法术命中更加有用。这么贵？不过一看价格，陈阳眼皮狂跳，328万。被动类的技能本就稀有，尤其是法术攻击这种极品属性，价格自然居高不下。50级的史诗技能提升的法术攻击就是 50%， 等我升到50级也可以不用急着换。买了。再三考虑后，陈阳决定买下这本技能书。
组队战赚的金币刚好够，再买些补给之类的，我手里的金币还够用。财大气粗，陈阳也不墨迹。物品栏里自己剩下的金币还有400多万，不买其他强力技能的情况，绝对是够用的了。这个技能也可以学了。他又从物品栏里拿出了一本技能书，这是从神秘贩卖机买的那本30级的法系技能书。炎火暴轰史诗级，消耗15000点法力值，对目标造成400加技能等级 X8% 的法术伤害，无视目标 10% 的伤害减免，并在命中后产生破坏效果。技能伤害越高，破坏效果越强。瞬发，冷却时间1分钟，施法距离500米。技能等级30，需求职业法系。破坏效果可以对玩家的身体、装备、地形、物品等造成破坏。这个技能的蓝耗很高，技能的效果却相当给力。先不说640%的伤害加成，那个破坏效果一听就很牛逼啊！魔法师的强能就先不学了，要不组队战的话，别人会看出我进阶了。陈阳的脸上露出了十分满意的笑容。晚上的时候，廖听发来了消息，说的是抽签的号码。第二天早上，陈阳赶往了 PK 区，参与了组队战。5人一组的情况下，组队战的赛程大大缩短。陈阳也不管对手是谁，等负责老师宣布开始后，直接就是无差别的范围技能席卷全场。战斗过程不超过5秒，对面的就全部出局了。剩下4个队友面面相觑，他们的实力都不弱，都有争夺前10的机会。轩辕子清就更不用说了，可陈阳这打法，他们根本没有发挥空间啊！接下去的2天，陈阳我行我素，跟队友没有任何的交流，上场就是无差别的洗地，直到对手全部出局为止。为什么会有超线法师这种职业？太他妈欺负人了！这是组队战还是个人秀？别诉苦了，这职业之前拍卖行卖5000万金币，你要是买得起，也能跟他一样。那没事了。不行，我要投诉，单挑战第1跟第2组队，这不公平。碰上陈阳的队伍，一片怨声载道。组队战更多的还是要体现玩家的配合能力、战斗中的默契程度、临场的应变能力等等。可上来就被秒，发挥个尖儿啊！投诉当然无效。陈阳的队伍一路势如破竹的拿下了第1。轩辕子清笑得很开心，3颗传说级进阶球，这下有他1颗了。至于剩下的那1颗，南宫席、慕容云秋跟李盘3人就要争个你死我活了。而这些陈阳全不关心，明天入学的事情就能搞定，我就可以去练级区升级了。第46章400万加的法力值。时间来到陈阳神话进阶后的第4天，早上9点的时候，周泽远发表了讲话，并公布了这次秋招的双战排名。陈阳的名字当之无愧地排在了第1，第2自然是轩辕子清，排名第3的则是李盘。这家伙拿下了单挑战第3，又拿下了组队战第2，获得了剩下的那颗传说及进阶球。希望大家在红莲学府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接下去会有带队老师带领你们前往学府区的住所。周泽远说完了客套话，陈阳迫不及待地跟着带队老师前往了学府区。所谓的学府区是一片密集的建筑群，在各个位置都设置了传送阵，可以去往红莲城的所有传送点，学府的学员可以免费使用。每个学院都拥有独立的宿舍，学府区里还有食堂、训练馆、交易区、任务区以及交流区。自己的住所是一栋独栋别墅，3层高，里面的东西一应俱全。在新家屁股都没坐热，陈阳就前往了传送阵。3个练级区大地图，自己选择了最远的那一个，位于红莲城南部区域的烈焰山脉。像100级以下的练级区，城内都有专门路线的飞艇，只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金币就可以前往乘坐。从红莲城出发，抵达烈焰山脉需要500多公里的距离，乘坐飞艇也需要3个小时以上。不过对我来说，只需要开5次传送门就够了。打开属性面板，玩家陈阳，职业超线法师，等级30 010000000，生命值216000，体质 X200，法力值4386306，智力 X200，法术攻击51930，智力 X10加精神 X5，物理防御10820，体质 X10，法术防御10820，精神 X10，法术穿透10%，力量1002加80，智力3612 1040，敏捷1002加80，体力1002加80，精神1002加80。带着权衡指环的情况下，陈阳的基础属性非常高，再加上法力文员的被动加成，法力值更是突破了400万。无冷却的星界传送需要100万法力值，自己使用4次无冷却加1次有冷却，刚好够传送500公里的距离。我的基础回蓝是118点每秒，加上法力文员的60每秒，那就是178点回蓝每秒，1小时只能回64万，
可惜拍卖行里没有百分比回蓝的技能，就算是0.1%也够用了。陈阳每天都在拍卖行搜索，想要获取一个能百分比回蓝的技能，只是这一类的技能极其稀有，对法系职业的提升非常巨大，几乎不会有人拿来出售。那就磕30级的法力药水跟食物，一瓶30级的法力药水能回5万，1个小时12瓶就是60万，食物还能额外提升每秒90点的法力回复。这样算下来的话，自己1个小时的回蓝效率能够达到150万，3个小时就能回满450万的法力值了。出发！传送到红莲城南部区域的低级练级区，陈阳走进偏僻的林中。超限冷却，10倍消耗。星界传送，一道传送门随即开启，出现在陈阳的身前。踏入其中，瞬移100公里。超限冷却，10倍消耗。陈阳接着开启了第2道门，连开3道门后，第4道门没有用超限冷却。此刻距离目的地还有100多公里远。出来吧！陈阳拿出了机械鸟，先用这玩意跑1个小时，等星界传送冷却后，自己就能直接抵达烈焰山脉，不但能省下100万法力值，这期间还能回150万的法力值。骑着机械鸟，陈阳打开了生活功能栏，浏览起了关于烈焰山脉的一些帖子，基础地貌、怪物分布、BOSS 可能刷新的点位等等。其中有一个帖子引起了陈阳的注意力：烈焰山脉惊现传说级 BOSS 烈焰火龙。发帖的时间已经是10几年前了，上面记载了发帖人的一次奇遇。他在练级的时候遭遇了火山爆发，逃命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岩洞，后面在岩洞中发现了一头火龙。好在当时那头火龙没有发现他，在躲避了一段时间后，那人离开了岩洞，将火龙的外貌描述给了其他玩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烈焰山脉涌入了大量的高级玩家，都想成为屠龙的勇者。可惜的是，一直都没有人找到那个山洞。50级的传说级 BOSS 啊，这要是让我碰上50级的第2次天赋提升，至少也是传说进阶了。要是能再弄到个50级的品质提升券，陈阳两眼放光。别看30级升31级需要1000万经验值，不过就是击杀3000头一阶怪的事。以自己现在的法力值，来个超大范围的怒风席卷，击杀的怪物数量至少是上千头起步。1个小时过后，机械鸟跑出了50公里远。星界传送，陈阳选了一个方位，开门之后，脚下变成了一片黑色的焦土，地面上透着灼热，四周的空气十分干燥，一些地方更是涌出了滚烫的岩浆。烈焰山脉到处都是火山，有死火山，也有活火山。这个地图的特点是，因为地壳不停的运动，所以会出现火山爆发的情况，也会有各种未知的岩洞打开，每一个岩洞都有可能成为一次奇遇。陈阳选择这个原因倒不是为了什么奇遇，相比于另外2个地图，这遍地的岩洞更是躲藏。要是真像星雷说的那样，有人会来找自己的麻烦，自己大可以找个洞躲起来，然后用星界传送前往安全的位置。先看看这地方的怪物属性，放眼望去，在焦土之上分散着通体焦黑的岩怪。法眼窥视，焦土岩怪1阶，等级32，生命值178000，物理攻击26820，物理防御17800，法术防御11920，技能岩击。描述：这些岩怪所受到的伤害会被焦土吸收一部分，他们死亡还会产生爆碎。陈阳看过帖子，知道焦土能吸收岩怪受到的30%伤害，而爆碎是说岩怪死亡后身体会爆炸形成碎石，对周围10米范围内的目标造成法术伤害。以我现在的法术攻击，一道怒风席卷足够秒杀这些1阶怪，那么就要看技能的范围大小了。第47章，杀了他。烈焰山脉的地表上都是1阶怪，怪物的数量也不算密集。相比于灼热的地表，前往岩洞里冒险的玩家更多，这也是陈阳选择这地方的另外一个原因。自己可以释放超大范围的 AOE 技能，以达到快速提升等级的效率。开门消耗了350万法力值，回了150万，还剩下240万加的法力值。怒风席卷的消耗是6000蓝，那就是说超限范围的消耗能够达到400倍了。技能范围就是 400x50 百分号，也就是200倍的范围提升。20公里，简单的算了一下，陈阳自己都吓了一跳。240万的法力值消耗，造成一阵能够席卷20公里的怒风，这一发得刷多少只怪啊？陈阳放眼望去，空旷的山脉视野很不错，自己前方100米的范围内有着4个岩怪，以这种分布数量来计算的话，这20公里的范围之内，怪物的数量至少能有个上万吧。一头怪物的经验值是3200点，自己这一个技能下去，直接就是3000万加的经验值了。怒风席卷的伤害加成是510%，我的法术攻击太高了，20公里的范围内肯定会有不少的玩家，这么搞要出事情啊！自己现在的法术攻击达到了5万加，技能的伤害加成就是25万。假设附近的玩家等级是35级，穿着几件体质装，可分配属性加了一部分在体质上，体质普遍在2600-2700左右。按脆皮职业的100血量加成，
那就是26、27万的血，根本挡不住自己的技能伤害。想秒岩怪的话，我现在的伤害够了，就是万一技能打在那些脆皮职业的身上，有点危险啊。陈阳若有所思，对于那些体质低的脆皮玩家而言，吃下自己的技能伤害后，他们几乎就处于残血的状态了。再加上岩怪会产生爆碎，如果刚好处于爆碎范围，那自己可就麻烦了。虽然玩家在练级区的争斗是各大主城区默许的，但如果真有那种以杀人越货的惯犯，主城区绝不会坐视不理。执法者中有一些特殊职业，可以还原出玩家死亡时的场景。要是他们发现有大批玩家被大范围的 AOE 技能杀死，一定会有人联想到我的职业。自己这个超线法师在秋招上大放异彩，无论是职业特性还是作案时间都完全符合。本来红莲城里就有人对自己虎视眈眈，要是让他们抓到把柄，自己被打上杀人魔王的名头，那可就成为公敌了。减少范围，确保不会误伤到其他玩家，从而引起注意。陈阳也不可能在20公里的范围内奔走相告，跟那些练级的玩家们说，你们多穿几件体质装备，要不然就被我的无差别范围技能秒了。先逛一圈，在5公里范围内刷怪。骑着机械鸟，陈阳在附近逛了起来。走了4公里远的距离后，一队人出现在他的视线之中。这队人一行6人，标准的一防一奶加4个输出的练级队。他们配合默契，非常轻松的就击杀了一头岩怪。轰！岩怪产生爆炸，碎石飞溅，队伍里的防御职业挡在其他人身前，将那些碎石挡了下来。那就以他们的位置为边缘，放5公里的怒风席卷。超限范围100倍消耗，怒风席卷。陈阳将技能范围控制得很好。突然，一阵狂风席卷了大片的焦土，灼热的空气被怒风裹挟，地面的大量焦土掀起了沙暴。玩家成功击杀焦土岩怪，1阶获得3200点经验值。玩家成功击杀焦土岩怪，1阶获得3200点经验值。一瞬间，陈阳的面板上弹出了几千个击杀提示。玩家成功提升至31级，获得30点全属性，150点可分配属性。舒服啊！陈阳心旷神怡。5公里的范围内，怪物的数量超过了3000，自己升1级的速度就只用了1秒。换地方，骑着机械鸟，陈阳寻找着下一个合适的5公里。就在陈阳离开后，这队人还在练级之中。兄弟们加油啊！争取今天刷上200头怪，这样的话，1个礼拜之后我们就能都升上1级了。好嘞，升了这1级就可以回红莲城潇洒一下了。先别想着潇洒的事情了，赶紧打输出啊！我怎么感觉背后有一阵风啊？热傻了吧你？这地方哪来的风？不想那么多了，练级练级，等我升到了100级，我也可以步入上层了。这一队人非常卖力地击杀着怪物。虽然这个世界被游戏化了，但这个世界是不同于游戏的，这是现实的游戏。就像这队人一样，他们代表了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底层玩家。输出低，杀怪难，赚取的金币只能维生，对上一头黄金级 BOSS 就有可能面临减员的威胁。可他们依旧走在升级的路上，欲望、生存压力、变强的渴望、不甘于平凡等等，这就是人类的真实。红莲城某处，红莲学府的秋招结束了，那个陈阳拿下了第1，并且获得了一颗传说进阶球。他居然真的崛起了，浑浑噩噩的过了几年，难不成都是假象？不好说，之前是赫连云护着他，再加上他怎么也不出城，我们的人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现在不一样了，那家伙一定会去练级区升级。3个人正在密谋着什么，而他们的话题赫然就是陈阳。杀还是不杀？一个人开口问道。杀！另一个人回答得无比干脆，绝不能让他崛起，否则等他发现那2个家伙死亡的真正原因，一定会找我们报仇。我会安排人去杀死他，不过赫连云那边怎么应付？提到赫连云，这人的表情明显带着一股顾虑。呵呵，第3个人笑了起来。放心吧，那个女人已经出发了，赫连云这一次死定了。他的语气十分肯定，也让另外2人松了一口气。是组织的手笔？一个人好奇地问道。笑着的那人摇了摇头，对组织这2个字讳莫如深。总而言之，先安排人杀了那小子。超限法师这个职业倒是有点意思，把职业球拿回来，我现在就去找人。另一个人动作很快，就在他快要走出这间屋子的时候，笑着的那人又补充了一句：别让星雷抓到把柄，要不然你这颗安插在学府的棋子可就暴露了。那人头也没回，什么也没说，径直的离开了。第48章灵界视距，怒风席卷。烈炎山脉，陈阳正在快速升级，5公里的范围恰到好处，在能够击杀大量怪物的前提下，还能避免误杀其他玩家，60万的蓝耗也极具性价比。跟之前不同，这些30级以上的1阶怪还是有些收益的，运气好的情况下，一头怪物的掉落能值个7、8枚金币。刷怪一时爽，打扫战场可就费劲多了呀。
自己的物品栏是真的不够用了。掉落的装备一件没捡，药品一组可以叠加50个，物品栏里已经10几组了。刷了2万家的怪物后，方圆20公里之内，地面上几乎看不到怪了。7000多万的经验值也让陈阳从30级升到了35级。对于其他玩家而言，升这5级需要花上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可陈阳仅仅只用了半天的时间。休息时间到，法力值消耗的太快，再加上捡东西损耗的精力，陈阳找了一个岩洞，拿出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3件套：机械帐篷、机械风扇、美味零食。舒服啊！躺在帐篷里的舒适床垫上，风扇吹出的冷风隔绝了烈焰山脉的燥热。陈阳整理着怪物的掉落，将这些东西打包摆上拍卖行，收益总计是6万多枚金币。刷普通怪升级是快，真要赚金币还是得去找 BOSS 怪啊！都说这地方有火龙，我得好好找一找。这次出门，自己短时间内是不会回红莲城了，正好一边升级一边寻找火龙的下落。还有40级的进阶球，得在这地方找找 BOSS 了。烈焰山脉里的岩洞数量不计其数，洞里会碰到什么也全凭运气。对了，有没有什么世界类的技能？陈阳突然想到了一个点，特殊类的技能有很多种，只要自己能学一个世界类的技能，就可以使用超限爆发，就能提升技能的效果，从而看到那些岩洞里的情况，这可比自己乱找强得多。打开拍卖行，设置搜索的关键词为世界视角。很快，一页技能书出现在陈阳的眼前，这些技能都是特殊类的技能，品质最低的都是钻石级。陈阳从后看起，点开了一本史诗级的技能书，灵界视距史诗级，消耗10万点法力值，使你获得灵视。在灵视状态下，你可以灵魂出窍，观察本体100公里范围内的情况，无视碰撞体积，本体无法移动，灵体的移动速度取决于你的智力，持续10分钟，无冷却。技能等级1级，需求职业通用。这技能不错啊，灵魂出窍观察世界，这技能一看就很给力。陈阳看了一眼后面标的价格，280万枚金币。特殊类的技能是真贵啊，买了这本技能，自己手里剩下的金币就只有200万了。这个技能很关键，在很多时候都能派上用场，必须得买。再三考虑之后，陈阳还是买下了这本技能书。是否学习技能灵界视距？是。学习之后，技能栏里多出了一个特殊类的技能，试试效果吧。灵界视距。陈阳躺在床垫上，使用了这个技能。下一秒，他站了起来。这感觉，看着自己虚无的身体跟漂浮感，陈阳一时间还真有些不太适应。试试穿过物体。他控制着自己的灵魂穿过了帐篷。那往下去呢？陈阳看向岩洞下方的地面，一头扎了进去，身体径直地穿过了岩层，周围的环境也变成了一片沙土。他继续向下移动，每秒能够移动5、6米的距离。移动的速度跟智力有关，那就是每1000点智力大概是1米每秒了。按照这个速度，灵体移动1公里需要3分钟的时间，10分钟的时间大概可以移动4公里左右。陈阳控制着灵体继续往下，1公里、2公里，周围的环境依旧没有变化，是一片漆黑的沙土。3公里、4公里，地底出现了火红的岩浆。也就在这时，陈阳突然睁开了眼睛，猛地从床垫上坐了起来。技能的时间到了，灵魂回归了本体。这技能好用啊！时间足够的情况下，我能看清楚地底下每个岩洞内的情况，找到那头火龙也不是什么问题。超限爆发可以提升技能的效果，以自己现在的法力值，哪怕是10万法力值消耗的技能也能提升40倍。40倍就是 40x10 分号，也就是4倍的效果，那就是400公里的范围跟4倍的移动速度以及40分钟了。以5米每秒的移动速度来计算，40倍就是20米每秒，1分钟可以飞出去 1.2 公里远，40分钟可以飞出去48公里。陈阳站起身来，这个探查范围相当可以了。不过这地方不行，得找个安全点的，最好是其他玩家进不去的地方。小心驶得万年船，附近的怪物虽然都被自己清理，短时间内不会刷新，但玩家带来的危险还是实打实的。这要是在灵视状态下被攻击，自己消耗的400万法力值可就打水漂了。要是能把这个岩洞封住就好了。陈阳看了看自己身处的岩洞，这是个小岩洞，里面就10多米的深度，也没有怪物，洞口也不大，躲在这地方休息确实很不错。也正因为如此，一些练级队伍都会找这样的小岩洞过夜。用炎火爆轰击碎洞口上方的石块，就可以将这地方封起来。只要我出去的时候再用炎火爆轰打开洞口就行了。超限爆发，10倍消耗。陈阳目光一凝，对准岩洞口的上方使用了技能，一道大火球以极快的速度飞出，击中岩壁的时候瞬间产生了爆炸。轰！大量的石块随着爆炸落下，堵住了洞口的位置。岩石有一些缝隙，能够透进空气，陈阳也不用担心缺氧的问题。这么一封，
不搬开那些碎石，根本没人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岩洞。这下行了，陈阳收起帐篷，留下了床垫。他躺在上面等了一会，法力值回满后，直接使用了技能超限爆发，40倍消耗，灵界噬具。灵魂出窍后，陈阳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一时间朝着下方的岩层而去。在灵视状态下，自己可以穿过土层跟岩层，最好的搜索方法就是从下开始搜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火龙应该就在地底的深处。第49章7阶 BOSS 火狂男爵。为什么其他玩家找不到那头传说级的火龙？答案很简单，他们缺乏进入地底深处的方法，再加上烈焰山脉到处都是岩浆，这种特殊地形会让触碰到的玩家受到持续性的伤害，身上的装备耐久消耗的也会更快。之前那个发现火龙的人应该是由于火山爆发的缘故打开了地底的通道，这才让他抵达了火龙所在的位置。灵体的移动速度提升后，陈阳不断的向下而去。很快，地底出现了火红的岩浆层，灼热的光芒极其刺眼。他一头扎进岩浆里，在里面寻找了起来。岩浆里有不少移动的生物，它们的体型很大，造型跟火焰一般。是精英怪吗？陈阳眯起了眼睛。根据体型来判断，这些怪至少都是2阶。这也就是说，越接近岩浆层的怪物，实力也就越强。就这片岩浆，普通玩家根本就过不去啊！我要是把所有法力值用来开盾，那倒是能够在里面游泳了。陈阳沿着这片岩浆层搜索了起来。比起地面上，这一层能够落脚的地方非常少，四面八方都是岩浆。要不是灵体感觉不到温度，自己怕是已经汗如雨下了。那是，就在陈阳搜索了10多分钟后，视线中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怪物。它的体型非常大，足有10米之高，身上被一团火圈围绕，在岩浆之中如履平地一般。是 BOSS， 而且是高阶 BOSS。陈阳紧盯着这头 BOSS， 目光火热。自己40级还得进阶呢，这要是头史诗级的 BOSS 就好了。不知道灵体状态下能不能使用法眼窥视。陈阳尝试着对这头 BOSS 使用起了法眼窥视。施法距离不足，技能使用失败。一个提示弹了出来。看到这个提示后，陈阳眼神一亮。提示说的是距离不够，也就是说，只要自己使用超限范围，就可以在本体的位置对这头 BOSS 使用法眼窥视了。本体跟这头 BOSS 的距离大概有14-15公里的样子。法眼窥视的基础距离是100米，想要达到15000米的话，那就要150倍，也就是1500百分号除以50百分号，那就是300倍的法力消耗。超限范围300倍消耗，法眼窥视30万法力值的消耗，让陈阳在本体的位置对这头 BOSS 成功使用了窥视技能。一个面板随之出现在他的眼前。火狂男爵7阶，等级40，血量1911000，法术攻击54600，物理防御81900，法术防御95550，法术抗性30%，火焰抗性80%，伤害减免25%。技能未知。在没有使用超限爆发提升技能效果的情况下，陈阳只看到了这头 BOSS 的面板属性，果然是史诗级的 BOSS。跟猜想的一样，这头极具气势的 BOSS 达到了7阶，属性跟加成都非常之高。这头 BOSS 必须杀，先找到进入这地方的办法。陈阳开始在四周寻找进入这片岩浆层的通道，周围有不少的岩洞，他选择了最近的那个，从岩洞向上摸索。很快，岩洞的顶部到了，这是一个很偏的位置，附近的地面更是流淌着从地底涌出的岩浆。陈阳从这个洞口朝着自己所在的岩洞返回，确定了抵达这里的路线。灵视状态消失，灵魂回归本体。从床上坐起来的陈阳看向了被封住的洞口，炎火爆轰，轰！洞口被一道火球砸出了一个口子。出来吧！骑上机械鸟，陈阳马不停蹄地赶往了那个岩洞的位置。红莲城飞艇停靠站，在前往烈岩山脉的飞艇上，一队人站在甲板的角落，正在商量着什么。龙哥，这次是什么任务啊？怎么出的这么急？烈岩山脉这鬼地方去的人可不多呀。被称作龙哥的人正是队伍的领头人，他看着队伍的其他5个人，眼神沉了下去。这次的任务是找一个30级的人，然后在练级区里把他给做掉。另外几人闻言互相对视了几眼，他们的等级可都超过了50级，带队的龙哥更是达到了60级，还是个隐藏职业。让他们这队人去烈岩山脉杀一个30级的人，未免有些大材小用了吧？龙哥，那个30级的家伙是谁啊？一个队员好奇地问道。刘子，你跟了我这么久，规矩都忘了是吧？龙哥恶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啪！那人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子，赶紧道：龙哥，您瞧我这嘴怎么就管不住呢？龙哥眼神冰冷，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这次的活对方可是出了大价钱的，解决那家伙之后，哥几个分完钱，该说的不该说的，要是管不好自己的嘴，
说到这，龙哥的手突然一用力。龙哥，我知道了。那人咽了咽口水，肯定的回答道：行了，把我的话记在心里，烈焰山脉那地方找人可不容易。龙哥收回手，露出了一个笑容。他看向了停靠在边上的另外2艘飞艇。这次的行动除了他这队人之外，另外2个30级的地图同样安排了一队人。烈焰山脉地下岩洞。陈阳进入了地底的深处，整个身体都被汗水给打湿了。地图的特殊地形会对玩家造成不小的影响，像这种闷热的地下环境，待上一段时间后，玩家就会进入酷热状态。酷热状态下，玩家每秒都会损失一定的血量，同时体力也会大幅度的降低。好在陈阳有备而来，拿出了一瓶冰镇饮料。冰类的食物跟饮料可以缓解酷热的状态，自己的物品栏里准备了不少。再就是岩浆对我的威胁了，到时候花200万的法力值开血盾，这样就不怕岩浆的持续伤害了。从岩洞一路向下，陈阳来到了地下岩浆层，望着眼前那滚烫的岩浆，他眯起了眼睛。那头7阶 BOSS 就在这里面。第50章20公里的 AOE 技能直升40级。滚烫的岩浆冒着红光，喷涌的热气扑面而来。陈阳一只脚踏入了眼前的岩浆池里，灼热的触感顿时弥漫他的全身，但在某种法则之下，岩浆跟他的身体处于相隔的状态。你受到灼烧伤害，每5秒扣除 1% 的最大生命值。一个提示紧跟着弹了出来。陈阳并不意外，来之前自己就做好了准备工作。像这种地形伤害扣的都是1%的血量，伤害会被减免属性所减免，也会根据地形种类获得各系抗性的减免。灼烧伤害属于火系抗性，只要火抗够高，受到的伤害也就越低。最大生命值的 1%， 那我直接把血量转到1万，每5秒就只扣100点血了。陈阳嘿嘿一笑，自己这算是卡 bug 吗？超限转换，将血量上限转到法力上限，陈阳把血量控制在了1万点。接着就是血盾数，300万法力值的消耗可以让血盾数获得600倍的额外消耗，也就是60倍的技能效果提升。5万的护盾直接变成了300万。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300万的护盾能够持续300分钟。超限爆发，600倍消耗。血盾术技能开启的瞬间，陈阳的身体被一层血盾所笼罩。状态栏上一个300万的护盾值随即出现。陈阳走进了岩浆池里，5秒的时间一到，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伤害数字-100。与此同时，300万的护盾值也减少了100点。随便游了。陈阳一头扎进了岩浆池，在地面上看不清楚，可到了池子下面，数量众多的怪物也暴露在了他的视线之中。法眼窥视，岩浆火灵2阶，等级40，血量46万8000，法术攻击27300，物理防御23400，法术防御23400，法术抗性20%，火系抗性30%，技能未知。这些都是2阶的精英怪，属性方面比1阶怪高出了许多。我现在可以把魔法师的强能给学了，再把升到35级的自由属性全加在智力上。30级升到35级，总计提升的智力是960点，再加上魔法师强能的40%法术攻击，自己现在的法术攻击达到了90174点。一个怒风席卷造成的伤害能够达到35万。想秒这些怪的话，使用超限爆发提升4倍消耗就够了。这地方总归没有其他玩家了吧？那不得来个20公里的超大 AOE。 陈阳两眼放光，以这片岩浆池下方的怪物密集程度，再加上2阶精英怪的经验值，20公里的超大范围怒风席卷一放，自己怕是直接能从35级升到40级啊！关键是回蓝，我现在1个小时能回150万加，血盾的持续时间是5个小时，2个小时后我的法力值能回到400万以上，卡最后半个小时的话，刚好可以打 BOSS。 想到这，陈阳回到了岸上，法力值不断的回复着。2个小时后，他看向了眼前的岩浆池，超限范围400倍消耗，超限爆发5倍消耗，250万的法力值挥霍一空。陈阳的眼眸中被旋风笼罩，随着吟唱的时间结束，整个岩浆池里掀起了狂风，呼呼呼，咕噜咕噜，岩浆池在风力的带动下冒起了大量的泡泡，场面一时间极其的壮观。玩家击杀岩浆火灵2阶获得8000点经验值，玩家击杀岩浆火灵2阶获得8000点经验值，玩家成功提升至36级，获得35点全属性，175点可分配属性。玩家击杀岩浆火灵2阶获得8000点经验值，玩家成功提升至40级，获得39点全属性，195点可分配属性。20公里的超大范围席卷了下方的整片岩浆池，怒风击杀的怪物数量少说也有个3万加。一个精英怪的经验值是8000点，
陈阳在这一瞬间获得的经验值达到了恐怖的2亿4，这说出去谁敢信啊？陈阳揉了揉眼睛，看着信息栏那一条接一条弹出的击杀提示，千言万语话到嘴边，只有2个字：牛逼！就自己这刷怪的速度，南宫席、慕容云秋那帮人坐着火箭也追不上啊！轰！就在这时，岩浆池里突然响起了巨大的动静，怒风席卷的超大范围同样将那头史诗级 BOSS 造成了伤害。高阶 BOSS 有着超高的智慧，发现敌人入侵，还一举击杀了他大量的手下，这种时候根本不可能坐视不理，一会再来弄你。陈阳也不头铁，骑着机械鸟跑回了进来的岩洞口。以 BOSS 的体型是不可能进入岩洞追击自己的。一边跑，他一边将升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加在了智力上，面板上属性也发生了变化。玩家陈阳，职业超限法师，等级40，未进阶，生命值10000010000，上限转法力值体质 X200，法力值183680251368220，智力 X200，法术攻击110376，智力 X10加精神 X5，物理防御14960，体质 X10，法术防御14960，精神 X10，法术穿透 10%，力量1416加80，智力6096 1040，敏捷1416加80，体力1416加80，精神1416加80，法力值上限突破500万了，法术攻击也达到了11万加。别说40级了，50级以下的我都随便秒啊！其他的属性陈阳看都不看，最重要的就是法力值跟法术攻击，这2个属性越高，自己能够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高。正所谓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只要将敌人全部秒杀，那他们不就对自己造成不了威胁了吗？我现在还缺一个百分比回蓝的被动技能，不管能回多少，只要学了，那我回蓝的速度就不用像现在这样等上几个小时了。下面的那头 BOSS 是法系怪，要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报一本给我。轰！岩洞下方的声音还在持续，漆黑的洞内更是出现了强烈的火光，地下的岩浆漫进了岩洞之中。那头史诗级 BOSS 显然知道陈阳逃进了岩洞，想通过这种方法让他被灼烧而死。不对啊，以我现在的法术攻击，剩下的法力值足够秒掉那头史诗级 BOSS 了呀！我跑个蛋啊！第51章1击秒 BOSS， 身上顶着300万加的护盾值，就算那头 BOSS 有40级的史诗级伤害技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杀得了自己。反观自己，法力值还剩下180多万，以现在的法术攻击，再加上炎火爆轰，可以无视 10% 的伤害减免，造成的最终伤害能够达到40万以上。想要秒杀 BOSS， 只需要5倍的伤害，也就是额外50倍的法力值消耗，那就是75万点法力值。不对，炎火爆轰是火系技能，那家伙还有 80% 的火系抗性呢。那就用怒雷冲击。技能的伤害计算公式是先计算更高的抗性，也就是说，自己用炎火爆轰造成的伤害会被 80% 的火抗减免 80%， 就算自己有 10% 的穿透，那也得减少 70% 的伤害。使用怒雷冲击的话，那就只需要计算 BOSS 那 30% 的法术抗性了，那就是26万的最终伤害。以他的200万血量来计算，需要80倍的伤害加成，算下来也就160万的法力值。陈阳嘴角上扬，自己的法力值足够秒杀 BOSS， 根本不用虚啊。这里已经被岩浆彻底的淹没，在那些岩浆之中还出现了一颗颗1米左右大小的蛋。砰！他刚一靠近，一颗蛋直接发生了爆炸。-312640，一个伤害数字从陈阳的头顶上方冒出，这么阴险，护盾值直接减了30万。陈阳眉头一挑，高阶 BOSS 是聪明啊，先让岩浆淹没岩洞，然后再使用这个蛋的技能，造成的伤害那是真高啊。没用，300万的护盾，我得撞10个蛋。陈阳避开了其他的蛋，在岩浆池里寻找起了 BOSS 的下来。很快，他发现了那个庞然大物。轰 ！BOSS 显然也发现了陈阳，周身的岩浆产生了爆炸声，围绕在身上的那一圈火圈更是顺着飞溅的岩浆冲向了陈阳。那就看谁秒谁吧！超限爆发，400倍消耗，怒雷冲击，噼里啪啦，岩浆中出现了一道闪电，径直的击中了体型庞大的 BOSS。-20844230， -393120。2个伤害数字分别从陈阳跟 BOSS 的头上出现。玩家击杀火狂男爵7阶，请尽快完成进阶。BOSS 的身躯随着电弧的激荡，化为了大大小小的火块，融入了岩浆之中。一道散发着璀璨光芒的光团也出现在了场上。舒服了！陈阳两眼放光，一个闪现出现在光团的位置，伸出手触碰到光团的瞬间，一排提示也弹了出来。
玩家获得64000枚金币。玩家获得40级进阶球，史诗。玩家获得焰火魔杖，史诗。玩家获得火焰风衣，史诗。玩家获得技能火焰躯体，史诗。玩家获得火焰魔晶，史诗。玩家获得秘境之池2，史诗。7阶 BOSS 7样掉落。秘境之池。当看到最后一样东西的时候，陈阳瞪大了眼睛，赶紧打开物品栏查看了起来。秘境之池2，史诗。将3把钥匙合二为一后，密钥将指引你通往烈焰山脉的深处。这是……陈阳眯起了眼睛，一把史诗级的钥匙，而且还需要另外2把钥匙一起合成，光是这一点就说明这钥匙不简单啊！深处不会就是火龙所在的位置吧？陈阳想到了一个可能，这就难怪其他玩家找不到那头火龙了，感情是没用对方法呀。这么说，我还得在这片山脉找到另外2个能爆钥匙的 BOSS 了。烈焰山脉地底下十分的复杂，岩洞跟岩浆池纵横交错，再加上火山的爆发，随时会改变地底环境。即便是100级以上的玩家，想要将地下区域全部搜索一遍也是不可能的。想要在这地方找到另外2头史诗级的 BOSS， 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那我必须得找啊！对于拥有超高法力值以及临界视距的自己而言，找出另外那2头史诗级 BOSS 的下落只是时间问题。50级的传说进阶球，我势在必得。最好是能够再搞到一张品质提升券，不过这玩意是真的可遇不可求啊！先看看那 BOSS 掉落的其他东西。陈阳看向了 BOSS 掉落的那2件装备跟1本技能书：焰火魔杖，史诗，智力加240精神加80词条，火系技能造成的最终伤害提升 20%， 装备等级40需求职业法系。火焰风衣，史诗，智力加200体质加60精神加60词条，受到火系伤害时获得一个火盾，吸收装备等级 X10000的火系伤害，持续1分钟，装备等级40需求职业法系。火焰躯体，史诗，提升技能等级 X1% 的火系抗性，获得 20% 的法术抗性，技能等级40需求职业5。不错呀，2件装备的词条都很不错，火焰之躯这个被动也相当的给力。这个被动要是上架拍卖行的话，400万金币肯定能卖出去。不过接下去要打火龙的话，这个技能我得学啊，那就把材料卖了，将那颗史诗级的材料上架拍卖行。陈阳换上了焰火魔杖跟火焰风衣，赶紧离开，找个地方回来，然后再去找另外那2个史诗级 BOSS。烈焰山脉红莲城飞艇停靠点，一艘飞艇缓缓停在了这里。大批的玩家从飞艇上走出，朝着烈焰山脉的方向而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这里都是为了升级，少部分人则是为了能够在岩洞中获得奇遇。不过这些人的等级都在50级之内，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达到了50级，想要击杀一头5阶或6阶的 BOSS， 从而提升天赋。在这群人里，有一队人非常的特殊，其他队伍都是一起行动的，可他们进入烈焰山脉后却迅速的分开了。他们极具目的性的前往了不同的区域。第52章百分比回复技能。烈焰山脉一处地下岩洞里，陈阳正在灵魂出窍，距离他击杀那头7阶 BOSS 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这期间，他一直都在寻找剩下那2头史诗级 BOSS 的下落。在这1000多公里的广阔山脉中，想要在不计其数的岩洞里找到一头 BOSS， 无异于大海捞针。灵体状态下的陈阳来到了一处地下空间，这里遍布着发光的水晶，在这些水晶的四周栖息着一种晶体怪，它们4脚爬行，通体漆黑，匍匐在那些水晶体上，看上去十分的惬意。在一颗巨大的水晶下，一头身长5米、高达3米的怪物正在熟睡。找到你了！陈阳嘴角上扬，这家伙显然就是自己要找的7阶怪。确定这地方的坐标点，直接用星界传送过来。灵体状态下，陈阳发现自己可以直接在本体的位置使用星界传送开门，只要距离不超过100公里就行。开启传送门后，取消灵视状态，本体就会清醒。星界传送，陈阳将传送门开在了那颗巨大水晶的上方，解除灵视。下一秒，灵魂回归本体，恢复清醒的他立马站起身来。旁边开着一道传送门，门的那边连通着7阶 BOSS 所在的位置。踏入门内，陈阳来到了那处地下空间。他的动作很轻，并没有惊动附近的怪物。超限爆发，10倍消耗，法眼窥视。对着7阶 BOSS 使用了技能后，一个面板随即出现。岩晶魔兽7阶，等级40，血量2730000471243，物理攻击39000，物理防御156,000，法术防御117,000，法术抗性30%，伤害减免30%。技能魔晶抵御、岩晶爆碎、结晶反射、晶体狂化、岩啸、岩兽召唤、岩晶重击。提升了法眼窥视的效果后，
陈阳也看到了 BOSS 的技能，跟火狂男爵不同，这头 BOSS 明显更肉不少。这家伙有反伤类技能，让陈阳意外的是，这头 BOSS 有一个反伤类的技能，结晶反射，开启后可以反射自身受到的 30% 伤害。那家伙现在没发现我，先手全在我这，不过我放技能的话，这家伙还是有机会开出反射的。先加个盾，消耗了200万的法力值，陈阳给自己加了个200万的护盾。这样一来的话，就算下面的这头 BOSS 反应过来开启了反射，血盾也能将这部分的伤害给吸收。这家伙总没有火焰抗性了，可以用炎火暴轰了。对于没有火抗的 BOSS， 炎火暴轰是自己现阶段伤害最高的技能了。以我现在的法术攻击，再加上法杖的 20% 火系最终伤害加成，想秒这家伙的话，需要6倍的伤害，也就是60倍的额外消耗，那就是90万法力值。陈阳的眼眸中闪烁着一道火光，超限爆发，60倍消耗，炎火暴轰。下一秒，在这地下空间里出现了一道太阳，耀眼的光芒掀起了热浪，火球以极快的速度飞向了晶体下方的那头7阶 BOSS。似乎感觉到了火球带来的巨大威胁， BOSS 的眼睛猛地睁开，面对那近在咫尺的火球，整个身体突然结晶化了。正如陈阳所料，这头 BOSS 在危急关头开出了反射技能。轰！火球猛地砸在了 BOSS 的身上，发出巨大声响的同时，破坏效果也随即生效。砰！ BOSS 的身体被炸飞了出去，身体上的结晶也产生了碎裂，一只腿更是直接被炸没了。-1979220， -848237。2个伤害在同一时间出现，一个是陈阳对 BOSS 造成的伤害，一个是 BOSS 的结晶反射。这技能还真是好用啊！看着下方那头 BOSS 的惨状，陈阳啧啧点头。破坏这效果是真的强，伤害足够的情况下，一击就对 BOSS 造成了重伤。还剩下80多万血是吧？超限冷却，10倍消耗；超限爆发，20倍消耗。给我死！第2发炎火暴轰紧随而至，-942486。玩家击杀炎晶魔兽7阶，请尽快完成进阶。啪嗒，晶体碎裂的声音响了起来。在这一击造成极死伤害的同时，炎火暴轰的破坏效果在一瞬间击碎了 BOSS 的身体。与此同时，这处地下空间里的其他晶体怪一同锁定了陈阳。可没了老大，这些怪完全是一盘散沙。超限冷却，10倍消耗。闪烁之光，陈阳使用技能来到 BOSS 掉落的光团边，快速的伸出了手。玩家获得64000枚金币。玩家获得40级进阶球，史诗。玩家获得炎晶之躯，史诗。玩家获得炎晶盾牌，史诗。玩家获得技能炎魔金剑，史诗。玩家获得炎魔晶，史诗。玩家获得秘境之池3，史诗。还是7样掉落，3把秘境之池中的第2把也爆了出来。溜了！没有进阶，击杀那些晶体怪也没有意义。陈阳连续的使用了闪烁之光，从一处岩洞逃离了这处地下空间。之所以没有用40级的史诗进阶球完成进阶，最大的原因是陈阳在拍卖行里看到了一样道具。原本他是想看看拍卖行有没有品质提升券卖的，结果就看到了那样道具。合成券，史诗可以将3样史诗级物品合成传说级，合成的物品不能高于该物品的等级，物品等级40。这张合成券的价格并不高，只需要120万枚金币，却一直都卖不出去。首先，这玩意只能合成物品，无法合成装备跟技能这些。其次，40级这个等级并不关键，物品里拥有合成价值的也就是史诗级进阶球了。可40级的史诗级进阶球提升的基础属性也只是比传说级的80点全属性而已，而且史诗级的进阶球本就稀少，几乎没人会为了这80点的全属性进行3合1。陈阳看了一下，50级的合成券也有，价格却达到了离谱的1000万枚金币。不过也能理解，毕竟50级可以提升第2次天赋，远比基础属性更为重要。当然，对于陈阳而言，能够传说进阶的话，那必不可能史诗进阶啊！自己刚好在拿到3把钥匙的同时，顺便把40级的传说级进阶球给合出来，看看 BOSS 掉落的东西。打开物品栏，陈阳看向了那本 BOSS 掉落的技能书。炎晶之躯，史诗，获得额外20点体质的血量加成，每秒可回复，技能等级100，百分号的生命值回复，技能等级40级，需求职业，通用。我操，这技能对我来说有大用啊！第53章。这家伙是个蠢货啊！陈阳看着这个技能，目光无比的火热。百分比的被动回血，这对自己来说等同于回蓝啊！只要我把法力值上限全部转换成生命值上限，那每秒就能回 0.4%， 那就只需要250秒就能把血给回满。等生命值上限回满以后，再转回法力值上限就可以了。陈阳身体微微颤抖，整个人激动的不行。对于能够将生命值跟法力值上限来回转换的自己，百分比回血
那就等于是百分比回蓝啊。250秒，学了这个技能后，我就不用再等几个小时的回蓝了，只要4分钟的时间，而且是战斗状态下。是否学习技能岩晶之躯？史诗？是。学习了这个技能后，陈阳迫不及待地看向了自己的血条跟蓝条。超限转换，法力值上限，全转生命值上限。转换之后，陈阳的生命值上限瞬间来到了530万，加21158，加21158。每过1秒，他的脑袋上都会出现一个回血数字，太舒服了。血条不断的回复，蓝条也在以每秒3点不断的提升着上限。陈阳看向了 BOSS 爆出的另外2件装备，都是战士职业的，词条的效果不错，在拍卖行上卖个几十万金币不是什么问题。加上那个材料的话，一起卖200万还是可以的，扣掉手续费还有160万。现在回蓝快了，搜索地下岩洞的效率也能大大的提升，还剩下最后一把钥匙，我就能去会一会那头火龙了。传说级 BOSS 的属性肯定要比史诗级高出一个档次，而且自己从之前的帖子里也了解不少跟龙类怪物有关的信息。这类怪物有着超高的血量跟防御加成，同时还具有非常高的抗性。既然是火龙，那火抗肯定高的离谱，我这10%的穿透等于没有，炎火爆轰是用不了了，到时候看看有没有40级的技能，钻石级的也能先用一用。只要自己能破火龙的防御，就不愁秒不掉这头传说级 BOSS， 大不了就在这烈焰山脉多待上一段时间。40级的怪物区还剩下最后一片没有搜索，第3头 BOSS 就在其中了。超限转换，100万生命值转法力值。星界传送，打开传送门，陈阳前往了烈焰山脉40级怪物区的最后一片地带，在这里找了一个隐蔽的岩洞。等了一会之后，生命值已经全部回满。超限转换，430万生命值转法力值。陈阳给自己留下了一滴血。超限爆发，1060倍消耗。血遁术，将所有的法力值消耗一空，血遁术的护盾值也达到了540万点。超限转换，530万法力值转生命值。转换之后，陈阳的生命值上限变回了530万，在剩下一点血量的情况下，岩晶之躯以每秒 0.4% 开始回复。陈阳耐心地等待着，比起之前动辄几个小时的回复时间，现在4分钟就能回满了。时间1分1秒的过去，250秒之后，原本的空血已经回满了。超限转换，500万生命值上限转法力值上限。超限爆发，50倍消耗。灵界噬具，灵魂出窍之后，陈阳没有急着行动，看着躺在床垫上的本体，自己尝试过，这个状态下是可以使用技能的。超限转换，500万法力值上限转生命值上限。血转蓝后，本体的头顶出现了血量回复的数字，500多万的护盾加500多万的血量，哪怕是站在怪物堆里，陈阳也完全不虚。开找，灵体穿越岩层，开始在这附近搜寻第3头史诗级 BOSS 的下落。陈阳本体所在的岩洞附近，一名玩家正以极快的速度搜索着这片区域。这人的目的很明确，对于那种复杂的岩洞，只要看到洞内有怪物存活，第一时间就会离开。他的执行力非常强，只要是能够进人的岩洞，都会进去一探究竟。找着找着，他来到了一个岩洞外，直接走了进去。这个岩洞并不深，以这人的速度，10几秒就走到了底。这是……当他看见洞内摆着一张床垫后，整个人都愣了一下。这可是在炼级区里啊，谁这么有闲心雅致带着床垫来？他朝着床垫的位置走了过去，也看到了躺在床上的那个人。这岩洞内的能见度并不高，只有上方几个小洞透进来的光芒。可这人明显是个刺客类的职业，哪怕身处于黑暗环境之中，也能看得清楚。没错，就是龙哥要找的那个家伙。这人认出了陈阳，他在这片区域里找了那么久，为的正是躺在床垫上睡大觉的那个家伙。袭杀窥探，这慢慢的靠近，对着陈阳使用了窥视类技能。窥探失败，在魔法隐藏的状态下，这人的窥视类技能根本不可能成功。这家伙不是30级吗？为什么会失败？看着眼前弹出的提示，他皱起了眉头。这么说，这家伙的身上有能够隐藏自身属性的道具？很快，他想到了关键。他的窥探类技能品质达到了钻石级，再加上比目标高出20级的等级，技能失败的概率等同于0。唯一的解释就是目标身上有强力的道具，可以隐藏自身的属性。这是头匪呀啊！正准备向龙哥报告目标位置的这人双眼放光。我要是干掉他，然后再去向龙哥邀功，那岂不是能多分一点？又或者杀了他，看他能爆出什么东西。要是价值巨大的话，正好独吞。贪婪是每个人潜藏在内心的欲望，当机会摆在眼前时，很少有人能够抵挡这种诱惑。我50级，他来的时候30级，不到1天的时间，他顶多升到31级。不管是基础属性还是装备属性，
我都是碾压这家伙的，何况这家伙还是个蠢货啊！玩家在练级区里行动的时候，休息在所难免，可绝对没有一个人敢像躺在床垫上的那个家伙一样肆无忌惮。即便这个岩洞里没有怪物，可这家伙却忽略了其他玩家所带来的威胁。终究是年轻人啊，红莲学府的学生又怎么样？在这里杀了你，是不会再有第二个人知道的。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这人的眼底浮现出了强烈的杀意。第54章2000万加的伤害。刺客职业什么最强？答案当然是爆发。面对那个躺在床上睡大觉的蠢货，他都不需要隐身偷袭，直接走上去使用伤害最高的技能，还能秒不了一个30几级的玩家。天时地利都在我，这一把稳了。这人的手中出现了一把匕首，他蹑手蹑脚地朝着陈阳走去，绕到了床垫后面的位置，从背后发起攻击。他的技能可以造成额外的伤害。爹，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生活功能栏里出现了一条消息提示。这人眉头一挑，没有去看那条消息的意思，对着陈阳举起了匕首。刺杀袭击，去死吧！匕首上闪烁着一道红光，以极快的速度击中了陈阳后腰的位置。-882790，一个超高的伤害数字冒了出来。50级刺客在一身翡翠装备的加持下，敏捷能够轻松的突破6000，再加上钻石级技能700%的伤害加成，这一击的伤害快要接近100万了。可就在这人洋洋得意，等着拾取玩家死亡掉落的光团时，躺在床上的那个蠢货突然猛地睁开了眼睛。没死。这人皱起了眉头，整个人都懵了。88万加的伤害啊！他的血量也才只有这个数字好吗？一个30级的玩家居然能扛住一个50级的玩家全力一击，什么情况啊？这是同样脑袋上顶着号的还有陈阳，自己刚找到那个 BOSS 所在的位置，正想用技能看 BOSS 的属性，结果眼前就弹出了一个受到伤害的提示，而且这伤害还达到了80万加。靠，偷袭我还讲不讲武德了？生命上限转法力值上限500万，超限爆发300倍消耗，炎火爆轰。几乎没有任何的思考，陈阳恨不得将自己所有的法力值消耗一空。300倍消耗，炎火爆轰的伤害加成达到了30倍。轰！偷袭的那人还在诧异之中，一道巨大的火球就砸在了他的身上。砰！破坏效果在一瞬间将他身上的装备击碎，他的身体更是在火球之下开始溶解。-24548630，一个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的伤害数字从那人的脑袋上冒了出来。可这还没完，将那人溶解后，巨大的火球径直地朝着岩洞内的山壁而去。轰！2000万加伤害数字的破坏效果极其的可怕，火球所过之处，坚硬的山壁就像纸糊的一样。轰隆！我去！看着即将崩塌的岩洞，陈阳快速将那人死亡后掉落的光团捡起，超限爆发，100倍消耗，闪烁之光，接着就是一个闪烁，直接闪现到了山洞的外面。轰隆抗狼！岩洞彻底崩塌，发出了巨大的声响。陈阳看着自己的杰作，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这破坏效果也太牛逼了吧！打开提示信息，看到那人掉落的东西后，他苦笑了一下。果然，那人身上的装备都被破坏了，剩下的就是10多万金币跟一些药品，还有补给品。要是打在那火龙的身上，也能造成2000万的伤害，那不随便秒。不过这家伙怎么会找到我的？陈阳眯起眼睛，眉头紧蹙。就算有玩家来这附近练级，那也应该是组队的才对，像这种落单的基本上看不见。还有一点，这家伙打在自己身上的伤害太高了。将他击杀后，掉落的物品里没有隐藏职业球，这说明对方不是隐藏职业，一个普通的职业，就算是刺客，能打自己解决100万的血量吗？除非他的等级远高于我。陈阳的眼神沉了下去，自己的物理防御虽然低，也没有物理抗性跟伤害减免，但想要打出80万加的伤害，就算以40级的史诗级技能来算，那也需要10万加以上的物理攻击。普通职业的攻击加成是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他的等级应该有50级。一个50级的玩家出现在这里，还对我发起了攻击。这个岩洞不说隐蔽，偏僻是肯定的，再加上附近没什么怪物，那些练级或者探宝的队伍几乎不会来这种地方，那就是冲着我来的喽。辛雷之前告诫过自己，秋招的风头一出，势必会有人盯上自己。只是让陈阳没想到的是，这帮人来的居然如此之快，派50级的玩家来杀我，还真是看得起我啊！应该不止这一个人，他们为了加快搜索的效率，肯定选择了分头行动。刚才那家伙发现了我，其他人搞不好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我得赶紧溜。超限转换，法力值上限转生命值上限500万。转血后，陈阳在原地开启了一道星界传送门。BOSS 的位置自己已经确定，这扇门可以直达地底的深处。在那个地方，
就算是50级的玩家，也没那么容易能找到自己。穿过传送门，陈阳来到了一片火山口，周围遍布黑色的石头。从学名上来说，这玩意叫做黑曜石。滚烫的岩浆池不断地喷涌出气泡，灼热的温度让那些没有准备的玩家根本不敢踏足。BOSS 就在火山口的岩浆池里，那是一头体型庞大的、形似鳄鱼的怪物。它在岩浆池里惬意地游荡着，丝毫没有发现危险的到来。陈阳身上的护盾值还有200多万，等生命值回满后，将生命上限转回了法力上限。这玩意能在岩浆池里游泳，火抗肯定高的离谱，那就还是用怒雷冲击吧。5000倍的消耗 ，BOSS 应该顶不住吧？虽然怒雷冲击的伤害加成低，但法力值的消耗只有2000，500万法力值，2500倍的额外消耗，那就是250倍的伤害加成了。哪怕怒雷只能对 BOSS 造成1万点最终伤害，这一击也能造成250万的伤害了。陈阳一头扎进了岩浆池里，在这片池子里，除了那头 BOSS 之外，一头小怪也没有。游了一回后，他看到了那头在岩浆池里来回游动的7阶 BOSS。这次轮到我不讲武德了。趁着 BOSS 还没发现自己，陈阳微微一笑。超限爆发，5000倍额外消耗，超限范围10倍消耗，怒雷冲击！轰！火山口里突然闪烁一道极其粗壮的闪电，随着闪电的落下，整个岩浆池激起了千层的浪花。那头游动的 BOSS 身体一翻，脑袋上冒出了一个比2000万还要高1倍的伤害数字，4000万加。第55章火山地底的巨龙。一头40级的史诗级 BOSS 是不可能有4000万血的，这一道怒雷实现了秒杀。失去了生机后， BOSS 的尸体开始被炽热的岩浆所融化。陈阳朝着掉落的璀璨光团游了过去。玩家获得64000枚金币。玩家获得40级进阶球，史诗。玩家获得火山鳄皮，史诗。玩家获得火山鳄骨，史诗。玩家获得装备火鳄之牙，史诗。玩家获得技能火鳄魂之击，史诗。玩家获得秘境之池1，史诗。7样掉落，一个不少，这下都齐了。陈阳的表情十分兴奋，先把法力值全部转血，超限转换，法力值上限全转生命值上限。3颗史诗级进阶球跟3把秘境钥匙都拿到了，现在可以进行合成了。首先是那3颗史诗级进阶球，是否使用3合1卷轴将3颗史诗级进阶球合成为传说级进阶球？是。确定后，一道光芒闪烁，陈阳的手中多出了1颗40级的传说级进阶球。是否使用40级进阶球？传说级。使用。玩家成功突破40级，获得240点全属性提升。进阶成功，陈阳的全属性也跟着提升了240点。打开面板。玩家陈阳，职业超限法师，等级40，020000000，生命值40568059852110，上限转法力值体质 X220， 法力值74880，智力 X200，30%加成。法术攻击120204，智力 X10 加精神 X5，40%加成。物理防御18440，体质 X10，法术防御17260，精神 X10，法术穿透10%，力量1704加80，智力6384加1240，敏捷1704加80，体力1704加140，精神1704加220。算上生命值上限的话，自己现在的法力值最高能够达到600万的上限，而且就算自己什么事也不干，一天也能再增加25万的基础法力值啊！算上法力文员的30%加成，就算接下去的12天时间里我什么事也不干，法力值上限也能够达到1000万了。同级的史诗级 BOSS 我就是虐杀呀，传说级 BOSS 也随便秒，要是神话级 BOSS 的话，能挡得住我的全力一击吗？陈阳整个人兴奋的不行，能够阻挡自己的只有法术攻击跟目标的防御了。破不了防的目标，自己的法力值再高也杀不死，可只要是能破防的目标，那自己就有了将其秒杀的机会。接着陈阳拿出了那3枚秘境之池，当3枚钥匙同时拿出后，自动合成了一个球体。玩家成功合成火龙秘境之池，该物品将在100分钟后消失。透过这个球体，里面出现了一幅画面，那是一处地底火山，到处都是流动的岩浆，在这片岩浆的上方有一个巢穴，一头通体火红的巨龙正在那里栖息。果然，陈阳看着球体里的那头火龙，眼底闪烁着金芒。这枚完整的密钥跟预期的一样，指引了那头传说级火龙所在的位置。画面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地图。只要将意识沉入这颗球体之中，眼前就会出现一幅全3D效果的超大地图。
这是整个烈炎山脉的地图，火龙所在的位置是附近一处活火山的下面。根据地图上来看，活火山的里面有着上百条通道，而能够进入火龙所在的只有一条通道。再加上活火山随时都有爆发的风险，一旦爆发的话，身处其中的玩家将会被彻底淹没，连出路都找不到。在百分比扣血的灼烧伤害下，除非有着超高的火焰抗性，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应该有其他玩家获得过密钥，也可能合成了这张地图，只是想要在100分钟的时间内进入那处火山的下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再说了，那可是传说级 BOSS 啊，就算是一对实力强劲的隐藏职业玩家，也不敢说能够将其击杀。100分钟的时间根本不够做准备，要是消失后，想要再找到那3个史诗级 BOSS 重新合成，怕是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可我就不一样了，现在就能直接下去。有了这张地图，只要自己用所有的法力值开盾，再把血量上限控制在1点，想在火山下方待多久就能待多久啊！即便这期间那处火山发生了爆发，封闭了原本的通道，自己也可以使用炎火爆轰，直接轰出一条路来。先去会一会那头火龙，至于这片区域里想要对付我的那帮人，陈阳咧嘴一笑，等自己从火龙秘境出来以后，有的是时间陪他们慢慢玩。超限转换，全部生命值转法力值，留下1点生命值上限，陈阳的法力值达到了600万。超限爆发，1200倍消耗。血盾术，120倍的技能效果加成，血盾术的护盾值这一次达到了600万。超限转换，全部法力值转生命值，1点血量瞬间变成了600万血量。空血状态下，陈阳的头上也冒出了一个回复数字，加24000，加24000，加24000。超限转换，全部生命值转法力值，回满之后，陈阳把自己的生命值上限转到了1点最大生命值的1%伤害，每5秒受到的伤害就是 0.01 点。600万的护盾值能够在岩浆里待上100年。星界传送，有地图在，陈阳尝试着直接开门进入火龙所在的位置。技能释放失败，目标地点拥有未知结界。一个提示紧跟着弹了出来，那就到火山的位置，然后游下去。陈阳将开门的位置放在了火山口的岩洞上方，随着一道门的开启，周围的空气也变炽热。拿着那颗秘境球，陈阳一头扎进了火山之中。烈炎山脉40级怪物区的某一处，阿威那小子怎么不回信息？龙哥看着迟迟没有收到回复的消息，脸上的表情有些难看。他跟队伍里去搜寻的队员都下了死命令，每隔一段时间，不管有没有发现，都要互相发消息确认当前身处的位置。可是现在有一个队员失联了，难道说他碰到那个小子？龙哥眉头一挑，突然有一种不妙的预感。打开好友栏，他给几个人同时发去了消息。收到消息的暂停搜索，到阿威最后一次确认位置的地点集合。第56章秒杀火龙的方法。火山深处，炽热的岩浆在陈阳的身边滚动，到处都是喷涌的热浪，似乎在预示着这座火山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顶着600万的护盾，陈阳硬吃着灼热的1%伤害，根据地图的指引，在火山底部不断的搜寻着。找到了，来到一处正在爆发岩浆的洞口，陈阳一头钻了进去。里面有一条很长的通道，从这里一路向下就可以抵达火龙巢穴所在的位置。行进了一段时间后，洞内的岩浆消失了。陈阳看到了一副奇观，下方是一座又一座小型火山，不时地喷出滚烫的岩浆。在这些火山的中间有一处高台，一头身长10几米的巨龙匍匐在岩浆之上，身上那火红色的鳞片闪闪发亮。这就是自己寻找的目标，传说级的火龙 BOSS。 我跟他差了10级，必须要用高倍的法眼窥视，这样才能看到他的属性跟技能。跟之前不同，有了法力值上限转血量上限的操作，陈阳现在的法力值可以说根本用不完。超限爆发，1000倍法力消耗；超限范围，100倍法力消耗。法眼窥视，一个普普通通的白银级技能，在消耗的法力值倍数足够多的情况下，技能效果直接翻了100倍。下一秒，火龙的属性面板随之出现在陈阳的眼前。火山之龙8阶，等级50，血量4900000，物理攻击147000，物理防御367500，法术防御245000，法术抗性50%，火焰抗性100%，伤害减免40%。技能龙族皮肤、龙爪横扫、爆炎熔浆、龙息、巨龙撞击、龙魂袭杀、炎火弹、巨龙防护。这就是传说级 BOSS 的强度吗？火龙的属性让陈阳啧啧点头。将近500万的血量，还有10几万的物理攻击，再加上那超高的双防以及抗性跟伤害减免，这头火龙也太硬了吧！他有防护技能，炎火爆轰又用不了，看来还是得买个强力的技能了。对付这头传说级的 BOSS，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击将其秒杀。
退回洞内，陈阳打开了拍卖行，搜索45级的法系史诗级技能，火系的除外。出现的技能并不多，只有寥寥的3个，而这3本技能书价格一本比一本贵。陈阳看向了最便宜的那本，价格是200万枚金币。冰暴螺旋，史诗级，消耗25000点法力值，对目标造成法术攻击 X400加技能等级 X8百分号的冰系伤害，有 10% 的概率冻结目标10秒，并施加碎冰状态，对火属性怪物的概率翻倍。碎冰状态下，目标的法术抗性减半，瞬发，冷却时间 90s， 最大施法距离2000米，技能等级45，需求职业法系。就你了。看到这本技能的具体效果后，陈阳也不去看后面的那2个技能了。碎冰对那头火龙可以说完美克制啊！超限爆发还能提升技能的效果，可以100%让火龙进入碎冰状态。这样一来的话，操作起来就简单多了。这个技能的价值肯定不值200万枚金币，不过对于现在的自己而言，花这200万枚金币绝对是值的。传说级 BOSS 的智慧毋庸置疑，一旦火龙预感到足以对他造成致命威胁的伤害，绝对会毫不犹豫地使出防护技能。那个巨龙防御可以让火龙在一段时间内防御翻倍，同时获得可叠加的额外伤害减免。只要开出这个技能，自己就秒不了他。我现在的法力值可以达到600万，消耗可以达到240倍，技能效果也可以提升24倍的效果，也就是说足以让火龙冻结240秒。在这240秒的时间内，我只要把法力值上限转生命值，在那家伙破冰之前，我的法力值就回满了。就算他开出防护技能，240秒的冰冻时间里足够让技能失效了，并且他的法术抗性也会降到 25%，24倍的概率提升下，火龙被冻结的概率是 480%， 就算他有着超高的控制减免，也不可能挡下碎冰的控制。是否花费200万枚金币购买冰暴螺旋史诗级？是。买下这本技能书后，陈阳第一时间选择了学习。超限转换，法力值转生命值，将所有的法力值上限转为生命值上限。等待了一会后，生命值回满了，转回来。陈阳又将生命上限转回法力上限。600万加的法力值下，他有着十足的底气。超限爆发，240倍消耗。冰暴螺旋。灼热的环境中突然出现了一股无比冰冷的气息，在这种变化之下，正在休憩的火龙猛地睁开了眼睛。传说级 BOSS 的智慧让他第一时间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随着空中那道巨大的螺旋冰锥砸了下来，他没有丝毫的犹豫，身体泛起了璀璨的红光。冰暴螺旋对巨龙防护，这一击造成的伤害几乎被抵消了。但是就在冰暴命中巨龙身体的瞬间，他的皮肤表面顿时凝结了一层冰霜。好！不甘于被冰封的巨龙发出了愤怒的咆哮。一切无济于事，冰霜凝结的速度越来越快，顷刻间让这头火龙化为了一座冰雕。超限转换，陈阳没有任何的犹豫，将法力值转回了生命值。回复的效果在第一时间出现，火龙的头顶上方也出现了一个碎冰状态的倒计时。让陈阳意外的是， BOSS 的控制抵抗还是起到了作用，被冰冻的时间减免到了200秒。200秒，那至少要在190秒的时候就出手，我的法力值可以回复到450万以上。时间1秒接1秒的过去，陈阳丝毫不急。碎冰状态下，火龙无法使用巨龙防御，法术抗性也会降低到 25%， 再加上自己那 10% 的穿透，冰暴螺旋能够造成的最终伤害达到了34万加，而450万的法力值能够让冰暴螺旋的伤害提升整整18倍。火龙将被秒杀。190秒过去，做好准备的陈阳立马操作了起来。超限转换，超限爆发，180倍消耗。冰暴螺旋。第57章死无对证。又一道巨大的螺旋冰锥飞向了下方的 BOSS。 碎冰状态下，这头传说级 BOSS 依旧能够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可他却什么也做不了。冰克火，在超限爆发的技能效果提升下，他的火焰根本无法融化身上的冰霜。600000加，啪嗒！随着超过600万的伤害数字从火龙头顶冒出，他的冰雕也在一瞬间碎成了无数块。彻骨的冷意让这处火山内的温度都降低了。一个散发着炫彩光芒的光团出现在巨龙巢穴的位置。来了，传说级掉落。陈阳的表情十分激动。火龙可是50级的8阶 BOSS，50级的传说级进阶球那可是必爆的呀。使用闪烁之光来到巨龙的巢穴，他伸出手触碰了那个光团。玩家获得256000枚金币。玩家获得50级进阶球，传说级。玩家获得巨龙之骨，传说级。玩家获得火龙皮，传说级。玩家获得火龙筋，传说级。玩家获得装备火龙盾牌，传说级。玩家获得装备火龙纹章，传说级。玩家获得技能炎火之躯，传说级。8阶 BOSS 8个掉落。传说级的材料
这得值多少钱？光是那3个传说级的材料，只要上架拍卖行的价格不是太离谱，绝对会直接被人给秒了。陈阳也不着急，传说级的材料可不多见，尤其是龙类生物掉落的材料，自己大可以奇货可居。接着就是那2件传说级的装备跟1个技能。火龙盾牌，传说级，力量加200，体质加300，词条1，火焰反伤，受到伤害时可以对目标造成该伤害 20% 的火属性伤害，词条2。火龙之魂，召唤火龙之魂，对目标造成你最大生命值 20% 的真实伤害 ，CD 10分钟，装备等级50部位，副手，需求职业，防御系。火龙纹章，传说级，智力加300，精神加200，词条1，火焰之纹，使用技能对目标造成伤害时会叠加1个火纹，火纹5层后会引爆，并造成目标最大生命值 10% 的火系伤害，词条2。火焰龙息，使用后对目标造成法术攻击 X 1000%的火焰伤害 ，CD 15分钟，装备等级50部位，饰品，需求职业，通用。炎火之躯，传说级，获得技能等级 X1 100分号的火焰抗性，免疫火系负面状态，受到火属性伤害时，将该伤害的技能等级 X 0.5 100分号转化为治疗效果，技能等级50。需求职业，通用，都是好东西啊。传说级3个字的含金量不言而喻，虽然只是50级的装备跟技能，但这3样东西绝对价值非凡啊。盾牌我用不上，这个文章要不要留着？火龙文章的词条效果还是很强力的，增加的智力也不低，尤其是火焰龙息的伤害等同于50级传说级技能的伤害加成了。陈阳江穿上了这件装备，技能栏里也出现了火焰龙息这个技能，不能用超限爆发。跟学习的技能书不同，装备词条附带的技能有一个不同的标识，是无法受到任何超限加成的。也是装备词条附带的技能不需要消耗法力值，真要是能用超限爆发，那还不得无限倍。炎火之躯学了，然后把这2件装备跟那3个材料一起卖掉，等升到50级，用赚到的金币买一套高智力的史诗装，再弄几个高伤害的史诗级技能。是否学习技能炎火之躯？是。学习了这个技能后，陈阳状态栏上负面效果灼热瞬间消失不见，与此同时，火山4周的那股炎热感也没有了。陈阳看向了最关键的那样东西，50级进阶球，传说级，使用进阶后可以使你的天赋获得 200% 的基础提升。我的基础天赋是每秒1点法力值上限，使用这颗50级的进阶球后就能再提升2点，那就是每秒5点法力值上限了。如果是神话级的话，至少是传说的2倍，那我的天赋至少能提升到每秒7点法力值。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计算题，每秒5点法力值的话，1分钟是300点，1个小时就是18000点，一天就是43万加啊。等50级以后，要是搞不到品质提升券的话，那就直接传说进阶算了，毕竟天赋提升的越早，法力值涨得也就越快。当然也可以等一段时间看看情况，毕竟天赋这玩意最好还是能神话级进阶。怎么说呢，陈阳还真想碰上一头50级的神话级 BOSS。 东西先不急着卖，回去研究一下再摆一个合适的价格。眼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将所有的战利品收了起来。陈阳的眼神变得冷冽，在这片烈焰山脉之中，还有一队想要置自己于死地的玩家呢，他们应该已经到之前那个家伙死亡的地方了。先用临界视距找出他们的位置，然后再解决他们。火龙已经死亡，火山下的巢穴已然成为了整个烈焰山脉最安全的地方。陈阳躺在巨龙曾经栖息的地方，进行了超限转换。超限爆发，60倍消耗。临界视距，灵魂出窍后，陈阳第一时间朝着前往了地面。50级的玩家又怎么样？只要自己确定了他们的位置，完全可以在零式状态下完成超远距离的秒杀。陈阳之前所在的那个岩洞外，这里聚集了一队人，一共5个人。为首的龙哥看着倒塌的岩洞口，脸色有些难看。他很清楚岩洞是不会无故崩塌的，这说明这地方不久前爆发过战斗。巧合的是，他的队员正好在这附近失踪了。目标是个隐藏职业，爆发伤害非常高，阿威恐怕凶多吉少了。龙哥看向了其他队员，众人闻言互相对视了几眼，表情都变得奇怪了起来。能够跨20级完成击杀的隐藏职业，这说明对方的来头不小啊。跟这样的人为敌真的不要紧吗？似乎察觉到了队员们的异样，龙哥声音低沉地补充道，阿威已经对那家出手了，这次的麻烦我们谁也逃不开，唯一的办法就只有一个。龙哥说到这，脸色无比的阴沉，一字一句说道，死无对正。第58章还有4个。龙哥的话让其他人露出了很辣的神色，他们可不是什么干净人，在练级区里干得勾当多了去了。从现在开始，你们2个人一组，对这片区域展开地毯式的搜索。龙哥下达了指令。烈焰山脉太大了，这么短的时间里，那个陈阳肯定跑不远，就算他的爆发能杀死一个50级的玩家，
也没有余力再对付第二个了。见到那家伙以后，不要打草惊蛇，先汇报位置。知道了。4名队员异口同声，2人一组，以崩塌的岩洞为中心，从左右两边搜寻了起来。龙哥站在原地，目光阴沉。他打开了生活功能栏，给一个人发去了消息。计划有变，那家伙比预料的更难对付。很快，一条消息回了过来。我知道了。收到这条消息的龙哥面无表情。他们这队人本来就是试探，那4名队员的是死是活，龙哥根本就不在意。如果这4人死在了陈阳的手里，那就说明超线法师这个职业有着巨大的潜力，而他背后的那只推手绝不可能放任这种潜在的威胁存在。换句话说，一旦他们这次行动失败，下一次找上陈阳的将会是那家伙绝对无法应付的死劫。龙哥并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一个灵体看在了眼里。灵视状态下的陈阳就站在龙哥的身后，这家伙刚才是在跟人汇报情况，要是能看到他们聊的具体内容就好了。从刚才看到的一切，陈阳可以肯定2件事：第一，这帮人确实是冲着自己来的；第二，他们受到了某个人的雇佣。先不管后面的人是谁，既然你们要来找我的麻烦，那我也不可能留你们的命。陈阳的眼底闪过强烈的杀意，这家伙是队长，实力肯定是最强的，从他们的职业来看，应该全都是刺客类的职业，身板肯定会很脆。就用冰暴螺旋把法力值打空的话，就算第1击秒不掉这家伙，他也绝对逃脱不了第2击。先回去找个近的地方放技能。火山深处的巢穴距离地面太远，在这个距离下释放技能会消耗额外的法力值，为了打出最高的伤害跟控制效果，陈阳打算挪个位置。意识回归本体后，他站起身来，使用了星界传送。传送门通往的位置就在龙哥附近的一处高点。超限爆发，10倍消耗，灵界视距。陈阳再次进入了灵视状态，朝着龙哥所在的位置飞了过去。对方也行动了起来，沿着这片区域返回红莲城的方向寻找了起来。这是怕我跑路。跟在龙哥的身后，陈阳倒也不意外。其他人要是在练级区里碰到了这样的事情，肯定会想着赶紧返回红莲城。像自己这种差了20几级还要硬刚的，根本不可能有啊。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件事，龙哥绝对想不到他已经被自己给盯上了。这个距离最多10公里远，那就是10倍超限范围了。剩下的法力值全部用来打爆发，把生命值全部转法力值后，陈阳的目光锁定了龙哥。超限爆发，230倍消耗，超限范围10倍消耗，冰暴螺旋。释放技能的瞬间，龙哥附近的空气温度在一刹冷了下去。一道巨大的冰锥在空中突然出现，以极快的速度砸向了龙哥。这是龙哥的反应极快，他自知已经无法躲开这冰锥的攻击，在被命中的同时开启了一个技能偏斜闪避。生死存亡之际，他的身上浮现了一道光芒。下一秒，冰锥击中了龙哥的身体。可是在那道光芒之下，大部分的冰锥产生了偏斜，一个伤害数字从龙哥的头顶冒了出来，但这个伤害并不足以将他秒杀。不过伤害虽然被偏斜闪避了大部分，但技能的控制效果还是生效了。龙哥的脚底浮现出了一层冰霜，正以极快的速度向上蔓延，将他的身体冰冻。隐身。在身体彻底失去控制权之前，龙哥整个人突然消失不见。有用吗？灵体状态下，陈阳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冷笑一声。碎冰效果之下，就算龙哥强行进入了隐身状态，他依旧被冻在了原地。看不见并不代表着不存在，还是这个位置，用炎火爆轰。要说伤害的话，自己有 20% 火系伤害加成，炎火爆轰打出的伤害肯定高于冰暴螺旋。问题就是超高伤害的爆轰下，这家伙身上的装备肯定是保不住了。这家伙身上的装备看上去也不好，无所谓了。将法力值转为生命值，陈阳在心里默数着秒数。200秒后，自己就会对龙哥消失的位置释放炎火爆轰。1秒、2秒，时间来到了第200秒，陈阳没有丝毫的犹豫，将生命值转回了法力值。超限爆发，炎火爆轰，将所有的法力值消耗一空。一道硕大的火球凭空出现在龙哥消失的位置上方。此时此刻，隐身状态下的龙哥内心焦急如焚。隐身并不代表着无敌，只要被技能击中，他造成会受到伤害，可不管他如何拼命的挣脱，被冰冻的身体根本无法动弹。轰！灼热的火焰笼罩了他所在的位置。啪嗒，冰碎了，龙哥的身体也跟着一起碎了。他甚至连出手的是谁也没有搞清楚，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在了烈焰山脉。一个光团出现在地面上。又过了一会，这地方出现了一道传送门。陈阳从门后走出，捡起了地上的光团。玩家获得1295872枚金币。玩家获得偏斜刺客、隐藏、职业球。这家伙还挺富的啊！物品栏里多出了100多万枚的金币，陈阳还真有些意外。
是雇主给的。算了，不重要了。没想到这家伙还是个隐藏职业，偏邪刺客，能够偏邪自身受到的伤害，这职业应该值不少钱吧？陈阳眼冒金光，想要达成50级的神话级进阶，自己怕是要花费数千万枚金币。金币这玩意那是真的不嫌多啊。还有4个。第59章，赫连云的死讯。烈炎山脉，2个人正在搜索着一处岩洞。老张，我怎么总感觉背后有人在看着咱们？其中一个人看向了身后，表情有些奇怪。是吗？难不成是有人隐身了，跟在咱们后边？另外那人挑了挑眉，看向了身后。别说人影了，那里连个怪影都没有。不可能啊，咱们都找这么久了，什么技能可以隐身这么久？说的也是，可能是我太紧张了。就在2人对话的时候，一道璀璨的火光出现了。轰！耀眼的火球击中了那个叫做老张的玩家。砰！他的身体被火球吞噬，连带着身后的岩壁也被击碎。轰隆隆！整个岩洞开始崩塌。剩下的那人脸色大变，拼命的想要朝外面跑去。他一边抵挡着岩洞上方掉落的石块，一边狂奔。呼！当跑出岩洞后，这人松了一大口气。要是真被埋在岩洞下，一旦缺氧，玩家就会出现缺氧状态，生命值将会以每秒1%的速度持续下降。在这100秒的时间里，他是不可能从岩洞里逃出来的。刚才是什么情况？好像有一道火光，老张人就没了，岩洞也跟着崩塌了。难不成这岩洞里面有高阶的 BOSS？ 这人看着那崩塌的岩洞，赶紧打开了生活功能栏。龙哥，我们这边遇到了突发状况，老张死了，可能有7阶以上的 BOSS。 发出这条消息后，他等了10多秒，那头迟迟没回。什么情况？再给另外2个家伙发消息看看。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连忙给另外那2人发去了消息，没有一个人回应。怎么回事？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空中再次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火球。奥里谢特！那人瞪大了双眼，仿佛明白了一切。轻松，意识回归本体，陈阳嘴角上扬，这就是秒杀的艺术啊！回去，还是继续升到50级？烈炎山脉的50级区域自己还没去探索，虽然现在升1级需要的经验值达到了2000万，但击杀50级的1阶怪就有5000点经验值，击杀4000只怪就能升上1级。以自己现在的法力值，升到50级最多只需要1天的时间。这对人失手了，指使他们的人肯定会派出更厉害的家伙，而且我的职业特性都暴露了，搞不好会有专门针对我的职业出手。就在陈阳考虑的时候，生活功能栏里收到了一条消息：陈阳，你在哪？速来副校长办公室找我。发消息的是辛雷。从内容来看，他显然有非常迫切的事情要告诉自己，正好可以回去了。对于升级的事情，陈阳倒是一点也不着急。有了100%的回复技能后，自己现在可以无限使用星界传说，除了那些有特殊限制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想去哪就去啊。回去喽。打开传送门，陈阳返回了红莲城。因为城内有法阵的缘故，星界传送无法直接回到红莲学府，所以陈阳回到红莲城外的低级练级区，骑着机械鸟返回了城门的入口位置。来到这里的传送点，出示了红莲学府的学员徽章后，他免费使用传送阵传回了学府区的传送点。来到副校长室的门口，陈阳轻轻敲了敲门：“进来吧。”里面响起了辛雷的声音。推门而入后，陈阳注意到了这位副校长脸上那难看的表情。辛副校长，这么着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不急，先坐下喝口茶。辛雷面前挤出一丝笑容，给陈阳倒了一杯茶。这倒是让陈阳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辛副校长，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陈阳没有接过那枚茶，认真的道：“唉。”辛雷叹了一口气，他放下杯子，站起身来，想要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又是一副说不出口的表情。陈阳见状，仿佛明白了什么：“是云舒那边出了什么事吗？”唉。辛雷没有回答，那唉声叹气的语气却说明了一切。云舒失败了。陈阳眉头一挑，追问道：“他死了？”辛雷缓缓吐出了3个字，眼神中浮现出了浓浓的哀伤。虽然他早就料到赫连云这一次凶多吉少，但当死讯传来的那一刻，他依旧有些难以接受。我知道了。相比之下，陈阳听到这个消息后的表现就有些淡定的过头了。我以为你会。辛雷明显有些意外。大哭一场或者闹上一闹什么的。我不是小孩子了。陈阳面无表情的回了一句。辛雷点了点头。他之所以欲言又止，就是怕陈阳接受不了，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现在看来，倒是他小瞧了这个小子。那多余的废话我也不说了，直奔主题吧。辛雷说到这，一脸严肃地盯着陈阳。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是谁害了赫连云，你会杀了他，替你的云舒报仇吗？他目光如炬，
眼神中透着跟外表完全不符的老脸。当然会。陈阳没有犹豫地给出了答案。在实力足够的情况下，自己一定会替贺连云报这个仇。这算是我多嘴问的一个问题了。辛雷苦笑了一下，那家伙出发之前交代了我一件事情，万一他真的死在了外面，他希望我能照看好你，不求你有多大的出息，只求你能平平安安的活下去。可你既然拿下了秋招的第一，也就不存在平安了。听到这，陈阳也苦笑了一下。贺连云死了以后，自己最大的后台已经没了，那些人能杀死贺连云这个200级强者，弄死自己还不是轻轻松松？毫无疑问，从这一刻开始，自己之后每一次的炼级区之旅都会被人盯上，即便自己不想报仇，那帮人也不可能放过自己。你也不用太过焦虑，贺连云再怎么说也是红莲公会的核心人员，这次的事闹得很大，短时间内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找你麻烦，就算在背地里搞些小动作，我相信你应该也能应付得过来。在这段时间里，我希望你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你明白了吧？辛雷一副语重心长的姿态。我会的。陈阳随口应了一句，自己想要成长起来，那可真是太简单了。好了，你去吧，之后要是去炼级区的话，记得先跟我报备一下。我知道了。第60章品质提升卷的消息。走出副校长室，陈阳的内心有些复杂。贺连云居然真的死了，这可是一位200级的强者呀！不算装备词条、技能加成这些，200级的强者血量少说在2000万以上，还有超高的防御跟各种抗性以及强力的保命技能。可以说，当玩家到达一定的等级以后，无论是跟怪物之间的战斗，还是玩家之间的对决，已然超脱了网络游戏里的那种你给我来一下，我还你一击的战斗方式。再加上高等级的技能有着多种特殊效果，高品质装备的附加词条这些，高阶怪物想杀死一个200级的强者，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么说，不只是怪物太强的原因了。想到辛雷对自己说的那些话，陈阳可以肯定一件事：如今的人族并不团结。当各大公会的实力达成一种平衡时，谁率先打破这种平衡，谁就会成为所有公会的敌人。陈阳的眼神沉了下去，这恐怕才是辛雷想要告诉自己却又没说出口的事情。现在这个困境轮到我了。贺连云死了，可他带给自己的麻烦却没有消失。难不成真要找个地方躲起来，等法力值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去炼级区？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些憋屈了？沉重的心情涌上了陈阳的心头。不过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当麻烦找上门时，躲是躲不掉的，解决麻烦才是问题的根本。回到学府区的宿舍后，陈阳打开物品栏，拿出了那些传说级的掉落。先是在拍卖行搜索了一番，没有一样传说级的物品是在售的，那就去生活社区的帖子看看。陈阳搜索了有关传说材料的帖子，查看了起来。这些传说级的材料最大的用处就是制作传说级的装备。虽然一件200级的传说装备只能带给玩家2000点的属性提升，但高品质装备最重要的还是词条。一个顶级词条对高等级玩家带来的加成，甚至能够比得上天赋。而很多顶级词条都需要特定的材料才有概率制作出来，像是传说级的龙系材料，能够制作出的词条非常给力。其中有龙之血脉这种能够提升100%最大生命值，龙族防御这种能够提升100%双防，龙之体质这种能够提升100%基础体质等的百分比词条。需要的材料就是龙骨跟龙皮，而龙筋可以制作弓类装备，可以制作出各种增加伤害的词条。一块传说级的龙骨市场价在500万枚金币，那我这3个材料岂不是能卖1500万了？极品材料有价无市，自己可以肯定，就算上架的价格是600万枚金币，这3个材料摆在拍卖行上的时间绝不会超过1个小时。倒是可以设定竞拍，起拍价500万枚金币，不怕没人拍。想要在拍卖行上进行物品竞拍，玩家需要缴纳10%的拍卖手续费。比如说，你设定的最低拍卖价是500万枚金币，那就要先支付50万金币。不管有没有人拍，这笔钱都是不会退的。换句话说，使用竞拍的话，手续费的价格会更高。3件材料，每件设定的最低拍卖价是500万枚金币，那就要先付150万。竞拍的最长时间是6小时，玩家每10分钟可以出价一次，每次至少要加价起拍价的10%，最后由出价高的玩家竞拍成功。那就先拍龙筋。想了想，陈阳将龙筋上架了拍卖行，设定了500万的最低起拍价。打开拍卖行，搜索传说级后，正在竞拍的龙筋出现在自己的眼前。目前还没有玩家出价，陈阳并不意外，也不是每个人天天都盯着拍卖行的，再加上还有6个小时的拍卖时间限制，这玩意的价格一时半会肯定涨不上去。关闭拍卖行，陈阳看向了那2件传说级装备。从词条上来看，这2件装备都相当的给力，能卖多少还真不好预估。火龙纹章我确实能用，只要用超限冷却跟超限范围打5层印记，伤害还是很可观的。可问题就是
能秒杀何必要这么麻烦？火龙纹章的印记需要对目标造成伤害才能叠，要是被 miss 或者不破防的话，这个印记是叠不了的。而且这个10%的伤害是火系伤害，能被火抗跟法术抗性还有伤害减免抵消。实战里自己想靠印记击杀目标，需要释放的技能次数肯定会超过50次。比起直接爆发的突然秒杀，连放50次技能更是会给对手充足的操作空间。卖一件200万金币，还是竞拍？又支付了40万枚金币。陈阳将这2件装备设置了竞拍，接下去就是等待了。对于现在的自己而言，最需要的也是等待。只要等待的时间足够久，自己的法力值上限只会越来越高。该为50级的神话及进阶做考虑了。找个人问问。好友栏里有一个人或许会知道自己想问的事情。包打听，你那有没有关于品质提升券的消息？给廖听发去一条消息后，等了5-6分钟，一条消息回了过来。品质提升卷，30级的。看到这条消息，陈阳眉头一挑。自己刚获得一颗30级的传说进阶球，也难怪廖听会以为自己想要30级的品质提升券了。对，陈阳顺着这话回复道。品质提升券这东西非常的稀有，只有神秘贩卖机才有产出。最近这段时间里，西江主城区的30级地图倒是出现过神秘贩卖机，不过也不能确定是不是产出了品质提升券。廖听的消息确实灵通。就没有在售的吗？陈阳追问道。目前没有，低级地图出现神秘贩卖机的概率比高级地图低。你要说50级跟100级的话，我倒是知道能在哪弄到。问对人了，陈阳等的就是这句话。那50级的品质提升券能在哪弄到？这个消息的价钱可不低哦。廖听拿出了一副商人的口吻。多少？陈阳也很直接，自己确实让廖听赚了一笔，可两人的交情还真就一般。100万枚金币。我可以肯定的是，那片区域出现神秘贩卖机的概率会很大，至于你能不能碰上，这我就不能保证了。廖听的话让陈阳皱起了眉头。概率这种东西是最模糊的，而且就算那地方真出现了神秘贩卖机，也不能确定就一定会出售50级的品质提升券，就算真有的卖，也有可能被其他玩家捷足先登。这样一个消息真的值100万枚金币吗？第61章，隐秘就不能便宜点吗？陈阳试探性地问道。这倒不是为了杀价，主要是不想让廖听看出自己的迫切。对方不但是个聪明人，而且还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出卖自己的行踪也不是没可能。真便宜不了，我只能说这个消息绝对物超所值。廖听回复道。陈阳撇了撇嘴，商人的话有时候那真是连标点符号都不信。不过眼下自己除了廖听之外，还真没其他途径能够打探到这类隐秘的消息了。成交。行，你在学府区吧？去交流区见面谈。好。陈阳换了一身衣服，赶往了交流区。这地方类似图书馆，不同的是，这里有一间间单独的交流室。刚到交流区大楼，廖听已经等在这里了。这家伙似乎一直都在这里。这边，他领着陈阳进了一间交流室，笑眯眯地搓起了手指。交易吧。陈阳直接发起了交易，放上了100万枚金币。我说的那地方有多远？不在红莲城的练级区范围，去那的话会有点麻烦。收了钱，廖听一上来就说出了重点。海域地区你知道吧？知道的不多。陈阳摇了摇头，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大多数都是从帖子上了解的，很多没提及的东西是真的无从得知。50级的海域地区，魔蛛群岛，占地面积大概2000海里，大大小小的岛屿共计上万个，每隔10天的时间，这片区域必定会刷新一个神秘贩卖机。廖听的话让陈阳露出了兴奋之色，难怪这个消息能价值100万枚金币，有概率跟必定刷新完全是两回事啊！海域地区跟陆地可不一样，而且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不少，那地方的竞争力可不比其他的50级练级区。廖听发出了善意的提醒，陈阳没有说话，自己都花100万枚金币买了这个消息，说不去那也太假了。对了，海域地区人多眼杂，不乏他国的玩家，你最好升到50级以后再去，多的我也不说了。要是还有其他想问的消息，尽管开口就是了。廖听一脸笑眯眯的表情，就等着陈阳开口。你知道赫连云吧？可陈阳刚一开口，廖听的脸色顿时一变。他当然知道赫连云是谁，也知道赫连云跟陈阳之间的关系，更知道陈阳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的原因。这个消息，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廖听语气陡然变得严肃。你不是一个商人吗？陈阳笑了笑，若有所指的道。廖听闻言，竖起了一根手指。还是100万枚金币。陈阳当然明白这手势的意思。廖听摇了摇头。1000万。陈阳皱起了眉头。1枚金币。廖听开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价码。陈阳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确实是个商人没错，可我也有着自己的底线。
廖听像是在解释，也像是在自我肯定。陈阳微微一笑，发起了交易。1枚金币。赫连云在跟200级传说 BOSS 古灵魔王战斗的时候，被破云公会跟狂沙公会的2个小队夹击。当然，他当时还有逃走的余力。真正让他殒命的是一个女人。女人？陈阳眉头紧蹙。司空晴雨，赫连云最信任的女人，也是在关键时刻给他最后一击的女人。廖听说出了那个名字。陈阳回想了一下，这个女人自己见过，她跟赫连云的关系确实很不一般。他人呢？不知道。廖听摇了摇头。事情发生之后，这个女人就消失了，因为她是红莲公会的人，公会的高层纵然想向破云跟狂沙讨一个说法，也是有心无力。谢了。陈阳冲着廖听点了点头，起身走出了这间交流室。知晓了这些消息后，自己有一种直觉，赫连云的死恐怕没那么简单。是我忽略了什么细节吗？陈阳眯着眼睛回想起赫连云出发前曾经跟自己一起吃过一顿饭，虽然当时聊的都是长辈对于后辈的期许，但这位云叔曾经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给你在红莲城买了一处宅子，你要是想安安稳稳的过完这一生，就去那住吧。这是赫连云的原话。当时自己并没有在意，敷衍的推辞了一番，但这位云叔还是坚持将那处宅子的钥匙交给了自己。陈阳打开物品栏，从这下面的一层拿出了那样东西，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某一扇门。好友信息里有一条赫连云发的消息，那是一处地址。这地方很偏僻啊。根据地址，陈阳在红莲城的地图上找到了那个位置。那是一处偏僻的角落，以赫连云的实力，真想让自己安度晚年，那也应该会在繁华地带给自己买一处房产才对。得去这地方看看，而且还得偷偷摸摸的去。从地图上来看，这地方距离学府区大概200公里左右。如果是在炼级区，自己只需要使用2次星界传送就能到。但红莲城里有很多地方都刻了禁制符文，会对传送类跟瞬移类的技能产生不小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只要在你传送的路径上有一个地方刻有禁制符文，你就无法直接传送到既定的位置。对我来说倒不是什么问题，多开几次传送门就好了。必须搞清楚情况。陈阳的眼神中透露着坚定。回到宿舍后，将房门锁上，又拉上了房间里所有的窗帘。他根据红莲城的地图开启了星界传送，通过绕开禁制区域，将传送门开启的位置设置在无人点。连续6次开门后，陈阳来到了赫连云给自己置办的那处房产里。这是一处3层小院，因为地处偏僻的原因，所以价格并不高，附近住的人也都是底层的玩家。陈阳拿出那把钥匙，打开了房子的大门。在房子里找了一圈后，他的眉头拧成了一字形。里面能看见的东西都是一目了然，啥都没有啊。难不成在地下？陈阳看向了脚下的地板，用灵界视距看看。躺在地板上，陈阳使用了技能灵体出窍后，他第一时间朝着地下而去。这是在穿过了10几米的深度后，地底果然出现了一片空间。第62章当鱼饵。这是一间暗室，里面的空间不大，相当于一个小房间。星界传送。灵视状态下，陈阳在这间屋子里开启了一道传送门，意识回归本体，他踏入门内，来到了这处地下小屋。四周一片漆黑。陈阳从物品栏里拿出一个照明物品，整间屋子顿时亮了起来。屋子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封信跟一把钥匙。这就是赫连云留给我的东西。陈阳眉头一挑，将那封信拿了起来。小杨，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那就说明我此去凶多吉少。其实我也预料到了这个结果，只是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去证实。很抱歉把你卷进来，如果你想过安稳的日子，那就读到这里，出去以后将那把钥匙藏起来，毁掉这封信。可如果你想要知道的更多，那就打开第2页。信的第2页是折起来的。陈阳没有任何的迟疑，打开了第2页。你对这个世界有多了解？第2页的第一句话就把陈阳给问住了。有多了解？那肯定是一点也不了解啊。或许你从小接触到的教育一直在告诉你，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游戏，但这个游戏绝对是无比残酷的。幻游界对于现实的入侵永远也不会停止，因为我们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战场。这几句话看得陈阳一头雾水。怎么说呢？好像听懂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明白啊。很多年前，我跟你的父母还有小队的其他成员曾经进入过一处遗迹，我们从遗迹中知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后来小队的成员相继死亡，最后只剩下了我。这些年来我一直非常谨慎，为了活下去，我加入了红莲公会，更是进入了核心层。可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我把秘密放在了天元城，那把钥匙是天元银行的保险箱钥匙，取出保险箱里的东西，你就能知晓这个秘密。你一定要无比小心，绝不能相信任何人，记住，他们无孔不入，哪怕是红莲公会的高层里也有他们的人。后面的路就要靠你自己走下去了。第2页的内容到这就结束了。
陈阳眉头紧蹙，一脸深沉。秘密？他们？天元银行的保险箱？看来这个秘密不简单啊！内心的求知欲让陈阳恨不得现在就前往天元城，从银行的保险箱里取走贺连云留下的东西。可直觉告诉自己，这件事绝不能操之过急。按照贺连云的说法，他们代表了一个实力非常庞大的组织，自己要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去天元城取东西，无异于自寻死路啊！得赶紧回去，将那把保险箱的钥匙放进物品栏。陈阳使用星界传送返回了学府区的宿舍。接下去的3天时间里，陈阳选择了深居简出，偶尔在学府区里露个面，其他的时间就窝在宿舍里。每秒3点法力上限的提升，时间每过去1天，他的法力值上限都会提升259200点。再算上法力文员那30%的被动加成，1天就能增加336960点法力。3天的时间过去，陈阳的法力值总计提升1010880点，这下法力值的上限有700万了。除了法力值的提升外，火龙掉落的传说级材料也全都卖了出去。龙筋拍出了650万，龙皮拍到了700万，龙骨竞拍最激烈，达到了800万枚金币。还有那2件装备加在一起也拍出了500万的高价。扣除手续费跟竞拍的费用，火龙 BOSS 带给陈阳的纯收益达到了1900万枚金币。怎么说呢？这些金币一到手，足够自己用上一段时间了。出门之前要做好十足的准备，换一套40级的全智力钻石装备。另外就是出海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海域跟陆地不一样，地面上可以靠2条腿走路，海上总不能靠着2条腿一直游泳。陈阳在拍卖行里找了一圈，买了一艘机械船跟一些潜水物品。华国地图距离海域最近的是南海城，从红莲城出发的话，只能是乘坐飞艇，整个航线需要整整7天的时间。我可以无限使用星界传送，完全不需要乘坐飞艇。这2座城之间的直线距离大概在3万公里，也就是30次星界传送。对我来说，不过就是10几分钟的事情啊。陈阳笑容满面，法系职业在赶路这点上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像星界传送这个技能，其他法系职业就算没有冷却减免的属性，30个小时也能从红莲城抵达南海城了。法力值突破1000万上限后，就直接出发。红莲学府议事厅，一群人正爆发着激烈的讨论。这次的事情绝不能算了，工会的核心成员在炼级区殒命，这是对我们的挑衅。那又怎么样？难不成你要跟破云还有狂沙开战？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很清楚吧？不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对了，学府不是还有个跟贺连云关系匪浅的小子吗？把他抛出去当诱饵，我就不信钓不到鱼。我不同意。贺连云刚死，万一那小子再出什么事，你让我怎么交代？交代？跟个死人有什么好交代的？赵墨龙，注意你的言辞。别的不说，那小子父母可是为了守护西江城而死的，就凭这一点，工会绝不能利用他。星雷的声音无比坚决，让他当诱饵，又不是让他去送死。既然他拿了秋招的传说级进阶球，那就必须为工会做一些事情。赵墨龙的语气也不肯让步。议事厅里还有5个人，他们看着针锋相对的星雷跟赵墨龙，并没有急着表态。他拿下了秋招第一，这是实力，难不成每个学员通过自己的实力取得了奖励，都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替工会做事吗？星雷发出了质问。赵墨龙一下子顿住了，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可他笑了笑，话锋一转道：既然已经加入了学府，那就应该替工会做事，而且工会也不会让他白做，不管能不能钓到大鱼，等他升到50级的时候，工会会奖励他一颗传说级的进阶球。此话一出，就连星雷也愣住了。50级的传说级进阶球，这个奖励确实很难让人拒绝。见星雷没说话，赵墨龙看向了在场的其他人：我会安排好一切，保证不会让那小子出事。就在星雷想要替陈阳拒绝的时候，赵墨龙的声音再次响起：那就按照惯例举手表决吧。同意的举手。随着他的声音响起，议事厅里的7个人有4个人举起了手。第63章，想利用我，溜了。时间又过去了3天，陈阳目前的法力值上限已经涨到了800万。这段时间里，他在学府区的生活非常安逸，吃饱了就睡，睡饱了就吃。就在陈阳以为自己能混到1000万法力值的时候，星雷发来了一条消息：红莲工会跟学府的高层共同商议后决定，打算让你明天出一趟任务。出任务？这突然的消息让陈阳皱起了眉头。星雷前几天还叮嘱自己要小心，怎么就让自己出任务了？什么任务？他发了一条消息询问道。具体的任务内容明天会有人告知你，这次任务你要是完成的话，50级的时候学府会奖励你一颗传说级进阶球。看到星雷回复的那条消息，陈阳不知道该说什么了。50级的传说级进阶球啊，自己杀了一头火龙才拿到手，做什么样的任务学府才会奖励自己这种极品道具啊？
贺连云刚死，红莲公会有气没处撒，难不成是想利用我当诱饵？天上不会掉馅饼，想要好东西往往就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这是想让我死啊！要是没有贺连云留下的信，陈阳还会觉得学府的许诺是一种等价交换，可现在看来，这搞不好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预谋。我可不是你们随意就能利用的棋子。本来一开始我就没想加入什么红莲公会。陈阳的眼神沉了下去。红莲学府里的安逸只是假象，在那些高层之中，有人巴不得弄死自己，继续待在这里只会受制于人。是时候离开了。陈阳下定了决心。这个世界很大，自己可以无限使用星界传送，只要想躲，就算是200级的强者也找不到自己。我答应了。陈阳给星雷发去了一条消息。这次的任务不简单，总之一切小心。星雷嘱咐了一句，也没再多说什么。陈阳同样没有再发消息过去。溜了。超限冷却，星界传送。随着一道传送门的开启，陈阳彻底跟红莲学府划清了界限。说来也很讽刺，他拿下了秋招第一，本来应该是学府重点保护跟培养的对象，却偏偏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对于这些，陈阳毫不在意，自己本来就对这什么红莲学府没什么归属感。踏入传送门后，陈阳抬头看向晴朗的天空，深吸了一大口气。这次的离开肯定会触怒红莲公会的那些高层，若是他们恼羞成怒，找人追杀自己也不是没可能的。加之自己本来就成为了他们的目标，接下去的日子怕是没那么好过了。不慌，慢慢苟就是了。超限冷却，星界传送。根据南海主城的方向，陈阳连续使用技能，法力值消耗一空后就直接转血进行回复。不到半个小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广阔的海域。南海城就建立在这片海域的沿岸，城墙的高度将近1000米，到处都刻上了法术符文，还有各种强力的攻城武器。这座主城是华国对南海海域的唯一防线，城内有着各种实力强劲的高级玩家，在华国的10大主城区里足以排进前5。陈阳换上一身朴素的衣服，戴上了墨镜跟口罩，从南海城的北门进入了这座城市。比起红莲城，这座主城更大更繁华，街道上到处都是玩家。虽然海域相比陆地行动更加不便，但海域远比陆地上的奇遇更多。陆地拾荒，海上寻宝。陈阳来之前看了许多跟海域有关的帖子，总结起来就是无尽海域充斥着各种一夜暴富的机遇。什么一座无人岛屿上捡到了传说级的药材，在海底潜水的时候获得了一颗传说级品质的珍珠，可以用来打造传说级饰品。还有什么在海底发现了沉船，里面放着数以千万计的金币。虽然知道这些帖子有一些夸大的成分，但不可能否认的是，海域确实比陆地更令人向往。当然，海域也有着比陆地更大的凶险。想要出海的话，必须得有船，而且必须是那种能够扛住风浪的船，要不然根本走不远。再就是海域比陆地上更容易迷路，一望无际都是海洋，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廖听只给了自己魔珠群岛这么一个地点，至于这地方要怎么去，那就只能找城里经验丰富的水手问一问了。根据城内的标识牌，陈阳来到了海港区。这里停靠着大大小小的船只，一些大船足以媲美那种大型观光游轮。就在陈阳观察这些船只的时候，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走了过来。小哥，看你这架势，是想出海？他打量了陈阳几眼，笑眯眯地问道。我要去魔珠群岛。陈阳回答道。魔珠群岛？听到这个地方，这人皱起了眉头。那地方可远着呢，普通的船只至少需要10天才能到，而且那地方环境恶劣，再加上靠近倭子国海域，海港区几乎没有船愿意去。陈阳闻言，心里跟明镜一样，这家伙说那妖多，不就是想宰自己一笔？用不着你的船，你给我指个方向就行，只要能够确定大概的方位，自己使用星界传送就能抵达，根本不需要坐什么船。这人再次打量了陈阳一番。不坐船就想前往深海的方法并不少，有钱的玩家可以乘坐飞行坐骑，召唤系职业可以骑乘飞行类召唤兽，法系玩家可以使用传送技能，体质高的玩家甚至可以当游泳健将。可问题就是，往往出发去海域寻宝的玩家都是组队行动，总不能有钱的买飞行坐骑，召唤做自己的飞行宠物，法系自己传送，那其他职业怎么办？不过要是一个人的话，确实可以不用坐船。告诉你具体的方位也没有啊，就算你是法系职业，这一路上可没什么参照物，传送几次后很容易就会分不清方向。这人显然看出了陈阳是个法系职业，开口道。这样吧，1万枚金币，我把你送到那片海域附近，然后再告诉你具体的方位，这样你只要传送几次差不多就能到了。成交。陈阳一口答应了下来。行，那我去准备一下，1个小时以后就出发。见陈阳如此爽快，这人笑得那叫一个璀璨。他快步离开，登上了一艘船，船上还有3个人，见到这人后眼神都是一亮。
这人也是两眼放光，一脸急切地说道：“哥几个，来活了！一个人去魔蛛群岛的，估摸着等级在5世纪以下，是个有传送类技能的法师。我觉着他不一般，是条大鱼。一会老二跟老三躲进下面的船舱，老刘你跟我在甲板上开船，等出了南海城的管辖区，咱们还是跟之前一样。”这人说到这，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另外那几个人也露出了凶狠的眼神。第64出海，这帮人干这种勾当可不是一回两回了。贼眉鼠眼的家伙会专门物色那种第一次来南海主城的生面孔，然后摆出一副热心肠上去打交道。只要是上了他的船，那这一趟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了。行了，多个就位吧。那家伙的身上应该有隐藏属性的物品或者技能，等我再打探一下。好嘞，老大，一会等你消息。船上的两人躲进了下面的船舱，只留下了老刘在甲板上。贼眉鼠眼的家伙站在船边，冲着远处的陈阳发出了大喊：“小兄弟，要不要先上船休息一下？”行啊。陈阳也没有拒绝，朝着那艘船走了过去。这艘船不大，类似那种小渔船，船上还有一个正在忙碌的水手，显然是在做出发的准备。小兄弟，怎么称呼？叫我陈川就行了。陈川，这名字不错呀，我叫方达，你叫我老方就行。那是我的水手老刘，等会就由我们俩带你去魔蛛群岛。方达一脸笑眯眯的，很自来熟的聊了起来。南海城去魔蛛群岛的人可不多呀，那边都是倭子国的玩家居多，那帮家伙跟我们可不对付，你一个人去那可得小心一点。哦，面对这善意的提醒，陈阳只是随口应了一句。方达见状，眼珠子一转，继续问道：“对了，你去魔蛛群岛干嘛？”陈阳闻言，眉头一挑：“这是在查户口呢。”练级。敷衍了一句后，陈阳在甲板上晃悠了起来。方达眯着眼睛，心里正在冷笑：50级的练级区陆地上多得很，谁会花1万枚金币，又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出海，去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升级？虽然知道陈阳没说真话，但方达也不好追问。他看着陈阳的背影，一直都在使用探查类的技能，可得到的结果无一例外，探查失败。方达眉头紧蹙，赶紧冲着另一头的老刘使了一个眼色：“方哥，差不多可以出海了。”“好嘞。”方达应了一声，朝着陈阳走了过去。“小兄弟，南海城的规矩，出发前付1半定金，到第一会再付另一半。”“行。”陈阳直接发起了交易，支付了5000枚金币。交易成功后，方达冲着老刘大喊道：“出发！”在老刘的控制下，这艘船缓缓驶出了海港区。辽阔的海域上行驶的船只数量众多。陈阳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心情也变得愉悦了起来。就在他欣赏风景的时候，方达跟老刘不断的用眼神进行着交流。两人都看不透这个雇主的虚实，他们也不是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方达就会选择将雇主送到目的地。方达并不知道，当他在一直对陈阳使用探查类技能的时候，他的属性面板早已暴露在了陈阳的眼前。玩家方达，职业刺客，等级56，生命值10762501076250，物理攻击113750，物理防御114800，法术防御30800，法术抗性15%，物理抗性15%，伤害减免15%。从面板上的属性不难看出，这家伙就是个普通的刺客职业，最多就穿着一身钻10级的装备，史诗级的技能肯定是没了，钻10级的技能应该有几个？怎么说呢？以自己现在的实力，秒掉这家伙连100万的法力值都不需要。需要多久才能到那附近？陈阳一边看着风景，一边开口问道。今天这天气不错，我船每小时能航行30海里左右，大概需要3天的时间。方达回答道。对于第一次出海的玩家而言，这广阔的海景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可在海上连续航行一段时间，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一样的景色，这风味可就真是食之无味了。小兄弟，你去下面的休息室休息吧，等快到那片海域的时候，我们再喊你。也行。陈阳没有拒绝，在方达的带领下前往了休息室。这是个很小的房间，摆着一张1米宽的小床。躺在床上，陈阳开始了操作。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出门在外，安全感那都是自己给的呀。超限爆发，1600倍消耗，血盾术。一个800万的护盾值出现在陈阳的状态栏上。以那个方达的攻击力来计算，就算自己的防御为0，他想要打破自己的血盾，至少需要放12个钻10级的技能才行。超限转换，法力上限转生命值上限。4分钟的时间后，陈阳将回满的生命值转回了法力值。打开生活功能栏，他搜索了一下跟天元城有关的帖子。天元城，诚如其名，这座城位于整个华国的中心。这座城也是华国毫无争议的第一主城。跟红莲城这种由工会一手建立的主城不一样，天元城建立于现实数据化之初的那个时代。
这座城充满了传奇色彩，由华国10大工会的前3工会共同管理。而天元银行是整个华国最具信誉的银行，玩家可以将任何东西存进这里，除了玩家本人之外，就连银行也不会知道你存了什么东西在里面。赫连云应该隐瞒了身份，将东西存在了这里。等这一阵的风头过去，我得去这座第一主城看看了。红莲城某处，确定了，红莲学府制定了引蛇计划，明天那家伙就会离开学府区，出发去炼级区。那小子有点本事，我派出去的一队人全军覆没，他们的等级都达到了50级，一个30级的超限法师灭了一队50级的玩家，他的天赋恐怕不一般啊！那就更不能让他活着了。这次是个绝好的机会，红莲公会想钓鱼，我们大可以将计就计。学府那边准备得很周全，辛雷那家伙更是亲自出马了，这一次的行动绝对不容有失。放心吧，为了能够杀死那个小子，我可是打算舍弃一枚很宝贵的棋子呢。2个人正在密谋，斩草要除根。陈阳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的话，假以时日，根必将成为一棵参天大树。第65章，辛雷的决议。翌日，海上一片晴朗，阳光十分明媚。陈阳站在甲板上，拿出了一些精致的食物，一边吃一边看了一场海上日出。方达跟老刘2人盯着他拿出的机械餐桌跟那些价值不菲的食物，2人那被压下去的心思又活跃了起来。毫无疑问，这绝对是一条大鱼，可问题就是这也有可能是一条鲨鱼。天彻底亮了之后，陈阳收到了辛雷发来的消息，任务就要开始了，你去哪了？我决定退出红莲学府。陈阳直接回了一条消息。你说什么？退出学府？陈阳，你千万不要赌气，学府确实是在利用你，但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辛雷显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极力的劝说着。陈阳没有回复，关闭了消息界面。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只能由自己来决定。小兄弟，看你不是一般人啊，是从哪来的？甲板上，方达显然按捺不住了，又旁敲侧击了起来。怎么，出个海需要问得这么清楚吗？陈阳笑了笑，话中带着一股质问。方达愣了一下，连忙摆出了一副陪笑的表情。这不是怕你太闷了，随便找个话题聊聊吗？不该问的就不要问，把我送到地方，剩下的金币不会少你。要是起什么歪心思的话，陈阳直接发出了警告。不会，不会。方达像是被戳破了心思一般，一脸心虚的应声道。没有过多的废话，陈阳回到了下面的休息室。刚才的话是自己故意说给方达听的。昨天晚上自己用灵界视距将整艘船都摸了一遍，早就发现了躲在船舱底部的那2个人。这帮人打的什么主意，陈阳心里可太清楚了。一个能随手就能拿出1万枚金币的人，身上肯定会有更多的油水，更别说自己还是单独出海的。陈阳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好人，既然这帮人能打自己的主意，那自己同样也可以打这帮人的主意。我退出红莲学府的事情很快就会传遍整个红莲城，动静一定会闹得非常大。廖听那家伙很聪明，一定能猜出我会去魔蛛群岛。如果红莲学府的人追查到南海城，要是把方达这帮人放回去，他们一定会把我的行踪卖个好价钱。就算方达这帮人没有动手，陈阳也不会放过他们。甲板上，方达面色无比的阴沉，他当然听出了陈阳话里话外那警告的意思。方哥，我看这家伙不简单啊，要不然这一单就算了。老刘表情忐忑，显然是被陈阳刚才的气势给唬住了。不行，方达咬牙切齿的道。老刘，我们在南海城混多少年了？他一脸严肃的看向了老刘。10年了吧？老刘回想了一下，回答道。是10年08个月。难不成你还想在海港区给人开10年的船，偶尔碰到几个愣头青，赚那么一点可怜兮兮的金币？方达的话让老刘沉默了。在这个数据化的游戏世界，每一个人都是玩家，可每一个玩家却有着不同的命。有人穿着极品的装备，学着极品的技能，杀那些一阶怪就跟杀鸡一样，随随便便就能单挑4阶的 BOSS， 吃着精致的食物，享受着最好的资源。可他们呢？只要能杀死这家伙，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至少能价值几百万金币。你跟老2、老3他们也能买上一套钻石装备，还能学那些强力的钻石级被动，我们还能去酒吧区享受生活，让那些娘们一个个都把头发盘起来。跟我一起拼一拼，我们不是没有机会杀死那小子的。方达的眼神中带着一股疯狂。方哥，还是算了吧，万一那小子背景深厚，我们就算杀了他也没福享啊。老刘耷拉着个脸，并没有上头。海港区里人多眼杂，陈阳找上他们的时候，有很多人都看见了。这要是个无名小族，出海以后巧生匿迹也就算了，可要是个有深厚背景的公子哥，对方的家族只要找上门来，他们根本说不清。怕什么？出了海，谁又能找得到谁？大不了我们就去浊海城混。方哥，既然你都决定了，大家在同一条船上，我就跟你干了这一笔。在方达的劝说下，老刘也铁了心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要手里有着大把的金币，到哪都能过得潇洒。今天晚上后半夜动手，还是老办法。你跟老二、老三他们打控制，输出的事情交给我。红莲学府，正如陈阳预料的那样，这里炸开了锅。以秋招第一考入学府，拿走了那颗30级传说进阶球的学员，为了逃避学府派发的任务，居然单方面宣布退出了学府，而且还玩起了失踪。这件事绝对能够上红莲城的新闻头条。学府区的领导、红莲公会的高层更是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议起了这件事的处理方案。不过就是一次比较危险的任务而已，这小子居然跑了，这也太怂了吧！这件事必须严惩，耻辱！把这么一个怂货招进学府，这是我们大家的耻辱。辛雷，你必须要为这件事负责。矛头指向了一直都在维护陈阳的辛雷。这位副校长脸上的表情非常难看，他沉默了良久后开口道：“可笑，真的是太可笑了。”这话一出，全场讶然。辛雷大笑了起来，自顾自地说着：“他的父母是保护城市的英雄，贺连云可是工会的核心成员，为工会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如果贺连云还活着，你们会让陈阳去冒这个险吗？”没有人回答。在他们的眼里，所谓的秋招第一也不过是一枚棋子罢了，没有人会在意棋子的死活，他们只在乎能够通过这枚棋子获得多大的利益。辛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指责我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吗？一直跟辛雷针锋相对的赵墨龙冷声质问。难道不是吗？辛雷没有让步。那又怎么样？他加入了学府，就算我们让他去死，他也不能拒绝。赵墨龙的语气也强硬了起来。呵呵，辛雷摇了摇头。这次的事情我会负责，我会辞去学府副校长的职务。那颗传说及进阶球，我也会以按照价格赔给学府。从今天开始，我正式退出红莲公会。辛雷，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气氛在一瞬间变得凝重。跟陈阳不同，辛雷可是完成了200进阶的顶级强者，一旦他退出公会的消息传出去，对于红莲公会绝对是巨大的打击。辛雷，这样吧，你辞去副校长的职务，但不用退出公会，那颗传说及进阶球也无需赔偿。对外就宣称陈阳是因不满贺连云的死请求退出红莲学府，学府本着人道主义同意了他的请求，红莲城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一个人开口了：“会长。”赵墨龙听到那人的话后，忍不住喊了一句：“够了！”被称作会长的那人瞪了赵墨龙一眼，后者顿时闭上了嘴。这件事以后不允许任何人再提。第66章抵达魔蛛群岛。海上的夜空很明亮，陈阳站在甲板上，抬头看着那些星星。科学在世界被数据化后就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游戏学。爹，生活功能栏里收到了一条消息。陈阳知道是谁发的，想着还是看了一下。陈阳，学府已经决定不再追究你退出的事情，红莲城永远是你的家，在外面遇到什么麻烦，记得回来找我。这副校长还真是有情有义啊，自己拿了传说进阶球跑路，还打乱了红莲公会的引蛇计划，辛雷这都能摆明，想必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谢谢了，副校长。学府买那颗传说进阶球花了多少金币？你说个数，我一定还。陈阳回了一条消息过去。不用，你一个人在外面，需要用到金币的地方多，就当是我送你的礼物。记住，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行踪。我会的。看着平静的海面，陈阳的内心却掀起了一丝涟漪。这位副校长对自己确实是没得说啊，这个仇我一定会报。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真要是等上10年，别说什么红莲公会了，10大公会自己都能以一己之力杀穿啊！就在陈阳感慨的时候，方达来到了甲板上，一脸笑嘻嘻的开口道：“小兄弟，这么晚还没睡啊？怎么，有事？”陈阳眉头一挑：“没事，就是问问第一次出海习不习惯。”方达表现得很热情。陈阳没有接话，自顾自地朝着休息室走去。装尼玛，晚上有你好看的。方达看着陈阳的背影，眼神中有种说不出的狠辣。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正在航行的船只突然停了下来。休息室的大门外，4个隐身状态下的人靠近了这里。方达走在最前面，轻轻地打开了那扇木门。狭窄的房间一览无遗，看到床上躺着的那个人后，他直接走了进去。隐身状态下，他并不担心会被发现。另外3人也挤了进来，走向了计划好的位置。他们分别站在床头、床中以及床尾，由床头那个人率先使用控制类的技能。一旦控制效果生效，方达就会跳到床上发起攻击，剩下的2人也会在第一时间接上控制，3人达成一种控制循环，直到方达打出足够的输出。这种方法他们屡试不爽，遭中的玩家更是不在少数。可就在第一个人准备动手的时候，这狭小的船舱里突然爆发了一阵火雨，火焰落下的瞬间，4人的隐身状态也被打破。
超限冷却，10倍消耗；超限爆发，100倍消耗。血色驱使。与此同时，躺在床上的陈阳猛地睁开眼睛，对着4人中的1人使用了技能。紧接着，这人的脑袋上出现了一个驱使的图标，杀了他！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方达刚反应过来，立马朝着床上一扑，手中的匕首也泛起了一道炫光。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刺客的优势是远远大于法师的。呵呵，超限冷却，10倍消耗；超限爆发，100倍消耗。血色驱使，跪下！陈阳又是一个驱使技能，直接让跳起来的方达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什么情况？方达还有另外那3个人全都是一脸的懵逼。说好的将这小子控制到死呢？怎么他们的老大被控制到跪下了？杀了他们2个！陈阳没有给4人反应的时间，对着被控制的方达还有另外一个人下达了指令。100倍消耗之下，驱使的效果得到了10倍的提升，方达根本无法抵抗。他站起身，举起手里的匕首，对着另外那2人发起了攻击。方哥，你什么情况？为什么攻击我们？我也不想啊，这小子有驱使类技能，我控制不住自己。跑啊！局面在一瞬间从4v1变成了2v2。陈阳走出休息室，看着正在甲板上你追我赶的4个人。方达的实力最强，身上的装备最好，追着一个人连续输出，打得对方抱头鼠窜。剩下那2个人则是在你追我赶。陈阳伸了个懒腰，靠在围栏上观看起了这出大戏。小兄弟，有话好说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小子，你赶紧解开我的控制，海港区的每艘船都是有登记的，我们要是死在了海上，你回去是要被制裁的。这船还在南海城的管辖范围之内，你不能杀我们。方达几人发出了高喊，想用南海城的秩序来压陈阳。是吗？陈阳微微一笑。超限冷却，10倍消耗；超限爆发，10倍消耗。血色驱使。又是2个技能之后，船上的4人都被控制住了。那你们互杀吧。驱使之下，陈阳的一切命令都无法违背。4人身体不受控制的互相厮杀了起来。在无法使用技能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你一下我一下的攻击。很快，3个人接连倒在了甲板上。装备最好的方达活了下。我求求你，放过我！他看着陈阳，眼神中满是祈求。放心，不会让你那么快就狗带的。陈阳咧嘴一笑，露出了一口大白牙。自己还没到地方呢。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陈阳一到时间就会对方达使用血色驱使。这家伙虽然满脸的不情愿，但却任劳任怨地开着船。时间来到第4天的中午，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出现了成群的岛屿。如果站在高楼俯瞰，就会发现这片区域里有着上万座岛屿，而这些岛屿正好组成了一只蜘蛛的形状。这里就是魔蛛群岛了，你能放过我了吧？当然不行了。陈阳没有客气，一道落雷从天而降，直接将方达秒杀。你获得了183521枚金币，你获得了刺客套装，钻石级。方达可是这船上实力最强的那个，遗产自然也是最多的呀。比起辛辛苦苦的杀怪赚取金币，这种方式来钱还真是快啊。陈阳想到了一部经典动漫，自己或许可以在这艘船上挂上一个骷髅头，从而开始海贼王的生活。不过真要是这么嚣张的话，南海城的海上执法队怕是要来围剿自己了。按照廖听的说法，这座岛屿上每隔10天必定会刷新神秘贩卖机，这也就是说，我至少得在这待上10天时间了。那就先在这地方把等级升到50级。第67章，一个技能一座岛。将船锚抛进海底，陈阳将这艘船当成了一个参照物。星界传送，一道传送门出现在甲板上，在门的那头就是魔蛛群岛的一个外岛。来到这座岛上，陈阳四处打量了一下，热带岛屿的风格，岛上的树林十分茂盛，在林子里依稀能够看见一些体型庞大的魔蛛。超限爆发，10倍消耗，法眼窥视。陈阳朝着一头魔蛛使用了窥视技能，杀倒魔蛛一阶，等级50，生命值637000，物理攻击67375，物理防御49000，法术防御24500。技能魔蛛之拥，毒素附加。50级的一阶怪，血量达到了60万加。陈阳看了一眼自己的法术攻击，想要用怒风席卷秒掉这些魔蛛的话，还需要超限爆发的2倍消耗。我现在的法力值是900万，用怒风席卷的话，超限范围可以达到1500倍，技能的范围可以达到75公里。这座岛并不算大，从直径的范围来看，应该有个5-60公里的样子。以1公里范围内就有200头怪物的密集度来计算的话，岛上的怪物数量将近12000头的样子。2阶精英怪的血量应该在100万左右，3阶大概有140-150万。那就超限范围1000倍消耗，再加上超限爆发的20倍消耗，这座岛上除了 BOSS 以外的怪物全都给我躺下。
按照方达的说法，来魔蛛群岛探险的华国玩家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倭子国的玩家，那自己跟他们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这个技能下去，我应该能升个几级吧？陈阳的嘴角挂着笑容，举起手中的法杖，开始了吟唱。超限爆发，20倍消耗，超限范围1200倍消耗。飓风，聆听我的呼唤吧！怒风席卷。技能释放结束的下一秒，整个岛屿上突然狂风大作，呼呼，风暴席卷了整个岛屿，身处其中的怪物在同一时间受到了高额的伤害。玩家击杀杀倒魔蛛1阶获得5000点经验值，玩家击杀魔蛛精英2阶获得10000点经验值，玩家击杀魔蛛精英3阶获得3万点经验值。数以万计的击杀提示出现在陈阳的消息界面上。40级到41级需要的经验值是2000万点，41级到42级需要的经验值是2500万点，42级到43级需要的经验值是3000万点。对于一个50级的普通玩家而言，想要在一座岛屿上击杀将近4000头的一阶怪，少说也要花上半个月的时间。而到了42级后，这个时间就要翻上1倍。玩家提升至41级，获得40点全属性，200点自由分配属性。玩家提升至42级，获得41点全属性，205点自由分配属性。玩家提升至43级，获得42点全属性，210点自由分配属性。陈阳的身上连续发出了3道升级的光芒，一道怒风席卷，整座岛屿上除 BOSS 以外的怪物全部死亡，提升的经验值达到了8000万加。这恐怖的升级效率，其他玩家想都不敢想啊！都说法师是练级效率最高的职业，可你压的一个技能下去，直接升3级是什么意思啊？群怪一时爽，一直群怪一直爽啊！开始捡东西。陈阳召唤出机械鸟，沿着岛屿拾取地上的掉落。50级怪物掉落的收益还是很可观的，尤其是3阶的精英怪，这12000多头怪物掉落的金币收益就有20万，再算上其他收益的话，少说能够赚个40-50万，这倒是个不错的打金点啊！岛上怪多人少，一个人独享整座岛上的掉落，赚取的金币非常可观。只拾取掉落的金币跟好卖的药品，一座岛大概能够赚30万枚金币左右，平均下来就是一只怪的收益是25枚金币，可以啊！陈阳眼冒金光，自己的手里倒是还有1500万枚以上的金币，可金币这玩意谁又会嫌多呢？30级的传说级进阶球至少能值1000万枚金币，这笔钱还是得还给红莲学府，也算是彻底跟他们划清界限。魔蛛群岛大大小小的岛屿有上万个，怪物的数量以亿来计算，若是自己能够刷光1万个岛屿，赚取的金币就能达到惊人的30亿。当然，把怪刷光肯定是没问题的，关键就是整理掉落需要花费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刷怪只需要一个技能，就算等回蓝的时间也不过4分钟而已，可拾取完一整个岛上的掉落，陈阳就花费了3个小时，1万乘以3，那就是3万个小时，算下来那就是3年的时间。完成50级的神话级进阶后，我的天赋应该能达到每秒8点法力上限，1个小时能够提升28800点法力值，3万个小时那就是8600万啊！陈阳摸着下巴，还真有几分心动。以怪物的刷新时间来看，1万座岛屿确实可以循环起来，自己能够一直刷下去。3年后，自己的法力值上限就能突破到1亿，金币的数量最少也能有个10几亿。算了，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还是太枯燥了，而且这地方并不安全，他们找到这里只是时间问题。陈阳看向了岛屿外那辽阔的海域，自己倒是可以来个岛屿大冒险。比起陆地上那些错综复杂的势力，海域充满了各种未知性，适合藏匿的地方也更多。就拿这魔蛛群岛来说，即便廖听泄露了自己的行踪，想要在这1万座岛屿上找到自己这个能够无限开门法师，那跟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神秘贩卖机，必须要买到一张品质提升券，要不然我就不走了。在这段时间里，能刷多少怪就刷多少怪。将这座岛屿掉落的光团全部整理完毕后，陈阳看向了隔壁的那座岛。星界传送。来到这座岛屿后，陈阳再次开始了吟唱。超限爆发，20倍消耗。超限范围1200倍消耗。怒风席卷。